淘宝闪购喜剧之王单口季第3季，有请老友。就算是个无人驾驶，仍然传声高，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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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哎呦，太帅了，太帅了！也许剧本写好，谁想封面头条，我也会飞起出脑海里的惨叫。他拍他的广告，我跑我的龙套，耳边响起等你放炮。朋友们，这是脱口秀的夏天，不是别的夏天。老庞，你快说话吧，老庞。有请气氛组。我们最好的舞台都拉开，欢迎你到来。人山人海，一起喝彩，感受我的爱。我们最好的舞台就是现在，跟上这节拍，全场尽情的摇摆，欢呼到未来，跳起来！热闹啊，太不容易了啊 ！AI 现在都这么盛行了，我们还坚持手搓呢，现在。大家好，我是一直陪伴各位的气氛组组长郭麒麟，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刚来陪伴大家的气氛组组长马思纯。哎，大家好，我是终于能够来感受一下气氛的气氛组组长黄渤。哎呀，听着点，这声可以哈，希望心里有底了。哎呀，作为这个本节目的3朝元老啊，特别开心啊！今天看到我们3代同堂啊，爷爷，哎，太认人了，你我这。这怎么一听来了，还是伦理梗啊？我说这个3代同堂啊，说的是咱们选手，有新有老，好多跟我一样都是3年生啊，比如说付航啊、小鹿啊、黑灯啊、王悦，人都在了啊。这把还接着来了，哎，明白了。那不光有老选手，还有像我这样的老观众。今天来到这儿，我看到刚才4位大魔王，挺感慨的。不光有现在有人正在享受着自己的中女时代，宇宙的尽头又回到了这里，18岁的自己也在这里，雪国列车也回归了。看到这个阵容，对不对？看到这个阵容，请大家喊一声 passion。这一看马姐真是我们老观众啊。那博哥，您之前了解过我们这节目吗？我对于这个脱口秀来说还是个新人，其实主要是来感受，我就不逼了。然后呢，不然很容易有灯味儿。所以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平静又幸福的比完，争取火在当下啊。这么一听，您也没少看，全是金句啊。作为老气氛组呢，我得给您2位啊，不敢说传授经验，一点小建议啊，教给您这节目怎么录啊。哎，一般来说呢，就是比如说我们选手要是讲的特别好呢，您2位就听着我夸他们2句，哎，他们要讲的不好呢，您2位就多批评。哎，你挺贼啊！你不批评？对，要不然能留到第3季吗？哎呀，但是咱们今年这个节目新人啊比例特别高，所以我们有点新要求。我也希望就是
要求一下各位选手一定要放平心态，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只要你有好段子，即使你拿不到冠军，其实还是大家会记得你和爱你的，对吧？小鹿，建国，这都是没拿到冠军的，这都是啊。所以我们目的啊，不要说为了拿票你硬上价值，强行煽情，咱们是为了让观众哭哭乐，他不是让观众哭哭哭，是吧？而且最重要的是选手他不能哭啊，尤其像大老王啊、陈数啊什么的。还有啊，不许在表演过程当中啊找观众要票啊，更不能不让观众投票。咱把票全给我灭了。虽然我这是新手啊，但是刚才说的这些好像在哪儿都好像有点耳熟啊，确实是。那最后呢，我也代表这个本节目以后来的嘉宾呢，要求我们某些选手啊，这个尽量的少冒犯嘉宾。你如果实在要冒犯的话，你就冒犯连着来了3回的啊，比如说这种的，他因为他喜欢嘛，不然怎么会连来着3回呢？是不是？我是有点欠啊。开个玩笑，那我重新说啊，如果选手一定要冒犯嘉宾的话，那就尽量冒犯啊这个飞行嘉宾。欺负人就来一回是吧？对。哎呀，但是咱要冒犯飞行嘉宾啊，冒犯未来的飞行嘉宾啊，今天的这个最好别，这位太有来头了啊！虽然呢是我们这个舞台这个节目的新朋友，但他是脱口秀的老朋友哦。之前约了他很久，他都不来，因为他说他有约。有请喜单的新朋友鲁豫。大家好，我是鲁豫，喜单有约，我就来了。我知道你们心里的疑问，对，我姓陈，你们放心，我真的没有走错地方，因为我叫鲁豫，它是山东、河南2个省的简称，所以双方节目认为我是最适合作为2个节目的和平使者。今天史称鲁豫出赛，这意思就是两边的节目您都看初赛，对啊，都来，对，就这么解说的。但是说着确实好听啊，这听应该是2个平台都没买会员是吧？也可以这么解读。那行了，那在这儿咱们也应该给这个所有的选手一点祝福了。我祝各位选手比马思纯演的还好。那我就祝大家比郭麒麟更能说会道。那我就祝大家比黄渤更好笑。哎呀，吓我一跳！我以为说比我长得还好看呢。行，那么咱来了就是为了笑的，是不是？希望大家都好好的表现。那多接商务都是赔付的啊。那我们宣布，喜单第3季正式开始。谢谢各位，欢迎，请气氛组部长落座。那在这个精彩的开场表演之后，再次正式欢迎大家来到《喜剧之王单口季》第3季，欢迎大家。我们有60组的演员，这应该是参赛人数最多的一个赛季了。节目组呢，为了凑齐这些优秀的选手，完全没有时间找新的主持人，所以还是我也申请到了一个独立办公的区域，非常开心，我也非常荣幸陪大家继续度过这个脱口秀的夏天。马上就要开始这个激烈的比赛了，我先问问大林吧，第3年感受有什么变化吗？是这个之前录了2季，都和很多老朋友们一直相伴。走到了第3个年头，然后这一季一开始，其实心里也有点打鼓，因为上一季结尾的时候，这个大宅那几句话其实挺让我醍醐灌顶的啊，就感觉来了之后不能老说漂亮话啊，好像得说点掏心窝子的是吧？不能总是高情商发言。后来跟我说，第1赛段有黄渤老师还有鲁豫老师，我觉得那就不用我负责高情商发言了。
啊。哎，你为什么不提我呀？我情商低是吗？大伙儿都明白了吧？哎，你真有意思。没有，我就这回放松心态啊，就是真正作为一个观众啊，跟马姐我们好好看看，然后跟前辈们好好学怎么说话的艺术。好像已经开始高情商了，是不是？真的，你一开场，两个人的人物性格全出来了。这个今年看脱口秀最多的应该就是鲁豫老师了。全世界没有人像您一样两个月看100多段脱口秀。我今年脱口秀 KPI 绝对超额完成。虽然我不是业内人，但是这种情感连接特别深，我就觉得这个行业所有的冷暖疼痛就荣辱与共的感觉，所以我特别希望大家都好，手心手背都是肉。哦，那谁是手心，谁是手背？高情商发言这块啊。所以我就希望每一个演员都能够在台上心无旁骛地表达自己，做我们的嘴替。我们负责能够拥抱你们，接住你们，所以享受这个舞台，祝大家好运。那除了4位，大家也看到我们还有4位在高高的山端，脱口秀演员地位最高的一天啊！当然还有新朋友的加入，上淘宝闪购搜夏日拼团，点外卖拼团更优惠。本节目由淘宝闪购独家冠名播出，感谢。比赛开始之前，我为各位再介绍一下我们整个第1赛段的比赛规则。我们这一赛段叫做盲盒抢金赛，我们有60组演员，依次会按照顺位进行表演。表演结束之后，整个的后场演员会向他发起挑战。在挑战者亮相之前，台上的演员是完全不知道谁是最后的挑战者的。和所有的观众朋友一起，我们像开盲盒一样迎接挑战的演员。每次挑战最多开放2个挑战席位。他们所有人如果愿意挑战的人多，那头排名高的人优先获得挑战的权利。所以最后的挑战会是1v1或者1v1v1，赢的晋级，输的待定。如果台上的人没有人挑战，则直接晋级。全场我们一共是220票，216位观众加上我们4位气氛组组长，1人1票。表演过程中随时都可以为台上的演员投票。为什么是盲盒抢金赛呢？如果台上这位演员得票超过或者等于200票的时候，即刻开启金牌挑战，同时也是2个席位。但是赢的人除了直接晋级之外，还会获得1块复活金牌，在后面的赛段会发挥它的作用。那咱们就开始今年的表演，好不好？这句话说了快10年了，开场演员不容易，所以愿意选择承担开场的，我们多给他鼓励，好不好？他是谁呢？他是去年的冠军，我们欢迎翟佳宁。人生中第一次来到这么大舞台，老翟家祖坟冒青烟了，真的，真想一直比下去，比到集体猝死啊！2025喜剧之王年度总冠军。大家好，我是脱口秀演员翟佳宁，非常开心来到《喜剧之王单口季》第3季，挺难得的。这从节目诞生开始我就在嘛，还是有点成就感的。翟佳宁今年能回归来比赛，他已经不再需要通过比赛的名次来证明自己，因为我名次不可能有原来好了。哦，他是来比赛的，是吧？我以为他是来开场的，我就觉得他真是真爱创作呀，没尽兴。我认为很多熟悉我的观众，他就是应该知道我的风格的。然后所以说，我想现在以这个状态，能多讲一些我心里真正想表达的话题吧。大翟，我更希望他能够100%的释放自己。在今年喜诞3这么多的选手里面，愿意去主动为所有的演员开一个好的场，真的非常有担当。就是我觉得他属于舞台，我感觉他有一种那种战士的感觉，特别特别的酷。开场确实原来有压力，但总得有个开场啊，开呗，无所谓啊。哎，谢谢，哎呦，谢，好，哎呦，好嘞，好，谢谢大家，我是安宁，谢谢。
特别开心啊，又回到咱们这个熟悉的舞台了。真的，本来以为能当魔王呢，真的。然后节目组就跟我说：“咋呀，你回来比吧，很多老选手都不来了，你得回来呀。”我说：“为啥？”他说：“因为你有担当。”我说：“行，我担当。”然后那你能不能再给开个场啊？我说：“为啥？因为你有担当。”我现在夺完冠之后就是怎么说，冷不丁单单就2当，现在单单就2当。还有，哎，好笑搁后头呢，好笑搁后头。真的，还有那选手问我呢，翟哥，你去年都夺冠了也没爆火，还回来比啥呀？我说你别管火不火，我就问你担当不担当。哎，朋友们，说实话，夺完冠之后还是获得很多的，真的。借爱奇艺的福，我从去年夺冠到现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都会参加一些精致的名利活动，到现在走了3回红毯。你放心，不用呕，肯定没好话，妹子。咱们这种喜剧演员在那种活动里是最没存在感的，真的。所以说你在那种活动里就纯是长见识，一进飞机场就长见识，没见过那么多长枪短炮怼着拍。我一点不骗你，我搁苏宁电器里都没见过那么多单反相机。啊，不好意思，我搁天猫电器里都没见过那么多单反相机。哎呦，你们见过现在粉丝拍摄的设备卷到什么程度了吗？我看一个妹妹手里拿这么大的云台，然后中间架着单反，单反前面是短焦，完了左边有扩展架夹她的 GoPro， 右边扩展架夹的手机，手机前面又一个长焦。我说这要拍啥呀？要给你哥拍核磁共振呢呀？妹妹手里拿那摄像头比那红绿灯摄像头都多，我感觉我跟身边经过快点得扣我6分啊，那都。他们拿这么多的设备就拍那些哥哥，我不理解啊，那些哥哥一点也不配合。那你们见过明星在机场的穿搭没有？严严实实，一个墨镜遮住半边脸，一个鸭舌帽扣到鼻梁，口罩又罩上了，完了一个帽衫又扣上。我说啥意思啊？耳朵也不让看呐。朋友们，抢银行还得露俩眼睛呢。我说这多余了，直接拿牛皮纸扣上不就完了吗？不太理解啊。旁边有的路过还不知道，还问我呢，兄弟，你瞅这什么人，感觉这么厉害？我说不知道啊，瞅穿搭像阿拉伯人呢，瞅着像。长见识。而且你会被明星分配到同一个就是商务舱头等舱里。哎，朋友们，说实话，我喜欢商务舱。但不太喜欢跟明星一起坐商务舱，为什么？因为一眼就能看出来你是那人群里最喜欢商务舱那个。我当时是最素的，真的，我前后左右都是顶流，我那个状态特别像满汉全席桌子中间放着盘拍黄瓜，整个商务舱里所有人都戴口罩，就我不戴。那个画面特别像我2月没洗澡给人哥哥熏着了，你知道吗？而且很多这些明星有狂热的粉丝跟他这趟飞机，我当时坐过道，很多粉丝都不认识我，但每一个从我身边经过的粉丝，没有一个感觉我德不配位能坐在那儿，每一个路过我的人都给我肯定的眼神。这保镖请到位了，这。我说是，我有担当，我有担当。那最倒霉就有那么兴崩2个认识你的，跟前面的人说，哎，这不是保镖，这我搁线下活动见过，这叫翟佳宁。那人就回他啊，翟佳宁是哪个站姐啊？我怎么没见过呢？他怎么买这么好的票呢？哎，朋友们，说实话，我调侃了人粉丝老师是吧？但我说实话，我当时参加完这3个活动，对粉丝就是羡慕。现场有追星的朋友吗？有。这些啊。说实话，朋友们，剩下不追星的我都可怜你们。咱们这种不追星的跟那些追星的朋友不一样，他们获得的快乐应该是咱们的1万倍。真的，我反思了一下，咱们作为脱口秀演员，就生产快乐能力这件事上，跟真正的顶流明星比，我就是废物。我想让大家快乐，写段子得什么找主题、找共鸣、写段子、写梗、翻3番。我看现场哥哥就提了一下裤子。对，现场就，
哎，行了，不要骗彼此了。啊，晚了。我当时都没明白，我说啊，咋的了？咱们又要办奥运会了吗？我一点不骗你们朋友们，就他哥哥提裤子的时候，哪怕我在旁边就脱裤子，没人能发现都。当天晚上结束活动之后，我就给付航发微信，真的，我说兄弟，这才是真正的 passion。我原来以为付航的就是 passion， 付航现在在我心里顶多就是 a little bit exciting 呢，就是完全比不了。朋友们，你相信我，追星获得的快乐是普通人1万倍，但你也不用太羡慕他，他们要承受的也是咱们的1万倍。你看，咱们都看没看过那个视频？王嘉尔演唱会上给一个女观众请在舞台中央，完了他把头埋怀里，你看光提就开心，你看着没？能看出来那个女观众发自内心、歇斯底里的快乐，对吧？那就是相当于多巴胺开关都摁坏了，那就是。所有人都羡慕她，只有我特别担心她。朋友们，你想啊，那个姑娘也就20、30岁呀，她未来还有50、60年的人生要走啊，但她快乐到头了。那以后咋办呢？再快乐的事儿也刺激不了他了。你想以后他中了1000万，孩子考上清华北大也得拍大腿，还是那天更带劲儿。你想想，人生4大喜事：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东方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哪个能比得上怀抱王嘉尔啊？所以朋友们，最后我真感觉咱脱口秀演员跟人明星干的事儿都不太一样。所以有些配套的待遇，咱没有必要也配套。我当时很震惊，不明白那个经纪公司还给我请了个摄影师，拍了我1晚上。结束之后，我就找一摄影老师说：“老师，你把那个文件发给我呗，我那个想写段子，找点素材。”给我发过来，那文件35个 G， 网盘不开会员得下1个月，下1个月。我就开个会员，把那文件下来打开，那文件名叫翟佳宁晚会，我一打开一看，全是谭健次，我去。我就在上千张个谭健次里找翟佳宁，一找就能找着，人家看着就是烦，我就给翟佳宁全删了。35个 G 给我全删了，那文件还剩35个 G 呀。祝各位生日愉快，谢谢大家，谢谢。谢谢翟佳宁，喜欢他新浪微博的朋友一定记得为他投票。谢谢。3、2、1，投票。大家也回头看，你触发了我们今天第1个金牌挑战。谢谢大家，谢谢。超200票了，好像是啊200票一票。哎呀，开场如何感受？挺开心的，说实话，还回到这个舞台嘛，继续竞技嘛，体验这种就是刺激嘛，是吧？真的，希望大家后边更开心一点，给后备选手更多鼓励啊！谢谢。好，谢谢。太有担当了哈，应该的啊。大林这时隔1年又看到大宅，确实啊，这个我其实特别好奇啊，这大宅你去年名次已经很好了哈，是觉得还有什么在突破的空间吗？就今年再回来是不满意？没，成绩上肯定不可能比去年更好了嘛。是吧？但我说句真心话，就是朋友们，你看去年我虽然吐槽了很多那个节目组是吧，但其实那些真都是玩笑。虽然我对那个节目组很多环节确实有点意见是吧，但是我拍良心讲，我认为喜剧之王单口记这个节目，还有哪怕是对面那个脱口秀节目，还有那个 Sketch 节目，是我认为中国最好的综艺节目。它应该是为数不多3个综艺节目能真给就是普通人机会，完了完成自己喜剧梦想的节目。我发自内心感谢所有能让普通人参加的那个线上综艺，真的。我第一次参加节目是2年前，然后纯素人，然后到现在的话能被很多人认识，就是因为西单。我想一下，我还有没有能力能在这个舞台上逗笑大家，然后有更多的突破。我想了一下，如果再拼一把，应该还可以，然后我就回来了，就这么简单啊。单刀。那你今年打算卫冕吗？没，完全没有这种想法。你这活得太累了，这样。
咱就是展示，就是展示，哪有高低呀、这玩意儿是吧？那挺好，挺好，就保持这种心态吧。对，我昨天还在看大宅那个说奶茶的那段，然后我就想说，大家一直都在说你是东北猛男什么的，就我发现其实你是一个挺温柔，然后挺容易害羞、挺懵懵的一个状态。那个反差我特别喜欢，然后我觉得大家好像都忽略了你那个细腻的那一面。哎呀，我们猛男不经夸。你这么夸我会有这个就是对羞耻感，对。一直有这样。但是我觉得你今天特别放松。这不3年了吗？都熟悉了很多环境。但说实话，每次来这舞台就莫名的紧张。你很棒了，别紧张。好。你第一个开场真的是勇气可嘉呀，还行。是担当。没，不至于。你自己说的吗？应该的，谢谢。他怕别人夸他，我看出来了啊，真怕别人夸我。你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有一种残忍的快感。太残忍了，我想听鲁豫姐说2句公平公正的话。大宅，因为我听你所有3火关于脱口秀演员的最近的采访 ，OG 系列，然后所有演员的系列，我受益良多。哎呦，谢谢。我其实特别期待大宅这一季的第1次的出场，因为特别重要，就是我想看到你的创作能力能不能接得住你生活有改变以后新的创作视角。刚才我是最后一个拍灯的，就我想全部的注意力在这儿。我觉得你特别完美丝滑，举重若轻的完成了这个成为大王之后我生活必然有的转变带来的视角的转变，所以我觉得非常棒。哎呦，谢谢老师，没想到你听那个系列，说实话播放量不咋地。谢谢，这垂直脱口秀观众真的，我太谢谢老师了，真的，我认证，鲁豫老师是中国最欣赏脱口秀的女主持人啊。再细点呢。大宅我看过他上一季的那个，就感觉以前去东北的时候老能碰到这样的哥们儿，就是也没啥话，但挺有意思的。咋说呢？这酒我就先干了呗，咔就下去，还是那种的哈。但我是想问，你就去参加这些盛典活动什么东西的？那主持人没说，大宅现场这气氛哪一次你给搞起来的？哪次气氛是你们带起来的？啊，那是靠那个不那种活动里，咱们就不负责这工作了。特别好，谢谢波哥，谢谢4位。那大宅这个开场开得这么猛，同时也带来了金牌额外的奖励，会不会有演员选择挑战翟佳宁呢？会有谁呢？请看大屏幕。上九溪，房主任。哎，房主任，厉害了！因为我毕竟是去年的老人，不管是从观众的认知度上，还是从观众对我的熟悉度上，都要比新人是有基础的。你要选就选一个强的嘛。因为近期一直跑开放麦，然后一直能撞见大宅。我其实觉得熟悉的人会给我一种安全感。上房揭瓦组合，这好，上房揭瓦组合。我们的规则，如果有2个人挑战的话，会按照内投排名从低到高上场。我们先上场的这一位，其实是喜丹的老朋友，去年没来，也是今年德云社的独苗。方主任，对，方主任，对，在剧场里边修炼了1年，他其实已经是一个挺稳定的单口喜剧演员了。掌声送给勇敢的上九溪。这个节目特别的好，好在哪里？你们发现了吗？每年都往里边塞几个说相声的。就因为这件事儿，阎鹤祥没少请我们上过节目的师兄弟吃饭。他说我们的表现巩固了他在脱口秀界的地位。当年比赛里边，阎鹤祥还提过相声的大旗摇摇欲坠，我的2个师弟岌岌可危，我就是其中一级。我来得很急，回去的更急，我一共就来了那1级。时间真快呀，3年了，这是第2集。
感谢节目组。如果明年来的话，人以为我参加的是奥运会呢。谢谢九溪。这一轮的挑战还在继续，我们接下来的这位演员，大家对他很熟悉了。去年度过了很可能是非常不平静，但应该很幸福的一年啊！我们掌声欢迎房主任。再见了，再见！加油，加油，加油，加油！我再回来这个舞台，就是抱着一种感恩的心态。我感谢我遇见的所有人，就是一个一个的你们的善意，让我觉得我配，我真的配。就从去年到今年吧，所有的经历的这一切，到今年到前几天，我才真正的放下和走出来。今年再来就是非常轻松的心情，就来告诉观众，我这一年过得怎么样？我这一年过得非常好，我这一年的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希望大家能从我身上看到希望。普通人，你也可以凭自己的热爱，凭自己的坚持，摆脱你的过去和走出困境，给大家一个正向的、完全不一样的房主任回来了。大家好，我是房主任。去年第一轮我讲完，现场哭成一片，就那场面哈，我只在我们村葬礼上见过。我说我只是讲我怎么一路走来的，不是讲我怎么一路走好的。观众边哭边说：“没想到你以前过得那么不好。”后来我就只讲我走红毯、拍杂志，现场哭的声更大了。没想到你现在过得这么好，大家还说我是出走的决心。节目录制完第2天啊，给我安排的全国巡演第1站就赶回临沂老家了。我说不是出走的决心吗？怎么干成回家的诱惑了呢？我回去后哈，大家都说房主任去上海骂街挣了1个亿。整得我自己都信了，现在村里等着我回去给他们修高铁呢。说剧里他们挣1个亿，就差1张直达上海的高铁票了。他们还听说我去爱奇艺扫楼，说海里是大城市啊，干保洁都这么挣钱。我也是火了以后才知道，我们家原来还有那么多亲戚呢。今年过年回村，我上桌了。主位。连鱼头都冲着我了。大家都热情的过来跟我唠嗑，侄子要结婚，表叔家要盖猪圈，我跟他们唠了半天嗑，我现在倒欠他们100多万了。我也不知道我能火呀，我也是回村之后我才知道，我现在是我们村里的顶流，房家村杨幂。谁见到我第一件事就是拍照蹭流量。起的标题是说看看这是谁，非常的有效果啊，2个赞1个路人评论。那评论说这谁呀？你说你一个小卖部卖化肥卖农药的，我能给你引来什么流啊？脱口秀的观众大部分都是城里的年轻人，他们压力多大呀？我再把农药推给他们。帮他们彻底躺平。只有我发小不蹭我流量，只找我办事儿。我有个发小被村霸又漏洞合同骗了，欠了一屁股债来找我，说我看到你跟黄晓明拍视频了，你能让黄晓明帮我打官司把钱要回来吗？我说黄晓明他只是演过律师，打什么官司呀？他还演过大汉天子呢，直接灭他9族。
我发小说你帮帮我，我肯定会报答你的。你的大女儿今年30了，不是没人要吗？让我的儿子给你当上门女婿吧。我说我怎么就想不出来你这种包袱呢？不是比我搞笑哈。我有个闺蜜，现在她无家可归。咱不是有句老话吗？老够死，害怕老够死。我说我帮你租个房子过渡一下吧，我就给她找了个租金6000的房子，年租啊。她老公嫌房子太差了，就自己找了个1万的。我说行，我出6000，你出4000。她老公说行，就租6000的。我现在是不养自己的老公了，我开始养别人的老公了。我就给我别的闺蜜说，我说我要写成段子，我要骂他。我的闺蜜说你可别呀，咱都50年的感情了。我说我不写段子，我拿什么给他交房租？我看现场有很多女孩子啊，给你们一条人生的忠告，就是千万不要跟你们闺蜜吹那种牛，等我有钱了。我闺蜜等着了。前段时间我闺蜜给我打电话说，啊，你以前不是说过说等你有钱了啊，包个山头给我们一起养老吗？山头帮你联系好了，对方是你的熟人。我过去一看，确实是我的熟人，上学时候的暗恋对象。别熬了，他都50了。刚开始聊的还挺开心的，就是聊着聊着哈，他对我越贴越近，还要动手。我说你等等啊，我只是想包山，我不包别的啊。就那天吧，他越喝越上头，我是越听越下头啊。就是现场的鸡妹们，千万不要能有年龄焦虑啊！看看我，20岁的时候没追上的男人，我今年50了，我喜欢的依然还是20岁的。那天分开以后啊，他回去以后还不断的给我发信息，一边问我你还包不包山了，一边问我借钱。我说你放心，对于你我包山的。去年我火了以后，我以为会给我的过去彻底翻篇了，没想到是我的过去它翻番了。今天我为什么要选择挑战大宅呢？肯定不是因为金牌啊。是因为我的身体和我们这个行业一样，我不确定我还能不能挺到下一个夏天啊。其实我现在我只能自己给自己说，我说房少丽，你往前走，别回头，只要你坐上高铁，你老家的老铁们他们就追不上你。喜欢房主任今天表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3、2、1，请锁票。谢谢房主任。1年不见，姐，为什么挑战大宅？这个原因听着有点吓人呐。因为我体力也不足以支撑我讲完了，然后我现在还排了好几个手术在等着我。最严重的是我的膝关节置换，因为我没法现在站在台上演很长时间了。也没有那么严重啊，膝盖离心脏很远的啊。确实，我看刚刚过程中，博哥是第一个拍的啊，而且拍在那个鱼头冲着他那个点上，是咱们山东人对这个礼仪特别的，就是。我拍到那个坐主座，跟鱼头冲着他，因为外地人可能不知道，在山东这意味着什么。我前面看你演出了，你在我心中就是一个偶像，你知道吗？没有，你也是我偶像，后为偶像。呵，说明咱俩审美都不错。我觉得像房主任这么勇敢，通过自己的努力，真的就证实了，就有点像电影里边励志电影一样。而且我刚才听到，有了成绩，有了一定效果以后，就马上一些其他的事儿蜂拥而至。我也想起来，我刚开始出来没多少年，也是身边朋友就过来找我，也是一样。
所以说你刚才说那个东西我特别理解，也特别好。我另外有一个请求，然后里院喜剧节我觉得太需要您了，到时候来玩玩好不好？好，谢谢。欢迎。鲁豫姐是从去年节目上就一直在关注，是不是？非常关注，所以刚才我就是很开心、很激动。虽然你刚刚讲的是你拿到好成绩以后回到家里面各种各样，其实是生活中很烦的事儿，但你知道我还是为你高兴，因为刚刚你讲的所有的烦的事儿，在我看来是我们获得对生活的有了主动权、有了选择权以后带来的。所以我内心觉得烦，但是真的为你开心。你知道我从你身上看到了一个词，就是这个人特别轻盈。虽然此刻你站那是很辛苦的，但是我感受到那种轻盈。我想真的感谢脱口秀带来这么好的变化。我非常高兴你上了桌，然后鱼头冲你，虽然未必我们喜欢吃那个鱼头，但是那是个象征，所以我特别开心。房少丽女士为你开心。非常感谢您，鲁豫老师。看您特别开心，而且我跟鲁豫姐看，鲁豫姐觉得您轻盈了，我反而觉得您更踏实了，更笃定了。因为去年啊，看过咱们节目都知道，越往后啊，这可能确实这房主任一开始没想到自己能走那么远，后边的好多这个作品确实是疏于打磨。但今年一来一看，您就是这种啊，主人翁意识吧，反正就是往台上一站，这台是我的，我给你们好好讲这事儿。包括讲的也是这一年您的生活经历，我觉得更有一种洒脱，笑看风云。对，其实去年大家都说我是去年重生了，去年重生的只是从那个环境里走出来了，我的执念还在那个环境里。其实今年就是刚到节目播出前，就是上个月吧，我回了趟老家，我决定把我的户口彻底的从那个村子里骑走的时候，就那天晚上我突然想开了，我感觉就是有一个东西从根上我完完全全的走出来，我从那天才真正的快乐起来。我觉得你身上有一股侠气，就是让我觉得你特别的勇，然后又会特别的有温柔的一面，就是你身上好丰富。但是我其实一开始在去年看你的时候，我会觉得就是你的人生经历在支撑着你说你的故事。但我今天看到你的时候，我会觉得哇，你真的不光是你的故事，你是一个真正的很厉害的脱口秀演员。你可以把这些故事融合的特别好，然后那么丰富、那么精准的传达给我们，就是很为你高兴的一个感觉。谢谢你，谢谢房主任，谢谢。精彩的对决总要有结果，咱们把翟佳宁和尚九熙请回舞台中央。我们先看一下3位获得气氛组的票数都是4票满票，那么今天的第一组对决会是怎样的结果？我们第一块金牌会被谁拿走？结果请看大屏幕。恭喜翟佳宁207票。同时，我们掌声也给九熙和房主任119票、196票。按照规则，2位要暂时前往待定区。走。好，走这边。很感谢这个行业，我也希望这个行业能够越来越好。我也希望大家都会相聚在喜剧的夏天里。房主任。房少丽，别回头。房主任，别回头，往前走，只要跑得快。房主任，真的别再追我了。那你的外卖我给你放在这儿。外卖？是我这不顺道帮你拿的嘛，而且我也点过这家，以前没这么便宜啊。以前是以前，淘宝闪购现在天天有优惠，一样的东西花钱更少。优惠爆表，省到就是赚到，学会了吗？哎呀，你也太会省了，以后我也要学着用这个优惠。不省能行吗？我到青春里100多万呢。我们也再次恭喜大翟207票，成功拿到我们第一块金牌，请领取你的金牌，并且前往晋级区入座。大翟既然触发了我们的金牌挑战，这个事儿跟所有在后场的朋友也说一下。还有一个好消息，分数高的演员朋友会出现在北京、上海、重庆的街头大屏。
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也可以去跟自己合个影。我们比赛还是要继续，而接下来上场的会是今年的第一位新演员，第一位新人，他来自来风俱乐部。好，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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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赢！我们掌声有请浩。大家好，我是浩。哎，谢谢啊，很开心可以来到喜单3啊。我的职业是一个律师，气质上不太像学法的，像是犯法的，但是真的非常喜欢法律。为了坚定学好法律的志向，在后背纹了个天平。我现在都不敢翘2郎腿，我怕随着脊柱侧弯呢，正义的天平会慢慢倾斜，你知道吗？其实东北人吃法律这碗饭不容易，因为我觉得世界上真的很难能有一种口音能像东北口音这样，什么威胁到司法的严肃性。其实大家不难看着我的家庭氛围挺轻松的，我爸是个警察。我妈是个法官，我小时候在家咋说呢？群众。我小时候闯祸，他俩直接走程序，我爸抓我妈判。但是小时候他俩揍我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太对劲儿，直到上了大学之后，学了诉讼法之后，发现他俩打的真不对，程序不对。你知道，就按来说，他俩作为夫妻啊，在同一个案件中，我是可以申请一方回避的。小时候放假的时候，经常去我妈工作那个法院去写假期作业。写完作业之后，唯一的一个放松方式就是到楼下去旁听一些庭审。请问你们看过东北那边的庭审吗？你们真应该看一下，那不小品吗？看你那哪有意思？你知道吗？那种县城的基层法院，有的时候就是两边当事人都不请律师。你知道这会导致一个问题，就是当事人听不懂法官的问题。你知道有一次那个法官坐在台上问被告有什么意义，被告说有教育意义。你说法官都懵了，法官说啥玩意儿教育意义啊？我是问你对原告提出的证据认不认可？被告说啊，那不认可。法官问哪里不认可？被告说心里不认可啊。家里人也希望我走法律这条道路。我高考的时候考到那个西南政法大学。嘿，谢谢。哎，读了4年的法学本科，然后后来又考研，然后考到了四川大学啊。感谢。然后其实刚才讲这些，就是想说，其实作为一个法学生，有几件事必须要做。我也一样，我花了1年的时间认真准备，然后高分通过了法考，又花了1年的时间认真实习，然后拿到律师执业资格。现在在我们律所里面也算一个还比较有口碑的脱口秀演员。其实我律师当时这样，我自己都挺失望的，因为很小时候对律师这个行业就特别向往，特别小的时候就已经拜读了这个行业最经典的那部巨作《何以笙箫默》。我解释一下，是那个钟汉良版本的，黄晓明那个。你知道吗？这部剧太让一个想当律师的孩子自卑了。何以琛太帅了，每看一次就感觉跟他之间的差距又多了1分，但是忍不住老想看。直到今年又看了一遍，说我是啊，那朋友，我终于承认我跟何以琛之间有本质上的差别。他是本科生，我是研究生啊。然后我当律师，我发现他的法律意识倒是变得越来越强了。经常咨询我各种各样的法律问题，朋友们我都不爱回答，那都是什么法律问题？那都是伪法律问题。小偷偷小偷算偷吗？
绑匪算绑了吗？我有时候感觉他问了一副对联出来啊。但是我对我这帮兄弟们的感情太复杂了，虽然他们没有对我提供实质性的帮助，但是我觉得天底下可能只有我这帮兄弟真拿我这个律师当回事儿，特别以我为荣。得谁是我兄弟是个律师，有兄弟是个律师，但是有时候他们太拿我当回事儿，因为律师他就是了解法律、使用法律，但是在我兄弟眼里，我就是法律。你知道我刚拿证那天，我最好的兄弟说去唱歌庆祝一下。我们都到 KTV 门口了，然后他说我去买点酒。他刚走出来一步，然后突然回头说：“哎，律师啊，我问你个事儿啊，就是从法律角度上来讲，咱去 KTV 能不能自带酒水？”他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很震惊，他都自带好几年了。我说从法律角度来说可以带，毕竟消费者有选择商品和服务的自由嘛。我觉得我回答的老帅了，结果我兄弟听完说：“这可是你说的。”过了一会儿之后，我兄弟非常坦荡的搬了一箱酒走进了那个 KTV。KTV 领班也懵了，还以为我兄弟是来送货的。所以那个领班问得很谨慎，他说：“哥，这里面是酒吗？”我兄弟也没想到自己会被问，他就看向我。他看我的时候，我就一直在那摇头，意思是你别看我。结果我兄弟看完之后，回头就跟那领班说：“哈，这里面不是酒。”哎呦我那么大4个字，勇闯天涯。那里面不是酒是什么呀？根号81呀，开才是酒。领班说：“对不起，那个咱这儿不可以自带酒水。”我兄弟看着我，他说可以。他是个律师。这不，他说完这句话之后，我就从那个领班的眼神里读出了跟我心中一模一样的那个疑问，就是他是个律师，跟自带酒水有啥关系呢？我应该用啥关联词呢？哈，因为我是个律师，所以我自带酒水。嘿，虽然我是个律师，但是我自带酒水。与其说我是个律师，不如说可以自带酒水。我最后不得不让我跟我兄弟说：“我说你们先进去，别管了，这事儿交给我。”过了一会儿之后，我把那箱酒搬进了包间。我兄弟又激动又震惊，问我：“你是咋搞定的呀？”我说：“晓之以理，但是你记得下回还是偷摸带。”其实那天我给领班塞了200块钱，但是我最难受是那个领班收了钱之后，嬉皮笑脸的问我说：“你平时都这么干事儿？”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我是浩。谢谢浩的表演。喜欢他今天表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有人挑吗？请锁票。哎。又是一场金牌战。要金牌了！你是金牌律师。谢谢，感谢，特别好，开心。演完好一点了哈，上来有点紧张，还是确实有点紧，确实比开庭刺激，你知道吗？那你为什么叫浩呢？加豪！我名字最后一个字叫豪，拿最后一个取了一个谐音，就是又能咋的，就是又能咋样呢？就是这种感觉。帅，又潇洒。
小鹿的这直系学弟啊，对我也是西南政法毕业的。哎，师姐好，师姐。对，所以我们确实都是很有先见哈，在这个法律行业被 AI 替代之前，迅速的开辟了新的赛道，恭喜你，恭喜你，特别好。谢谢，很开心能在这个地方跟师姐相认，真的很激动。你就是有学历的林简七。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个点在于什么？就您的这个身份和您的这个产地，因为本身东北人就特别有意思，就东北人干啥都有意思啊，就特别的会开玩笑，然后再加上您这职业可能会有一些严肃的属性，哎，所以您一提这个，然后这个反差自然而然就做出来了，就特别好，就是特别引人入胜。哎呀，谢谢，真的特别好，特别好。哎，我怎么觉得他像，就是他方式更像于博呀？哎。因为于博也是东北这一块。你那个出庭的时候也是这么说话吗？那个不能带梗。但是你不带梗也很不像一个律师。所以就尽量少说话。那输了咋办呀？尤其是在南方，我这个一开口其实有点那个不太好赢。那比如这庭上万一是。那个我反对那种是吗？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环节。开庭的时候有那种开庭东北口音，演出的时候有单口东北口音。你不要试图跟一个律师讨论物品所有权的问题。大家在哇什么？这不就是普通话吗？这不是？这样更帅了。是。你真的很自信，就是你说话那个抻的节奏，你会抻很长，你也不怕。可以抻吗？很感谢今天的观众，他们愿意让我去抻，然后他们给了我信心，我可以等。我觉得今天节奏等是 OK 的。还是你心里也有底气了？这是不是也是有的时候就像做律师，然后辩护的时候想不起词儿来了，抻一下，然后再想想后边的词儿。辩护的时候是有稿子的，你可以照词儿说。但你今天说那个语境，你说在东北打官司，大家在这儿说东北话什么的，我一下想起来了，确实有同感。山东的时候，然后参加朋友的这个婚礼啊什么的，十分庄重的事儿，然后还证婚什么的，你敢保证以后你会一直关心他、爱护他，无论是生病的时候还是就突然。这是什么认真的事儿吗？阴阳怪气的。对。我觉得他的写作能力太强了，因为在我看来，全篇就讲一件事儿，围绕他讲是非常难的。你从头至尾就讲一件事儿，就是法律律师带给我们的打引号的刻板印象和东北这个地域色彩带给我们印象中间的反差。所有的喜剧围绕他这一件事儿来，而且你是有人物有场景，是跨越了20多年的。如果按照你这个文本去拍一部剧的话，拍电影的话，它这画面是有的，而且你带给我们的笑料，有一些笑点是我们的，你出梗以后我们笑，还有至少3、4个是我们你说了以后那梗没出的我们就已经笑了，因为你给我们营造了画面。关于法律的，关于法庭的，关于东北话的，很多的是我们自己脑补的，这个是很高级的笑点。我觉得你的喜剧审美非常好。哎，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刚才那个根号那个，我确实是他们拍了以后我才拍的，因为我算的比较慢。还是您严谨，怕他算错啊？我以为您想的是根号81可能是正负9呢，所以这个没听懂。高情商会传染，但是很精彩，而且新朋友上来就开启了金牌挑战，说明至少有200位朋友为他投票。那我们也要看一下后面在备战的朋友有没有人会向浩发起挑战。抢金牌，抢金牌啊！快点！请看大屏幕。无人挑战，意味着浩直接晋级。我们看一下他的最终票数，211票，恭喜！大概多少票？207好像。
谢谢谢谢谢谢。我觉得这个好像比有人挑战还爽啊，有一种威慑力在啊，很开心，很厉害，很厉害，请领取你的金牌，并前往晋级区。太棒了！我觉得浩拿到这个211真的很棒，因为我们西南政法不是211。为母校争光了，哎呀！日常当律师的样子是什么样？律师就是正襟危坐。嗨，大家好。今天早上9点左右的时候，然后因为9点上班，然后9点就得去那个屋给我们老大请安，就是介绍一下，这屋就是我们老大的办公室，能看着很豪华，然后这个沙发就是经常睡觉的地方。去 KTV 能不能自带酒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3条，消费者有选择商品和服务的自由，商家也有自己的自由去不跟你成立这个合同。所以说，作为律师，我们讨论下来的结果，最重要的还是这个是律师这个角度能提出的法律建议。我想做律师界最好笑的律师。比赛继续，表演继续，而下面要出场的这位朋友，其实是咱们很多人好久不见的朋友了，是第一次来到喜丹的舞台，但是讲了很久脱口秀，同时上了更久的班儿。我也喜欢鸭蓉。我们掌声有请鸭蓉。大家好，我是鸭蓉。对，我是一个还在上班的脱口秀演员，我现在已经工作快10年了。对，然后我最近就悟到了一点啊，我就发现就是如果你在刚工作的时候觉得自己有很多不会的啊，你千万不要过度焦虑，因为当你工作10年之后，你就发现有些事情啊还是不会。我到现在都不会应酬。我们领导还很疑惑，他说：“你们脱口秀演员不是都很爱喝酒吗？怎么不会应酬？”我说：“我们脱口秀演员语言表达也很精准的，说了爱喝酒，没说爱陪酒。”然后大家如果以前听过我的段子，应该也听得出来，我这个人蛮有主见的啊，所以我吃饭也是有自己的节奏的啊。我们领导也不说看着点啊，每次就是他提一杯的时候，我都在啃羊排。我也非常不擅长敬酒，就是我找不到敬酒那个 timing。就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每次我正打算站起来的时候，就有人他已经站起来了。而且你一旦错过第一个 timing， 第二个 timing 就更难把握了，因为变量更多了。你要在领导休息好之后，以及第二个人准备好之前，大概就那么几秒钟，稍纵即逝。我每次都纵掉。所以这个时候我就特别怀念我们脱口秀经典赛制。我说，要不然想敬酒的人都站起来吧，让领导反选，对吧？然后我觉得很奇怪的一点就是说，其他人好像都能敬上酒，只有我老是慢半拍啊。所以我真的怀疑过，我说会不会这个房间里它其实是有一个 BGM 的，只是我听不到。但是我很擅长推理，我根据他们敬酒的这个流程和节奏，我反推了一下，我觉得这个 BGM 应该是这样子的：1打打2打打，站起来去敬酒，举起杯一大口，拍马屁往回走。但是我就是卡不上这个节奏啊，而且只有我卡不上这个节奏啊！就每次去应酬，特别像一个篝火晚会啊，所有人在那边举着酒杯载歌载舞，只有我一个人在篝火旁边跳竹竿舞，被夹脚。而且我不理解为什么要敬酒啊？有的人说是因为酒很珍贵，所以要通过敬酒来表示对客人的尊重。我觉得应该是骗人的。我觉得如果真的是因为酒很珍贵的话啊，那就让客人一个人喝就可以了，对吧？我们请客的就不要喝酒了。我们就负责站那边说没事没事，我不喝我不喝，不爱喝不爱喝不爱喝，没关系，你多喝点多喝点没关系，我刚在厨房喝过了。而且不是说喝了就行，得喝很多，最好是喝到吐才能表示充分的尊重。所以我觉得不是因为酒珍贵表示尊重啊，完全就是以伤害自己来表示对对方的尊重。
我想明白这一点之后，我现在看别人敬酒，我都觉得很荒谬，因为在我眼里那个画面就是我扇自己一巴掌，你扇自己一巴掌，咱们就有朋友了。而且我仔细想了一下，我觉得扇巴掌跟敬酒确实很像的。你想，都上脸，量大了都头晕。最关键的是，数学上其实已经论证过这个扇巴掌跟喝酒之间的关联性的，扇扇得酒。不过我虽然不是很会应酬，但是其实我也没有出过什么大问题，只有一次非常尴尬，就去吃饭，那家店的服务员不知道是出于刻板印象还是保护女性之类的，他就问我说：“女士，请问你喝红的吗？”我说：“我不喝。”我的意思是我不爱喝红酒，干脆喝白的。他就以为我不喝酒，直接给我上了一杯西瓜汁。我当时都懵了，我说：“这不是也是红的吗？”但这个时候你不能再要酒了，这个时候要酒显得你这个人太爱喝酒了啊，所以我只能硬着头皮在这个酒桌上开始喝西瓜汁。然后那天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寸，敬上酒了，我怀疑其他人在搞我，然后我就去拿西瓜汁敬领导，领导人还蛮好的，把酒喝了啊，我开始喝西瓜汁。你们能想象那个画面有多尴尬吗？感觉就是领导啪扇了自己巴掌，我说：“领导，看看我的美甲。”那次我真的很紧张，因为我第一次见那个领导，我想说他肯定对我印象不好，以后会卡我项目之类的。但是我实在是低估了这个职场的荒谬以及复杂程度啊！我完全没有想到，我在结束的时候，我听到那个领导对旁边的人问了一句：“他说这个人，他爸谁呀？”谢谢大家。谢谢鸭蓉。喜欢鸭蓉今天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她投票。3、2、1，请锁票。谢谢鸭蓉。因为鸭蓉是从脱口秀大会就在的老朋友了，我感觉这是其实她状态可能最没有那么好的几场之一。鲁豫姐，其实你这2年看鸭蓉比较多哈。很高兴又见到你，鸭蓉。Hello， 吕老师。我想先跳出今天的演出，说一些我的感受。就是鸭蓉是一个特别美好的女孩，就是你要知道，很多脱口秀女孩提到鸭蓉会说：“哦，她是我们心目当中女孩的样子。”然后她在很多女孩当中负责那个照顾情绪、整合意见、把那个落单的人再提起来的那个人。而且她的角度其实非常的独特，她的特点永远都是举重若轻。而且你要知道，文本型的选手，其实在有些时候在比赛场合是会有一些吃亏的。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比赛是一层的传播，等到他上线之后又是一层传播。所以鸭蓉，你还是要相信你自己的状态。我挺相信我的段子的，因为真的确很少有脱口秀演员还在要朝九晚5的工作，然后从一个工作者的角度去观察生活，从生活一个很小的切入点就是敬酒，我就讲这件事儿。我觉得这永远是你的角度，它很独特，所以你很珍贵，鸭蓉。谢谢吕老师。对，因为一说到酒场文化，因为我比较熟悉，所以提的那个期待度比较高，确实是有很多地方是有同感，因为尤其在山东一个酒文化盛行的这么一个地方啊，谁坐哪儿，主陪副陪，主宾副陪，我的天哪，那没有个15分钟都坐不下，确实是有。那真的有的时候敬酒的时候，他把词儿说完了以后，你觉得你不喝你就不是人，你知道吗？所以说后边如果说还有这个段子呢，继续往后边再次发展的话，就我可以给你提供一点儿。我觉得这个其实酒桌文化这件事情好像已经被提到过很多次了，然后你还能找到一个自己的那个就很小的一个切入点，然后让很多女孩有同感。反正我是跟你一样的，我也是就觉得我拒绝我和我不喜欢这件事情。你也可以当一个西瓜汁女孩，就是很笃定的一种感觉。但我可能觉得你今天给我的感觉，你自己整个人好像是不是很沉，然后太冷静了？可能是因为这段里面它有比较多的表演，在我专场里它是处于中后部分的段子，可能就是今天我一上来就讲这个，所以可能大家确实好像接受起来会稍微有一点困难啊。但是我觉得我的段子本身其实还是 OK 的，所以我其实真的还好，你们大家不用这么沉重。我的问题。因为后面还有其他演员要演，大家就是还是要开心一点，不用为我很担心之类的。专场还在演吗？不演了。
他有一种跟你赌气，我不演了。不是，我专场已经收了。对，我专场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专场，然后招募对日。对。然后我不演的原因主要是我今年32岁，有些情绪可能是我28岁左右写的，然后我就发现说，我演着，我就有些事情我就觉得，它可能就属于28岁的我了，所以我就觉得我后面要写新的东西，所以我就把这个专场就收掉了。一般来说呀，能选这种话题的呀，就是所有观众啊，就我们坐底下一听，哦，他要讽刺酒桌，他肯定是中间要反抗，然后他怎么着，最后给领导一大嘴巴收尾，就是会有这样期待，类似啊，不是说您啊，然后结果呢，您自己提前把这事儿都给我们都圆过去了，都化解了，有点这么一感觉，但是我也不觉得这样不好，因为我觉得。您在这舞台上表现这状态，因为我特喜欢您刚才那句话，就是今年您32岁，您回看28岁时想表达的东西其实不一样了，您就勇于表达，这就当做咱们的一个备忘录，一个日记，就我们翻过来2026年，我当时这么看待世界，我觉得这也挺幸福，就是我们在这一年发生的事儿，永远会有人帮我们记着。亚荣真的是一个很优秀的女性创作者，可能她已经有1年2年没有上过舞台，我觉得可能观众、舞台跟亚荣都需要一个重新认识的一个机会。我有想到说，录制现场的效果肯定和我平时演出以及开放麦可能不太一样，但我没有想到会到这么凉的一个程度。现在进入职场的话，他们碰到的直接上级可能就是和我年纪差不多大的人，那就他们就已经不存在这样子的困境了。我这2天确实是在想，你是不是在自己毫无意识的过程当中你已经过时了？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段子它是很值得讲的，也值得在更大的平台上去讲这件事情。有类似经验的人还是会因为这个段子感到开心吧。我觉得这就是这个段子的意义。挑战环节即将开始，我们看一看有哪些演员会向亚荣发起挑战，请看大屏幕。小海、多多，那我们请亚荣先来到我身边的休息区。左边这位朋友先向大家表演。那这位朋友其实大家去年如果看了节目，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无论是段子还是话题，还是他谈论到的故事，都会直接击中很多观众的心。我们掌声欢迎小海。大家好，我叫小海。谢谢。去年我是在节目上讲了一个不想穿胸罩的段子。我知道你们可能现在心里都有一个疑问。没穿。大家也不用盯着看啊。请大家关注我的作品。去年节目播完，有很多演员都收到了差评，我没有，我收到的都是骚扰。有一个大哥就给我发私信说，你确实不用穿，因为你太小了。我说来看看你有多大。我点开他头像一看，他胸比我都大。我觉得他才应该穿胸罩。我觉得那些内衣厂商就应该专门出一些给这种男人穿的胸罩，就叫贝克汉姆的秘密。那功能都不是为了聚拢显大，就是为了摊平显小。广告我都想好了，就你还在为胸大感到自卑吗？还有人说你胸大无脑吗？穿上贝克汉姆的秘密。让你大胸秒变飞机场，抬头挺胸做男人，做男人挺好。今年又来上海录节目了。我前2天路过安福路，我看到了很多摄影的老法师。你们知道什么是老法师吗？就老法师就是很多老头退休以后，终于找到自己真正的爱好，美女。你感觉这爱好他也不是找到了，他就是坚持住了。那天我就看到一个老法师，他直接对这个穿短裤女生腿这样拍张照片，他就跑了。我说这不是偷拍吗？
这是老法师吗？这不是老韦法师吗？我就追过去了，我说你刚才拍的是啥？他说我就拍了个半身照。我说你管那个叫半身照啊？那你身份证上是你下半身呐？对，来，我看看你的1寸免冠下半身照。他说这也不能怪我呀，对吧？但是这女生她穿长裤，啥事儿没有。我说怎么偷拍还怪短裤呢？啊，是短裤在偷拍吗？他一个裤衩拍呀。我发现每次有女生被偷拍、被骚扰，总会有人说穿长裤啥事儿没有。怎么有长裤女生就安全了？那这样的话，女生宿舍门口也不需要保安了，你挂条长裤呗。秋天挂秋裤，冬天挂棉裤，健身房挂瑜伽裤，汪峰演唱会就挂皮裤。还穿长裤啥事儿没有？这句话好像长裤的广告呀。穿长裤啥事儿没有？经常用脑就穿6条长裤。穿长裤他好我也好，我是渣渣辉是兄弟就穿1条长裤。当时他还狡辩，他说这真的不能怪我。他说你看穿短裤露出美腿就是会激起人的欲望吗？你感觉对于这些人来说，你穿的再多都能激起他的欲望，对吧？你穿个瑜伽裤，你的美臀激起了我的欲望；你穿个长袖，你的锁骨激起了我的欲望；就算你穿成个木乃伊，你的神秘激起了我的欲望。我当时看了看他相册，我说怎么腿脚腰都能激起你的欲望啊？你是不是看见肉就能激起欲望？那你要这样的话，你还能吃猪脚饭吗？哎呀，这个狱卒啊！去买鸡蛋灌饼，老板不要火腿，会激起我的欲望。就对他来说，烤鸭店那就是夜店。看见吊炉烤鸭在那转，妈呀，钢管舞！我觉得这些老法师，你们要非要拍的话，可以拍点喜欢偷拍的，对吧？你们可以互相拍，对吧？老韩腿也是腿嘛。你们要是拍不好，我可以帮你们，对吧？回头我也建个账号，就叫街拍大爷。那朋友们喜欢老头的有福啦，到时候我就专门偷拍大爷偷拍，就叫大爷上班路透。4K 无水印高清大爷。回头我再开个摄影展，我还会去现场讲解。我说大家好，我叫小海 ，A.K.A 安福路站姐。大家来看这张照片，大爷长得多好看啊！看这脸包头，这高谢顶，看这张大爷身材多曼妙，看这核桃臀，这老蛮腰。要是有人问说你这样会不会侵权了呀？他们都穿长裤了，啥事儿没有。这个摄影展的名字我也想好了，就用我的名字命名，就叫《老人与海》。谢谢大家，小海。这个挺好啊，他这个也短，节奏也好，好，我觉得特别轻快。请锁票，谢谢小海。谢谢。又在去年的基础上，又翻上去了，又小发雷霆一下。小马老师看的怎么样？我记得之前在下面聊的时候就说，去年小海是留下深刻印象的。对，我就很喜欢，就是小海的感觉是你有点直愣愣的，然后但是你又很平静，但是你又说很狠的话，就是他那个反差感会给我很大的惊喜和就是我会很想听你到底要说什么，因为你的人和你的话题是2个极端吧，偷偷摸摸骂骂咧咧那种，怂狠的。对，然后刚才直接就拍了，你说你没穿，我觉得真来劲，这女孩。谢谢。是大林，今年又是一个凶狠的题材，怂狠吧，怂狠的，那特别好。而且我实话实讲，去年您给我们留下特别深的印象，头一年真的还。我可脑子不太好使，头一年来我没事，我喜欢你说真话。是，但是今年您再这么一上来，我觉得就是您这个风格已经建立起来了。对吧？头一年我记得您是讲上班的故事还是什么的，是吧？是头一年是说那个讲婚姻的，炒股。对，您说我头一年讲婚姻，您说对婚姻没有共鸣，就没给我拍灯。
他记性比你好，这是。刚才拍了哈。啊，对，就我拍了，因为你知道我是法师。没有，我觉得特别好，就是您已经成为了一个特别成熟的演员，而且特别适应这个舞台啊，知道该怎么去表现，展现出最合适的您自己，这个特别好。谢谢，您别客气，我们该谢谢您。您在这个舞台上也在成长。太可爱了。我们都不是前2年的自己了。看看博哥现在成长到哪儿了？确实太厉害了，我觉得左兜一个刀，右手一个刀，这一刀接一刀，就是。但是其实我挺温柔的，其实。啊，能看出来。这确实厉害啊！这个一番接一番，而且又有趣又有意思，然后又有自己的态度跟表达，非常好。谢谢您。对，我是觉得有态度非常重要，但是态度能够安全的抵达出去很重要，所以他要跟自己的形象吻合。如果本身很厉害，话又很厉害的话，可能观众会有一些本能的会抗拒，但是你不是，你瞬间把我们洗脑了，你知道吗？所以这是你的特别好的一个风格，这是你的武器。这是你的武器，我觉得非常非常有用。谢谢您帮我找到自己风格。谢谢，非常好，真的。我每次看小海演出，我都有一种他在跟我小声，我俩在一块儿偷偷摸摸骂骂咧咧一个事儿的感觉。你有没有觉得他在你不知不觉中，他已经把想说特别狠的话已经说出来了，但是你瞬间你一听到了以后，你已经吸收了，你并没有觉得很过。是，我会觉得他把我当自己人，才会跟我说这些，就是打引号过分的话。给你唠这些事儿的感觉。没前摇，就他施法之前没前摇。是，要没别的唠，我先下去，后边好几个人。好嘞，欢迎小海来加入亚荣。因为我第1季来参加节目的时候，杨丽老师说了一句，他觉得我是好笑的，但是只是目前还没找到自己的风格。我当时真的很苦恼，我就是到底什么是风格？然后现在我发现找到风格了。我就觉得他身上有一股海风的气味，他就永远都是很灿烂的笑容，但是他在台上的时候，他说的段子就是那种小刀飘的扎。我觉得他就是有在认真的钻研一个话题，很认真的找到很好的角度，一些不俗套的角度去解构一个他认为不合理、他想吐槽的东西。我就觉得小海他一直在进步。第1年是畏畏缩缩的小孩，然后第2年是战战兢兢的小孩，今年我觉得是奋勇冲击的小孩。今年的小海有了一点点的野心。那下一位要在这组发起挑战的朋友，是一位在读的研究生。没问题，到我了，加油！加油！不知道为什么能在这么繁忙的学业中有空来参加我们这个比赛啊！掌声有请多多。有的时候我也感觉有点自卑啊，我就很害怕他们问我平常喜欢干什么，因为我最喜欢的就是玩手机。但你说自己喜欢玩手机，就好像说自己是个 loser 啊！我喜欢不思进取、自暴自弃，很羞耻，很难说出口。我都说我喜欢玩手机。玩手机啊，然后不自觉带过去啊。但其他人说他们的兴趣爱好就说得很自信。我喜欢潜水、爬山、野外露营，不太理解，又是野外又是下水又是上山，我总感觉这帮人没有进化完全。我们的老祖先就是一步一步花了漫长时间，从海洋到陆地，才从猿人进化成智人的。智人就应该玩智能手机啊。你让老祖先怎么想？老祖先一看，我去，怎么还在爬山？咱们有手机应该好好玩啊。咱老祖先当年没这个条件，你给他一个手机玩，他不知道玩得有多开心。每天窝在洞穴里刷 B 站，直接从猿人进化成2次元人。就我真的很难理解他们那些爱好所带来的快乐。爬山我觉得累，潜水我觉得贵啊。而且这些人出去玩就出去玩，经常发文配朋友圈说什么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我缺的是勇敢吗？我这个人最不缺的就是勇敢。我妈跟我说，你再玩手机眼睛就瞎了。我还玩，我也可以做到很勇敢啊！我也可以去潜水，让专业教练带着我1个小时700块钱，
结束之后跟他说，哎，我没钱。你所以不是勇敢的人享受世界啊，是有钱的人享受世界。没有钱我都不能买我喜欢的手机。你别说享受世界了，我只能享受花呗12期免息。我都不理解，光有勇敢没有钱是怎么享受世界的？你是不是走到银行门口说，哎，要不然我今天勇敢一把？我感觉这个社会对玩手机充满偏见啊。什么学习不好，手机玩多了；眼睛不好，手机玩多了；睡眠不好，手机玩多了，那咋了啊？这不是应该的吗？手机带给你这么多快乐，你受点伤害怎么了？你快乐都是有成本的啊！你像潜水，万一潜着潜着一回头氧气瓶丢了，那不完了吗？啊，还得再买一个。就我觉得兴趣爱好是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的，但玩手机就好像这个鄙视链的最底端啊，玩安卓手机更底端。你像喝酒也会对身体有害，但你在上海这种城市，你说你喜欢喝酒，听起来就比喜欢玩手机更体面一点。啊，我有个朋友特别喜欢标榜自己爱喝酒，我问他喝啤的还是白的，他说 low， 从来不喝，他都喝高级的葡萄酒，因为喝多了不会头痛。哎，我说你为什么不直接喝水？我问他高级在哪里，他说他的葡萄是法国产的。我不知道他拽什么，我的苹果还是美国产的。哎呀，很多人喜欢喝酒，无非就是喜欢那种被酒精麻痹自己，慢慢忘记烦恼的感觉。玩手机也可以麻痹自己。我手机玩了6年都玩烂了，现在边充电边玩手机，手机都漏电。我觉得很奇怪啊，明明大家在玩手机，你很难光明正大的把它大大方方讲出来。没有人在自己工作简历、兴趣爱好内栏说喜欢玩手机的。都说喜欢看电影、听音乐、拍 vlog， 那不就是玩手机吗？你干嘛不能大大方方讲出来呢？啊，你对手机来说很不公平的。你手机帮过我们缓解过很多尴尬，有的时候在电梯里遇到一些半生不熟的人，你真的不知道说啥，你都低头玩手机。没有人说哇好尴尬呀，我要攀岩啊。我知道大家今天的手机都被没收了啊！你们以为是怕你们录音录像吗？啊，其实是怕这个4位导师点评太尴尬的时候，防止你们偷偷玩手机，偷偷玩手机。前段时间我有个朋友约我早上8点钟去市中心攀岩，我根本不懂攀岩，我只在上学的时候翻过墙。他说攀岩不一样，攀岩有不同的线路、不同的难度。我说爬上去之后干嘛呢？他说跳下来。我说跳下来，然后呢？他说再爬上去。我说跳下来之后不应该去上网吗？我那天到了攀岩馆之后，我就看见我说我肯定爬不上去。我说咱能不能坐电梯啊？他说你相信我。他说攀岩是一种高级的快乐。是一种你经历重重困难，最后达到目的地会产生一种征服感。我说征服感，我为了来攀岩，我定了早上6点钟的闹钟，挤了1个半小时的早高峰地铁，换乘了3次，有不同的线路，不同的难度。我征服谁了啊？我征服了。我最后还是跟着他爬了2个小时墙啊！结束之后，唯一的感觉就是累得想死。我为了缓过来，在床上玩了2天手机。我今天已经讲了5、6分钟了啊！我想去玩手机了，拜拜，拜拜。谢谢多多，谢谢！喜欢多多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3、2、1，请投票。
这个就是直接赢了，应该，因为前2个都没有。也就是说，我们重新触发了金牌挑战，多多的票数至少达到了200票，恭喜！其实多多是老朋友了，对，我其实洗单衣的时候来过一次，然后那次走得比较快。国仔知道，去年其实多多没有在台前，也一直在幕后帮大家，对不对？是，兄弟一直在帮忙当编剧，然后跟我们一块儿，然后卡卡，对。其实只要不让我写论文，我写啥都可以。但是今天这么好哇！谢谢，厉害了不起，为你高兴。啊，谢谢。而且他讲的这个点特别的准，又小又准，是吧？我看各位也是频点头。博哥，你平时玩手机肯定也玩，是吧？我这个恨自己，有时候恨的。我有一次我查过我自己的一天里边的这个看短视频的以及玩手机的那个时长，我不敢相信。要勇敢一点，面对自己。10个小时啊！才10个小时，还好啊。10个小时还好啊？但是一天有24个小时啊。我心放下了。我天哪啊！我觉得特别好，就举重若轻啊，又轻松又有意思啊。然后有的梗就一看不是说是设计大招，这个把那弦拉得满满的来的，就回手一拍，跟我们小时候玩那个拍手似的那个，特别好。这判若两人，真的和第1季的你完全不一样。是吗？啊，然后我看您上来演的时候，其实我就对这一季有一个新的认识。我觉得就是很多老朋友来啊，比如说之前拿过名次，他们到这儿就特松特放松啊，无所谓，赢不赢输不输无所谓。你反而比前2年来的时候那个状态要超出不知多少倍去啊！而且您这个切入点又好，讲的都是大伙儿的心声。这2年没白玩手机，反正。你说段子，我觉得会让人挺着迷的，就是你的那个逻辑特别的妙。然后你就会觉得听着，真觉得本来我们都觉得这是一个弊大于利的事儿，然后你听着他就觉得还真是那么回事儿，还真这么回事儿，然后你就直面自己的这种欲望，然后就被你说服了，很厉害。我其实就一句话，我觉得好脱口秀就是不管是讲自己相信的，还是反讽的、荒谬的，最后就是自成逻辑，像马思纯讲那样，就说服了，觉得有道理，对呀，刷的对呀。你怎么那么尴尬呀？玩会儿手机吧，要不？我今天主要就是有点没有想到，这么观众支持我，然后有点缓不过来啊。是。你当时线下演的时候怎么样？其实现在这段有点不稳定，如果是年轻人还好，但是遇到一些中年人，他们就恨我。你怎么能感受到他们恨你？他们就是觉得你就是看着你就完了，感觉这个国家的未这个未来这么脆弱吗？他们一天才玩10个小时手机。但我觉得我也是这种感受，就是好的脱口秀，包括好的喜剧，有的时候上来是个歪理，但他说着，你只要接受他的这个论证的过程，包括他的叙述的方式，你最后发现他有他的道理在。你可以不接受这一整套叙事，但是如果你接受了他的逻辑，其实他是对的。但你知道他的讽刺里面还套着讽刺，你看他有一句，他讲说，我是早晨6点钟起床，那个坐地铁1个半小时，换了3趟线，每趟线都有自己的难度，但他是去攀岩。那还有是做那个长途通勤去工作的，所以你是讽刺里面套着讽刺，就你不同的人，你什么角度吧，你都能够感受到你的那个讽刺，所以这是特别好的。我觉得，讽刺不重要的，大家笑开心就 OK 了。谢谢。因为多多开启了我们金牌挑战，而略显遗憾，前面鸭绒和小海没有开启这个环节，说明多多的得票是超过2位的。那根据规则，2位要先前往待定区，在去之前，我们看一下鸭绒和小海的得票情况：142、193。但按照规则，2位要先前往待定区。而按照规则，无论是第1位挑战的演员，还是第2位的演员，开启了金牌挑战，我们这一轮的挑战将重新开启。所以说，有人要向你来抢这块金牌，我们看一看。会不会有演员发起挑战？请看大屏幕。张成抢金牌，抢金牌！哇！
姐晋级，请为我们展示她的票数。216票，恭喜！满分就220。啊216。哇！将近满分，满票吗？目前最高了吧？强共鸣，他这个就是。请直接前往晋级区并领取你的复活金牌。智能手机的胜利。多多生活中就是有一种那种都行吧，平时生活中就有点丧丧的，然后你叫他出来干啥，他说行没问题。他很容易上当，真的就是走在路上会被人骗200万的那种。走在路上就能被骗200万啊！我觉得他有点像那个像阿衰的那种感觉。早上好，起床了。大家能不能给我买个手机啊？首先，它电池健康只有60%几，它现在显示的电量是25%，但它很有可能下1秒钟就关机。镜头也是坏的，如果你在充电玩的时候，你的手指放在这里，会有一种酥酥麻麻的感觉，它就会有点漏电。现在它播放音乐的话，也是那种自带摩擦感。它还接不了电话，它就是别人给我打电话，它只响一声就突然就挂了，它会让别人觉得我这个人很不礼貌。他虽然气息弱弱的，但是你就是会被他深深的吸引。其实我第一句对他就印象很深刻。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讲脱口秀。他知道我每天为了讲那种开放麦，来回地铁4个小时，1分钱挣不到，只为了上台当几分钟小丑。做不成了。单口这条路特别漫长，我才刚刚开始，就这样。缘分。我觉得我跟单口喜剧真是缘分，我也是一时冲动，我就想着来试一试。试的时候，也没有想过这种东西能不能做出来，双向奔赴吧。我感觉他对我也蛮好的。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朋友是老朋友了，是大家的老朋友，也是喜丹的老朋友，身高1.58米，但八字很硬。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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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分享接下来1年他的变化，我们掌声有请王悦。欢迎大家！哎，瘦了点没？瘦了点没？哎，真的是瘦了一点，瘦了一点啊！关注我的朋友应该知道，我前段时间呢去做了个小手术，割了半个甲状腺，人呢也瘦了差不多20-30斤的样子了啊。不是说这半个甲状腺有20-30斤的意思啊。其实我自己感觉这个病还好，因为我从确诊到康复一共就2个月左右的时间，身上也没有因为这个病很痛啊什么的，但是。这个事情啊，他传到我家族群里面已经乱套了，你知道吧？就那个营销号，他给我乱剪到我家族群里面，已经说我得了前列腺癌了。我现在农村里面那些老家的亲戚口口相传说我得了直男癌，但其实一开始我自己都不知道那个甲状腺长在哪里，我就问医生，我说甲状腺长在哪里啊？他说在你脖子里面。我说我脖子长在哪里啊？他说在你第2个下巴后面啊。我真的，我以前就是从来不会注意到甲状腺的问题嘛。我想检查出来呢，是因为我想减肥，因为去年这2年比赛比得还可以哈，有点混进娱乐圈了，你知道吗？当那个小明星嘛，现在哎呀，我就发现这个娱乐圈里面好多明星，他们都打减肥针。我觉得我是个小明星，我可以小打一下。那我一去检查，医生就说你这个打不了，你甲状腺有问题。我当时急得把他拉到旁边，我说什么问题不问题的，你不要给我这个那个的哈，我诚心要打的。我多加点钱可以打吧？那
那个医生说你真打不了，你这个是甲状腺癌。我说癌。我当时直接在那个病房里面开始唱巴比龙，你知道吗？医生说你不要紧张，这就是一个情绪病，好多人都要得的。你做个手术，一刀割了就没了，你回去排队嘛，大半年左右应该就有床位了。我说大半年，我要是死了怎么办呢？他说目前根据这个医学，应该是死不了哈。你要是死了的话，那医学应该有重大发现。其实我做手术最担心的是伤到我的声带，因为我们的那个喉返神经就贴着甲状腺长的，稍微做手术不注意就可能划到。做手术当天，我半裸着被推进那个手术室，其实我还是蛮紧张的，一直躺在那个床上抖。那个医生一看我很紧张，他就很想安抚我，他就开始围着我看。他说：“哎，王悦的嘛。哎呀，你是讲脱口秀那个王悦的嘛？妈呀，你好好笑啊！我看了你好多 cut， 你放心，我今天绝对好好的给你 cut。我当时躺在那儿想，我说幸好老子好笑。你说要是换个不好笑的演员，那不是跟节目一样就快剪喽？手术做完你们也听得出来哈，我现在声带其实没有被影响到，全身上下没有什么别的变化，最多就是多了一条刀疤而已。但是医生很专业，他直接把那个刀疤他开在我颈纹上，藏在我第2个下巴后面。我现在全身上下多了一条刀疤，但是我少了一条颈纹，你知道吧？但是其实我做完手术过后休养了2个月左右，这2个月我想通了好多事情。我以前真的不知道我是一个情绪很稳定的人，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得这个病。我后来想通了，就是因为我情绪太稳定了。你们想一想，那种原地有风他当场就能发出来的人，他会得癌症吗？他不会，他得到尊重，是吧？我以前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为了生存，我非常的内耗、非常圆滑的一个人。但我觉得一个圆滑的人不代表他没有棱角。他棱角全部都被包在里面，每天都在里面磨自己的甲状腺。我做完手术过后，真的可以说是性情大变，真的。以前还有半个甲状腺给我拦着，现在根本就拦不住了，真的。我甚至都在想，我说我得这个病到底该怪谁？怪全世界？每个人都动了手的，真的。我跟你们说，我首先就要怪那些打减肥针的明星。要不是他们，我查得出来我这个病吗？真的，我发疯了，乱怪，我不管了哈。这还要怪我那个原生家庭。我去年不是一直在节目上面讲了很多原生家庭的故事嘛？节目一播出，我那个原生家庭像鬼一样撵上来追着我骂。具体是谁我就不说了哈，反正不是我妈妈啊。给我发消息，他说怎么生出你这样的东西啊？你录的什么烂节目？我要去起诉爱奇艺。他当时那个情绪比腾讯都激动，真的。我那天一落地，我心情很复杂，我还要把眼泪擦干了，补个全妆，嬉皮笑脸的，我着急去见周星驰，你知道吧？我们节目就是这样的，每年都会去拜访一下孤寡老人哈。就是第2天，我就在朋友圈里面发了一张跟周星驰的合影，我原生家庭那边直接撤回一个律师函，转发我的朋友圈到他的朋友圈，文案配的是好东西啊，好东西。我都在想，我说爱奇艺你没有周星驰，你早就完了，你都被讹上了。以后谁要是再说周星驰对这个节目一点帮助都没有啊，我就起诉谁哈！真的，真的骂完家庭骂工作，那个工作更是给我重拳出击，真的。我到现在还有几场演出的钱没给我要回来，跟我说签了合同的，发过来我一看2版，1版没盖章，1版没签字，双管齐下，真的让我在拿不到钱这个事情上，妈呀，居然做了2手准备。我当时发给律师看，律师不是号哈。我当时发给律师看，律师说妈呀，完全不合法呀这个合同。我真的在想，我说我能有今天，全靠工作、家庭这些人背刺我，真的。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啊！以前我觉得我自己给所有人面子，所有人给了我什么东西啊？给我一颗瘤子。但我觉得那个手术很神奇，就是一刀开下去，我感觉我所有的棱角全部都翻出来了，我都开始共情吴京了，朋友们。我知道他经历了什么事情才会对着镜头说出那一句我死过，你死过吗？
哎呀，我现在真的是啥也不在乎了，谁来都不好使了，你知道吧？随便，什么东西都随便，还比赛呢，这个得冠军，那个得冠军，老子得癌症了啊！朋友们，我建议你们每一个人啊，不是建议你们每个人都去得甲状腺癌的意思啊，你们可以先假装得癌。真的太爽了，全世界都会为你们让路的，真的。我楼上有个邻居，天天大清早装修，直接在那个物业群里面艾特他，我说我得癌症了。我本来想着就是亲戚找我借钱，我直接给他回，我说不好意思啊，我得癌症了。我想着早点做手术，跟那个护士商量，我说能不能快点给我安排床位，我得癌症了。他说这一走廊都得癌症了啊。我去剪头发，那个托尼非要让我办卡，我说我得癌症了。他呜的一声把老子头发给老子推了。我那段时间真的看起来就像出家了，你知道吧？但那2个月根本就没办法出家门，所以我就在家里面写出了我的第2个个人专场《短发》。我真的回想起以前，我觉得我一直都活得像一个蚌。你们见过蚌吗，朋友们？就是那种很难想开的那个蚌，什么脏东西、烂东西全部都藏在自己身体里面。但是我感觉我没有蚌，因为蚌可以把这些东西把它磨成一颗珍珠，但我磨出来了一颗肿瘤。我觉得我们所有人都不要做蚌，我们都去做花甲，就是什么脏东西、烂东西来了你就往外吐，脏东西一来你就呸，你就给我吐，你知道吧？当花甲多好啊！当花甲至少能活到60嘛。花甲之年啊，真的，我今年真的也刚刚过了30岁的生日，我觉得我们大家都还有大把的时间要生活，真的。从今以后，我就当那种一粒沙子我都容不下的花甲，你们这些伤害我的人，你们都给老子滚吧！你们这些沙子，大沙子。谢谢大家，谢谢王月，谢谢王月，谢谢王月。喜欢王月今天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3、2、1，请锁票。谢谢王月，谢谢庞博。哎呀，给我弄的，我就觉得你今年的变化其实比去年到前年还要大，因为变美了吗？你这么，变美了。你想听实话还是高情商呢？高情商，高情商。高情商就是变美了。哎呀，实话也是，行了吧？不是，但是我实话实说，咱们讲脱口秀，我觉得你今年的第一篇没有去年的第一篇那么猛。对。但我觉得你比去年放松很多，跟你的表达的内核很像。我觉得他跟大宅都特别一样，就特别潇洒，特别自如。所以我其实看完王悦表演，我就特别感谢王悦和大宅还愿意回到我们这个舞台上，就是把你这些个精彩的表演展现给大伙儿看。我电影首映的时候，王悦来看了。哦，是吗？对，然后其他的人都是那个看完电影之后就分享的东西，就是关于电影啊什么的。王悦直接即兴来了一段脱口秀，非常精彩，然后把在座所有的人都给弄笑了，太厉害了。就您这个电影这么值得吐槽吗？他不是在，我是夸赞，他是夸的，夸的同时还好笑，是不是更难？那确实是。对啊，就所以我当时很谢谢你。我看之前的节目的时候，别人问你说你上一次哭是什么时候，你当时就一下就落泪了。我就发现你其实不是一个天生乐观的人。吓死我了！屡试不爽也。其实我一直以来都是那种要照顾所有人的情绪的人，但是今年确实做完手术过后，我突然觉得这个世界没那么重要了。就是对你老是给大家那个印象，然后你自己装着装着，你自己也信了。对吧？对，我觉得我以前可能也是那样的人，但是你现在就是学会，我觉得你现在是真的不内耗了，是不是？不内耗。好，就身体健康比什么都重要，比什么天生乐观都重要。肯定的，对。希望你们也是啊，把你们的棱角都给我翻出来啊！真的。我觉得刚才他的演出就行云流水，又放松又自信，然后这个状态就特别好。我觉得可能也像你说的，把很多东西放出去了，把那脏东西吐出去了，这个有关系。我觉得这点就特别好，就是什么东西往里边装。我们青岛，你刚才说叫什么花甲？花甲。对，我们青岛叫嘎啦。对，因为我们吃嘎啦的时候吧，也得放到盆里边弄点海水让它吐，把那沙子吐出去了以后，那嘎啦才好吃，要不然硌牙。谢谢博哥，那个有什么角色需要串一下的，记得联系我啊。哎，好嘞。谢谢。我是特别能感到王悦的
变化，因为我是在去年喜单结束之后，我在那个漫谈当时采访了王悦跟嘻哈，他当时跟现在不是特别一样。你知道最大的不同就是你的笑声，王悦的笑非常有感染力，是，但他以前是会每讲一句话之前先爆发一阵笑声，对于环境来说是一种，它是一种好像提气氛、鼓劲儿，好像是某种暗示。但你现在就是在一个是当我真的我可以笑可以不笑，有那是个选择了，对，那是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变。还有他刚刚讲到你的那个专长短发，哦，我特别感动，因为上次他就讲到他剪短发是因为搬到跟爸爸一起生活，没人帮他梳头发了，小孩本能的生存能力说，哎，没有人帮我梳头发了，剪成短发，它是个象征，其实就跟笑与不笑是个象征一样。所以我特别高兴看到王悦这种慢慢的渐入佳境的改变。谢谢鲁豫姐，谢谢鲁豫姐。因为我去年确实就是在创作第2个专场之前，先去参加了鲁豫姐的那个播客，然后我感觉好像就是那一场做了一场心灵疗愈，我们聊了差不多5个多小时的时间，然后回溯了之前所有的事儿，然后从那天聊完过后，然后我才决定就是说，那我的专场就写关于头发的东西。对对对，到时候邀请大家来看哈。王悦是获得了气氛组的4票，那我们要开启这一轮的挑战环节，会不会有演员选择挑战王悦呢？请看大屏幕。我们掌声欢迎来自高校喜剧的鱼仔。我叫鱼仔，我是一名富二代。曾经啊，因为我们家有一个工厂啊，专门做那个摩托车的啊。最风光的时候，朋友们，整个大街上你们能看到的摩托车跟我们家都有关系。啊，现在那个什么张雪的机车，就叫鱼仔机车。03年，老家禁摩了。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个飞车抢劫，有听过吗？给你们复述一下。一般就是会有个人在前面骑那个摩托车，后面会拉个人呢。然后如果你在路上用手机，直接过来抢你手机。你要是不给他，他就拿把刀这样子。真的，朋友们，以前砍一刀是真能抢到手机的。而且呀，你只需要拉一个人。谢谢鱼仔。那观众的结果会是如何呢？请看大屏幕。恭喜王悦188票，鱼仔112票。按照规则，请鱼仔暂时前往待定区。我们也恭喜王悦直接晋级。30岁过生日那天，我跟妈妈在海口，因为我在养病嘛。我们2个人在海边去散步的时候，我就就是油然而生的很想感叹一句，我说哦，我觉得30岁好好，就是终于到了那种不需要任何人为我的人生做决定的年纪了。我觉得王悦今年也展现出一种很洒脱的气息。光芒专场的3场曲，我很喜欢这首歌，是不同颜色的光在舞台上，在我身上，在观众席每一个人的耳朵里面。里面有一句歌词是别去阻挡这光芒，不必在意谁的眼光，不需要谁的脸讲，燃烧一场。我觉得也是我30岁的一种逗号。30岁的王悦一定要多爱自己。好，那我们演出继续，比赛也继续。下一位朋友一定是很多人非常期待的一位演员，因为上一季的表现就让他成为了很多人心中的不二之选。我们欢迎林简庆。Hello， 大家好，我是林简庆 ，Hello。哎，我最近的思绪
总是非常的纷飞。我怀疑自己是 ADHD， 所以第一次去了精神科，窗口让我报手机号。我突然觉得每个人报手机号的停顿很有意思，对吧？有191、862、18DD7这种335报法，也有191、8621、8DD7这种344报法。我一直想试试29报法。19、18621、18DD7。其实还有19、18、62、18DD7，我管它叫双色球报法。在号码里面有321的人，报出来会不会变数？191、3、2、1、189。大夫问我是不是容易分心，别人说话无聊了就会走神儿，所以走在盲道上算不算是一种阅读呢？因为盲道它是一种语言，长条代表着行，圆点代表着停，所以盲人可以同时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盲道是大盲文，乐高是小盲道。盲文是凸的，碑文是凹的，所以点了豆的去某多算是一种盲文。扎了眼的苏打饼干算是一种碑文。大夫说你应该是 ADHD。你平时还有什么症状吗？我说我从小就会进行一些莫名其妙的联想。小时候我妈送我学架子鼓，我就总觉得我将来的职业是剁饺子馅儿。这就是我理解的 rock and roll。我长大也没好，我第一次看见有人敷黑色面膜的时候，我非常纳闷，就是你从露出的部位来看哈，为什么没有人敷面膜抢银行呢？给你10分钟，必须把钱交出来啊！到点我该摘了。我最近的思绪就更是混乱。我最近觉得孙涛是一只鸟，因为我觉得鸟一辈子它只重复同一种叫声，而一个喜剧演员最大的困惑就是你的梗越火，你越重复，你越像一只鸟。这样提起小品演员孙涛，我们只能想起他的那句“我骄傲”。就算他不想提，我们也会替他提。我骄傲重复了他的一生。当他在春晚上说出来的那一瞬间，他就变成了一只鸟。说到春晚，小彩旗春晚彩排嘛？小彩旗了。大夫说：“你能看我一眼吗？你平时社交怎么样？”我说：“我社交完全没问题。”但其实有时候我去别人家做客的时候，不好意思说走。每次到最后，我就只能一边穿衣服一边嘟嘟嘟嘟嘟嘟。我搬家的时候也会放上爵士乐，和每一件家具跳最后一支舞。嘟嘟嘟。所以我社交完全没问题。我跟大夫谈话的时候，我的椅子一直在嘎吱嘎吱响，他的也嘎吱嘎吱响，所以这是一个嘎吱窝。我不能再走神了，我一定要专注。我感觉耽误大夫太多时间了。这个时候，我突然觉得枕室好热，我抽出了一张纸巾准备擦汗，我发现纸上有一朵花。所以就是这种纸上印花的厂商算不算是一种出版社？我展开纸的时候闻到一股果香。其实我觉得管无花果叫无花果非常没有礼貌。
没有你就别说了。你会管太监叫吴？而且人类给植物起的名字也太区别对待哦，这是一盆无花果，而这是一盆君子兰。他凭啥是君子啊？你给他浇水，他谢谢你。你一浇，他叶儿一弯，小生有礼了。墙上的挂钟一直在滴答滴答响，所以这个世界上有没有那么巧的事，就是你家里有老式钟表的同时，晚上你再看恐怖电影，贞子爬出电视机的那一瞬间，正好到了12点，于是贞子一撩头发，啊，布谷。无花果有花。只不过它的花长在了果里，我们人类看不见而已。有时候我觉得人类太以自我为中心了。我们emoji表情里面的螃蟹、龙虾都给它们分在了动物栏，但它们却是红的。那是 emoji 吗？那是欧一西。那是饭，那是饭 emoji 了，下来咪西吧。比奇堡没有一个人觉得蟹老板很香吗？就，我喜欢猫头鹰的名字，因为它是猫头鹰，它不是鹰尾猫。我喜欢小猫，我支持猫本位。我很讨厌猫头鹰的外国名字。OWL， 嗷，猫头鹰叫嗷，这个名字起的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我就感觉是两个动物学家在森林里，一个冥思苦想，哎呀，发现了一个新物种，起个什么名字呢？然后另外一个心不在焉 ，Billy Jean my love， 不用那么长吧，嗷就行了。你让猫头鹰怎么介绍自己，对吧？第一次跟狮子见面，你好，我叫赖，你叫什么？嗷。狮子说，我叫也是嗷啊。我天天在电影片头，嗷，嗷，我干啥呢？以你的名字呼唤我。你让山东猫头鹰怎么介绍自己的英文名字？对吧？你让山东猫头鹰怎么介绍自己的英文名字？我骄傲。所以孙涛真的是一只鸟。就这样，我被确诊了。嘟嘟嘟，打完了。嘟嘟嘟，嘟嘟嘟，倒计15秒。嘟嘟嘟嘟，谢谢林简琪。喜欢林简琪今天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3、2、1，请投票。触发了金牌。好。这段表演，咱们从何谈起呢？我先确认一下，已经结束了，对吧？对，如梦如幻。先问问马思纯吧，这是你最喜欢的演员，对吧？你好，抚顺，我是安徽蹦蹦马思纯。哎，你好。哎呀，我觉得我没有喜欢错，他就是
好好笑。就当好笑成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一切都是合理的。你觉得它不合理吗？我觉得超级合理。然后以及我觉得林建奇超有文化。太有点 ADHD 的，哪来这么一句？真的不是呆了，说他说他什么学历低什么的，但他的思考什么的，我觉得很多元，包括他思考到人很把自己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为什么那个龙虾是红色的，就是这些细节让我都会觉得哇，他好厉害，就是我会更加喜欢这个演员。哎，谢谢，但是确实是没有什么文化，超有文化。不错了，别对自己要求这么高。好。你是只是想得多，你就去看这个去看病吗？我就是觉得我有 ADHD 的症状啊，然后最后也确实是确诊了。然后我觉得就是这篇，我发现就是 ADHD 正好能和这个 one liner， 然后意识流做一个结合，我就写了一个这样的。对，就是很活跃的大脑构成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东西。然后我特别喜欢你去年的那个，就是我俩在兜里呢。我现在兜里就揣俩，别出来啊！我虽然那一圈的票好像没有特别高，但我觉得是一个特别浪漫的一篇文章。谢谢你。去年是他俩在兜里，现在我感觉我们现在所有人都在他脑子里。本质没变，但是形式上又发生比较大变化。是，其实你在说的一半的时候，我都有点注意力不集中了，因为我觉得孙涛肯定不是白来的，真的。我一直在想，我说他为什么突然提孙涛，然后他又不提了，在哪儿呢？终于到结尾找着了。因为我在想，因为这样的节目啊，它其实不太好记。你这东西榔头稀棒槌的，你是通过什么方式把它们编在一起的呢？那个都在脑子里嘛。你就想一遍就可以。那谁先出来谁后出来，这个是固定的吧？其实随便。那行，那还行。得亏那我想没先出来这个。对，那俩在那儿就行。别无所谓。那就是我怕还落几个。特别好，他就是意识流啊，他就是中国脱口秀界的，他选一个吧，沃尔夫或乔伊斯。别，就是纯意识流，因为它完全符合意识流小说所有的要素，就是时空穿梭，然后情绪跳转，有内心独白，它比较轻外部的叙事，但重的是内在的思绪的结构，就是完全都吻合。哎呀，你看这是有文化，真的非常好。它其实有2条线索，一个是看病的一个线索，一个是脑子当中想的啊，我觉得太飞了，真好。喜欢。我觉得你跟说的那个猫头鹰的感觉有点差不多，就是站在树上坐，看看又看看。但我仔细想想，这下来以后就在脱口秀里边，我说它属于是哪种？你有点像折耳根，你知道吗？就是这是不是菜？你咬一口吧，这有点怪，你知道吗？嚼不时间长了以后吧，有人接受了，有人接受不了，但是接受了以后，我估计会非常喜欢。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就得有这样多元化，是各式各样的，还有一种置换的感觉，非常奇妙啊。老齐，你让我觉得很幸福，我听完之后觉得很幸福，因为我这么些年确实有一个很大的困境，就是枯竭感，那种干枯感，然后难得听完，反正真的幸福了一回，感谢老齐。我也谢谢你，互相激励啊。得嘞，太酷了。我说实话，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也是严重的 ADHD， 他日常生活就是这么说话的。对，我也控制了，我这个就是半控制，就是一天控制，一天不控制，然后写一写。对，但你把这个编成一个表演形式太酷了，而且你最后这个结构真的非常好。谢谢。抚顺人就是厉害。我觉得林简七真的是我没怎么见到过的那种极其松弛的人。前2天我们在赶开放麦嘛，演员在那个开放麦后台都非常紧张，一个等一个等着上台。然后我就看他在那个群里说取消开放麦，我心想他咋了？然后我就出门看他，我说林简七你要去哪？他说嘿看电影，就走了，太松弛了，挺好看。真的太厉害了，林简七！哎呦，别！真的，你证明了一件事，就是 AI 永远没法代替人类。你刚才所有的话，问豆包也好，问谁也好，他们都会死机。你的魔力大于你可以把你的病毒植入别人的大脑。
我现在也想问问小彩旗到底彩排没彩排？你真的是一个鬼马天才，真的太爱你了，林建奇，真的。我也爱你。我们从写脱口秀的人角度出发，他甚至没有结尾，他甚至没有谢谢大家，他让人回家，他让人。如果这不是一个比赛，你都不知道这表演结束了没。我有一种，如果你在剧场，你就会突然消失在观众面前的感觉，太奇妙了。ADHD 就是没有逻辑的天马行空的这种思维。你有没有担心他的精神状态？不担心，他这种人非常开心。那你当时报金牌了，心情是？我不知道为啥，感觉一直在走神儿。这是我呀，我测试了，测试我有没有礼貌。什么样的大人？大自然。小学。没人气啊，就是喜剧大师就可以。我不知道这段表演会带给我们在备战间的朋友有没有压力或者怎么样，但按照规则还是要开启我们的挑战，而且因为减七达到了200票以上，这是一场金牌挑战。我们看一看备战间的朋友有没有人向林减七发起挑战，请看大屏幕。只有一位朋友。接下来这位朋友的表演，他也有他的特别之处。徐不弃，他的表演会有道具，而且是这个舞台上其实大家见过，但是很久没有出现过的道具了。究竟会是什么呢？掌声有请徐不弃。Hello，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徐不弃。能看出来我和其他脱口秀演员有点区别哈。我没病。然后我的原生家庭确实也比较幸福，但其实挺苦恼的，你们懂吗？因为脱口秀演员其实大多数根据自己的负面情绪啊、烦恼去创作嘛，写不出来。所以很多时候我真的感觉自己是一个挺没有天赋的脱口秀演员。我的原生家庭很糟糕，因为父母关系太好，他们相敬如宾，从不争吵。我爸会打我妈手机号，我好想写个段子逗你们笑，可是烦恼根本找不到。直到今天，妈妈突然冲进我的房间里，说你怎么还不着急，都快30好几。我一边说着啰嗦，一边窃喜。我终于找到负面情绪。妈妈说，等你30好几，就只能找弟弟。哦，烦恼在哪里呀？烦恼在哪里？再这样下去，我真没竞争力。还好我没啥钞票，还能闯穷人的赛道。第2天我把工作找，你猜怎么着？双休有社保。哎，不过总算可以骂职场了，对吧？我可以天天熬夜，天天脱发，天天开会，天天加班急躁，高峰地铁想想都心酸。然后我第1天就早退，在电梯撞到老板，手里拿着公司顺的厕纸和饼干。
这将是最完美的一天。我在接近喜剧的边缘，我说老板，老板，我今天一点活都没干。他说你也挺累的，每天也不骑车拎着电瓶来公司充电。我说老板，老板，你快点骂我几句。他说我可不敢惹你，因为我知道你干喜剧。我现在比较庆幸的就是我是女生，因为女孩子总会有一些焦虑或者烦恼的问题。还好我是女生，总能遇到一些问题，比如年龄焦虑、身材焦虑、外貌焦虑。我看着镜子，望着镜子里的自己，挑不出一点毛病。哦，烦恼在哪里呀？烦恼在哪里？再这样下去，我只能和王冕炒 CP。可能现在我只能去谈恋爱，去吃爱情的苦，然后遇上几个渣男，然后分手爆哭，然后骂男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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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骂男人。可是男人在哪里呀？男人在哪里？我只有我自己，完全没人惹我生气。直到后来我遇到那个坏坏的男孩，我白天跟他吵架，晚上整理素材，他白天不出门，晚上也不回来。后来我才知道他也报了开放麦。他说我的原生家庭很糟糕，他抄我段子，而且一字不落的抄。他说男人在哪里呀？我说警察在哪里呀？警察在哪里？他说他这可不算抄袭，因为他弹的是尤克里里。直到我今天外卖超时，我才有些窃喜。一开门我就不说话，假装很生气。小哥说他车没电了，满脸的歉意。我看着他的脸，陷入复杂的情绪。哦，弟弟在这里呀，弟弟在这里，生活都不容易，偶尔没电真的没关系。哦，对了，以后每天来公司找我，我会把电瓶充满电给你。其实这些烦恼，我和你一样也不少。我续写故事的美好，是我期待世界的草稿。希望你也不烦恼，烦恼根本找不到。希望我也不烦恼，只是写个段子逗你们笑。谢谢各位。谢谢徐福记的表演，喜欢他这一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3、2、1，请投票。谢谢大家。想先问一下，为什么会挑战林简七？我有点冲动了。因为他刚才在唱歌，我说哎，是不是到我可以上了？我在哼哼。然后他又说他有那 ADHD 嘛，我想想看，我又是一个很幸福的，然后是不是就攻击他？然后按的时候已经倒计时了，又没办法取消了，就。但是其实台上很稳，是吧？我看博哥听进去了，太好了，我觉得，突然看到了一个这么美好的，而且他唱的好哎，啊，唱的真好。然后就是表达也很完美，整个就觉得是个美好，就觉得真好。谢谢。我就是因为这2个字拍的灯，就是觉得美好。而且你不觉得它像一首歌，就完全一首民谣风的歌曲，都可以出单曲啊！是，我刚才也在这想的啊。因为其实正常这种现场的时候吧，小跑音是很正常的。他几乎像是还在说着，还在节奏里边，然后中间几乎音都是准的，这了不得，这个真的是。而中间很多时候，你的那个心就被他的那个美好带着，就
一阵一阵的悸动，特别的幸福。我们刚才刚经历了一个这个怪异的一个类型片哈，突然进到一个就是很美好、很阳光的一个，就充满希望、充满美好的小片子里边，特别治愈。就是这种感觉一直在喉咙间，是那种，甚至都让我有些哽咽。就是在这个舞台上，我没有见到过这样的东西。然后我中间有很多次试图想给你拍，但是我又怕打乱你这节奏，我就一直等，我等，就只能等到最后了。哎呀，就是一个您这个，一个林简琪这个都不是典型性的这个脱口秀表演，但是都非常好。谢谢。你跟王冕是认识是吧？对，我最早其实给冕哥做过一会儿 PD。王冕更多的时候，我记得我记忆比较深刻的是，他很多时候是很愤怒的一些在输出，但是你的就是让人觉得是有幸福感的。对，冕哥的情绪会比较的大，我就做不到。但是你这个就很徐徐的在说，慢慢的，然后你每个气口甩出来的那个包袱跟着节奏，会让那个包袱更舒服和更让人有期待感，真的很就是大姨说那种很治愈的、很舒服的听完。谢谢，也谢谢大家能就是耐心的听，这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谢谢各位。是，提到王冕了，咱们问问一块儿战斗过的朋友吧。咱们都是王冕的手下败将，当时是好久不见，不秦老师。建国老师，我们原来老同事是，很庆幸没有让上班耽误你，不干就对了。然后非常开心你能够走到一个这么适合你的道路，然后真的很轻盈。谢谢。太美好了，我觉得，我刚才我们在这聊，感觉上了我们这个年纪，就想听点这种美好的、治愈的，就是很沉浸，而且你太好了，你就，哎呀，温温柔、清清秀秀的站那儿，就是让整个这个现场都就是变得就是像就是森林了起来，我觉得特别好。现在灯光都变成森林的颜色了。上面有只猫头鹰。这么没有负面情绪，下一轮讲什么呀？确实，第二轮还在想。因为下一轮突变了，变摇滚了，暗黑起来，其实也是有可能的，对不对？可以试试，对，都可以。确实，就是所有人我们都在说这是一个美好的氛围，我都不太想用比赛来打断这个气氛，但是我们必须把这只猫头鹰也请回舞台中央，因为比赛要有一个结果。这还真有点难呐，完全不是风格。两个人都获得了气氛组的满票4票，那观众朋友会给出一个怎样的结果呢？请看大屏幕。都很棒。对，恭喜林简琪204票，许不弃182票，也是非常优秀的成绩。但是按照规则，还是要给你增加一点负面情绪，所以请你暂时前往待定区。同时，我们也恭喜林简琪204票，直接晋级，记得带上你的金牌，哎。简琪太洒脱了，你把金牌送给观众有啥用啊？这是，他下次是直通现场是吗？哎呀，真不一样，这一轮又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对决。我觉得徐不器虽然没有直接晋级，但是其实他能接住那个，就有点像那个空中坐飞机遇到的那个复杂气流的那个感觉，还能进入他这个美好的叙事，真挺不容易的。只有童话能接住这些胡言乱语，可能。看完他的演出之后，我觉得很为他高兴，并且我看到他用这个大家很久没有看到的音乐脱口秀的形式出现，我觉得他应该被大家喜欢，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很单纯、很真实的一个女孩。我觉得喜剧不同的演员、不同的一些处境，他处理起来的这种风格都是不同的，所以我感觉他也为这个喜单3的舞台上增加了很多很多浪漫的一些气质。轻巧、浪漫又可爱，然后又幽默。不是怎么都会弹呀？对呀。怎么都会弹呢？
那下一轮也将是一个不太一样的比赛，因为等了很久了，我们要开启这一季第一次魔王挑战了。再向各位介绍一下规则：魔王下场自带一块金牌，选择挑战他的朋友。如果赢了，不光可以直接晋级，还会同时带走魔王身上这块复活金牌。但是如果没有人挑战魔王，或者没有人挑战成功的话，魔王将守护这块金牌成功。在整个第一赛段的结束之后，可以复活一位在待定区成绩较好的一位朋友。那第一轮的魔王出场会是谁呢？他是这个舞台诞生的第一位喜剧之王，也是安迪的老朋友。富航。最近啊一直在拍戏。之前呢非常有幸跟博哥一起演了一部电影。电影呢叫《浪浪人生》。电影上映的时候呢，我就去在我演出的过程之中宣传。我说朋友们，你们看没看过《浪浪人生》啊？观众说看过了，特别好。说我在那个浪浪山小妖怪里边演的特别好。随着认识我的人越来越多，的确会有一些让我感觉到生活的不便利或者尴尬。前两天我去游泳馆游泳，水猴子。谁说水猴子了？我能找出来吗？我到那儿之后呢，刚想要换衣服，我在更衣室，我刚要脱裤子，有一个男观众就在旁边，他认识我，他就，他就开始表演，但他不跟我说话。现在的观众都是这样，他就发现我之后，他就看着我就。当时我就在想，我跟不跟他说话。我以前吃过亏，就有一次我走过去看着都是我说，哎，您是不是想跟我合张影？他看着我，哦，你谁呀？所以说我也不能跟他说话，我就说那先脱衣服吧。我就慢慢往下脱裤子，我脱到一半，他突从后面过去了，我赶紧穿上了。然后他就在那儿看着我，我说那脱不脱呢？我得游泳啊。我就太难受了，因为这个时候我已经不能搭话了，因为如果他不认识我，在他的视角里，就是他到更衣室看到一个男孩走来看着他，合影吗？就很怪，所以说我就只能继续脱了。就是换上了泳衣，然后他还在那看我。我想我不能一直让他跟我在这种状态里了，我必须得打破这个尴尬。我说兄弟，哎，你是不是想合张影？没事，拍一张。他说，哎呦，不用了，我都拍过了。我说删了，我一脱裤子你啪拍一张，删了。他说：“哎呀，我自己留着看。”我说：“你现在看不就得了吗？”当时我就跟他僵持的时候，有两个老大爷，一个老大爷跟另外一个老大爷说：“老张，来名人了。”谁呀？旁边那大爷，
是不是奥巴马呀？当时喜欢我的男孩就特别激动，因为他们都非常爱我，就像那些兄弟，我能感受到他们眼神里边带着那种炙热。过去跟那个老大爷推销我，他说：“大爷，哎，给您2个关键词。这是谁？北京。哎，顶流。那大爷啊，鹿晗。”大爷把手机咔就举起来了。我说：“你别拍了，大爷，别拍了。”大爷说：“没有，我发的抖音。”我说：“你别这样。”大爷说：“小伙子，你要想啊，拍你肯定是因为喜欢你，那为啥拍你呢？对吧？”哇哦！当时那一瞬间，我就感觉我回到了校园里，碰到了那些就是非常暴力的高年级同学。我小的时候，学校里边校园暴力非常严重，我们那个时候没有什么霸凌，没有，就是高年级没事就是葫芦你，就是玩儿。我在学校里走路，我什么都没干，我就在那儿走路。一个高年级上来给我一个大逼斗，我说有何贵干？他说还好意思问，打的就是你刘旭。我说刘旭，我特别痛苦，我就找班长，我跟班长说，我说班长，高年级给了我一个大逼斗，班长说也给我了。我说这也不值得骄傲啊。高年级跟我说，每天让我给他5块钱，要不然就扇我大逼斗。班长说啊，他们跟我说的是每天拿5块钱领一个逼斗。我说班长真是苦了你了，我们都上学你还打卡。我说咱们怎么办呀？咱们得解决这个问题啊。班长说不用害怕，我妈是法官，我爸是警察，我以后要成为律师。我说兄弟，用不了那么大，我觉得咱们还是先告老师吧。我们俩就去告老师，告我的班主任。我跟班主任说，我说班主任，老师，高年级给了我一个大逼斗，特别疼。那老师说，我会帮你联系他们的班主任，但是我也想问你一句，你要想一想，为什么只有你挨打？我说还有班长，班长不仅挨逼斗，他还买逼斗，他是逼斗斯。我们俩真的很无辜啊。他说那为什么只有你们2个挨打？这是《受害者有责论》里边最出名的一句话。为什么只有你？为什么只有你？为什么只有你？当时我比较小，我真的想自己的问题，我觉得是我的表情有问题，因为小的时候我非常容易紧张，一紧张我的眉毛就会皱，就会挑。小时候在学校里边看到高年级，我就这样，给这边的观众也看一下，就这样。啊，这边看一下，就这样。那时候，哎呀，行了吧？我背着书包，我就每天高年级会过来问我说：“哎，你是不是不服啊？”我说：“没有，大哥，我真没不服。”他说：“你没不服，给我乐一个。”嘿，我就开始找自己的问题，我就想不明白为什么。直到高考之前，学校请了一个高考鼓励官，就那种给你们打鸡血，让你们考好成绩的那种。他给了我答案。那时候高考之前，他问我说：“孩子，我说啊，你是谁？”我说：“我是付航。”他说：“你是废物，垃圾。”你是废物，垃圾，垃圾，废物，废物，垃圾。我说哇哦，我说那赶紧处理我吧，森 Sir。他说孩子，你记住了，只要你上了大专，别人问你为什么这么废物，你就只能说因为你从小就是个废物，记住了吗？不要上大专。我说我记住了，我从小是废物。我真的觉得我自己是废物，直到我到大专找到了一份路由器投诉电话接线员的工作。跟大家概括一下，就是纯挨骂。我第一天去面试的时候 ，HR 问我说：“孩子，干这个工作，
每天要接100-200通不同的人骂你的电话，你能接受吗？我说老师，我有9年工作经验。那个老师把大耳机给我戴上，说孩子，你是个天才，上岗。Yes sir。我就接了我第一个投诉电话。当时我戴着大耳机，手都在哆嗦，我不敢点，我怕别人骂我。当时我一点，那个大姐上来就说：“你的产品是垃圾，你的能力是废物，你是垃圾废物，垃圾废物。”我当时戴着大耳机，我说：“老师是您吗？您买路由器了？我上您家给您修去。”我说：“什么老师？”我说：“是你的产品是垃圾，能力是废物，你为什么这么垃圾？为什么这么废物？”哇！话术里没有教过我怎么回答，但是我突然想起那个高考鼓励官教我的，他跟我说，如果有人问你为什么这么废物，我当时脱口而出在那个电话里说，我说对不起姐，因为我从小就是个废物。那个大姐愣了3秒没说话，她说：“哎呀，孩子都不容易。”咔挂了。当时我就知道我能干这个，我是天才。9年的隐忍，只为挥这一刀。从那天开始，所有的疑难杂症都转给我，我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在作息武林里边，我独步天下，没有对手。直到1年半的时候，遇到我作息生涯最大的敌人。当我用出老师教我那招，我说因为我从小是个废物。那个大哥在电话那头问我为什么，我说没想过。他说那你为什么不去死？我说啊，还有高手。老师只教了我一招啊，我到底该怎么办呀？后来突然一想，不对，曾经有高人点拨过我，当时我的悟性太低，没悟出来。做最强的盾，永远有更强的矛可以破你，但只要你做更强的矛，你就百战百胜。我一想，有招了，大哥，为什么只有你的路由器不好使？Why? Tell me why? 我就是希望大家所有人都不要再听到这句说话之后有责论的话。谢谢。谢谢付航，喜欢付航今天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3、2、1，请锁票。再一次谢谢付航。今天这个挺不一样啊。哎，我都忘了在比赛了，我就是讲了开心一点，对，挺有意思的。因为我也没有见过付航这样的表演，这对我们很多观众来说也是一个改变。大林也会有同感吗？我觉得这个比去年的回来当魔王的时候那个要好哦。我觉得今年这个它正经是一节目。哎呦喂，谢谢您，你知道吗？就跟您第1季的那个发挥是一样，是齐平的。不，每一次都是认真比赛。去年是这个，对，去年是这个，去年是这个。这个我不还是喜欢这个。其实这个后面还能演10分钟，这个。这个算是史相吗？这个算吗？这个不算，还有什么算是史相？这个真好，就是有高有低，啊，有宽有窄，啊，有史相，确实好。因为我们前面那个合作了一个电影，来了以后，后来我一看，就是他平时是另外一个性格，跟在台上完全不一样，啊，平时就是感觉还挺谦虚的，挺有礼貌的，也不知道真假，反正是对，啊，但是后来就是。每次演完了都特别认真，所以说我就说能总结得出来，就是说他写这些东西，他回头一定下了不少功夫。这些东西把它总结出来，再把它举重若轻的把它弄出来，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个跟才华有关系，跟努力也有关系。因为我们在拍戏的时候，我见到过他的努力。他的努力的时候，就是他有点忘旁边是怎么回事儿，就是因为自己拍完了以后，刚一演确实也就那么回事哈。但演完了以后，他特别想看回放，后来才知道他其实眼神不是太好。我们一般演员都在后边看看，放又一看，趴过来了，算是都在后边。但是一看那投入是真投入啊！是我第一次见博哥，的确太紧张了，因为就是从小这种就是太棒的这种演员，见到就不敢说话。博哥也是第一时间跟我们就是打破这种尴尬，就是博哥在片场会拿着就是芒果干儿，就是问啊吃个芒果干儿。
但不是这个口音啊，不是，这个是史相，这个是史相。当时我就感觉这博哥真好，我一看快到期了，你知道吗？就挺感动了。底色很悲凉哈。对，就是就是当你是一个老是被否定，或者是你已经习惯被否定，然后你自己也觉得自己这么认为的时候，你多么需要那股反抗的力量。就当你说出你为什么只有你家路由器坏了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句话对我来说也挺重要的。好像我小时候可能也需要有一个人说出这样的话，或者我自己是没有勇气说出这句话的，然后你说出来的时候，我就会被鼓舞到。是我为什么想讲这个，就是因为小的时候我有很多话想说，但是没有办法说。我就希望，如果是小的时候的我看到我在这儿演这段内容的话，他会觉得他还是就这种感觉。我喜欢这种感觉。对我也不知道什么感觉。因为我刚刚在化妆间第一次见到付航，他是一个喜剧人格跟生活中差别非常大的一个人。我的感觉就是他一上台之前那个瞬间喜剧之人就降临了，然后附体之后进入到一个特别自由的境界。我也是被感动，所以我刚才拍的那个不在点上，就是完全被他给又被催眠的感觉，非常好。而且跟0.7有莫名的神似的地方，就是你们都在有一种在你们自己的梦境当中很美好的感觉。的确三十多岁还讲小时候的事儿有点奇怪，但我还是想讲一下。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热情，谢谢。但是我真的很喜欢奥巴马，就好好笑。这是怎么想到的？我就他真的有点像。我发现马思纯都是比较喜欢怪一点的。怪吗？对，这就对了。这就对了。《浪浪人生》里边好耍双截棍的那段，我天，当天给我帅到了，我太帅了那段。虽然练的时候磕了满头蘑菇，但是到时候剪出来还真的好。非常好，咱们的观众非常热情，就是我要凭空掏棍儿。他凭什么身上有一个双截棍呢？是，反正就非常开心能来到这儿，完了之后也想跟大家宣传一下，我参演了几个剧，就是电视剧第一个是《漂洋过海来送你》，第二个是《生日有意》，第三个是《于红》，然后第四个就是我正在拍的《吴邪私家笔记之秦岭神术》。对，我在里边演老痒，然后希望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看一看。完了之后，现在的确就是需要大家支持，谢谢大家。好嘞，支持。那按照比赛的规则，会不会有朋友向付航发起挑战他身上这块金牌呢？他这个不难的，你上吧。请看大屏幕，有2位朋友向付航发起了挑战。有看头了。请付航先来到休息区。好嘞。哎呀，准备吧。付航呗，对，我肯定会跟他比呀。我们家兄弟还过这个，因为朋友嘛。然后我跟他也熟，第二呢，输他也不寒碜，也不丢人，就即便输他也无所谓，我无妨碍了。来扔人家干，2声一处干。哥，好好演，努力。必须得帅，对吧？我就是爱耍帅，我爱干一些看起来愚蠢但是挺帅的事情。势在必得，多爷，没问题，金博，加油！多。没想到他会来比赛，他线下确实是很炸。他的段子的民间流传度太高了，基本上所有人，如果你能背下来一套你认为特别爆笑的段子，10个人里会有6个人背多爷的段子。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朋友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节目，但其实喜剧江湖上一直有这位朋友的传说，好多朋友直接称呼他为多爷。他来自北京，掌声有请多子轩。哎，谢谢哥哥。哎，你这泼猴，为师来了。这个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也是熟悉一下啊。我姓多，这个不是汉族人，是满族人。清朝那会儿呢，家里也是这个辉煌过的。
清朝那会儿，我爸跟我说，北京都是我们家的，见笑见笑啊。可能我爸也是穷疯了，也是。我还跟我爸说呢，我说爸别瞎说呀，北京咱家的。我爸就看着我，他说你不懂啊，咱们祖上特别厉害，是满清正蓝旗大王爷哆啦 A 梦。后来我一想，挺有道理，各位，正蓝旗颜色是对的，各位，挺符合这个逻辑的。我父亲特别好玩，特别生活一人，特别喜欢喝酒啊。他能喝酒喝到什么程度呢？他能把凉菜喝馊了。就一直喝呀，喝完以后干点愚蠢的事情。那天喝大了，给我打一个电话，喂，儿子，嘛呢？我说爸，你吓死我了，跟家里看电视呢。看的什么电视？我说感动中国。谁呀？动中国谁？今天喝，跟他那帮兄弟喝。但是我爸那帮哥们儿跟他一样，特神啊，喝多了以后特别喜欢教育我，给我上课。就每次来我们家喝多了，看着我，来，孩子过来站这儿来，立正。我跟你爸爸好兄弟，我说的话你往心里去啊。一个男人无论到什么样子，不要被这个社会打磨的棱角。别看我现在脑梗了，我但凡年轻20岁，一定去趟海外完成我的霸业。就听完我都崩溃了。我说叔，您这身体，您这体格都纠结了，现在我走道都费劲。我说你干嘛去？到了海外，咱先办一个低保。我先办一个并退，摧毁他们的经济。我把那水管子拧开了，滴的水，水表不走字儿，大磁铁石我当我闷电表上，窃取他们的资源。光干这不行啊，咱必须得做一个正经的生意，瓦解海外的经济。我说叔，什么生意？套圈儿，打气球啊。那我打小我爸培养我当运动员，也是这个有点家国情怀。练这个我的运动很小众啊，叫这个中国式摔跤，你们听过吗？各位，对抗运动，北京啊、天津啊、河北保定。我很小的时候7岁，天津学这个，去还跟我爸哭呢。我说爸，不去学这干什么？多苦啊！我爸看着我，好好练啊，将来你站在了奥运会的舞台上，配着国旗唱国歌，为国增光。练到17，我才发现奥运会都没这项目，奥运会。后来也是这个不干这个，因为那高危行业。后来干这个发现呢，还不是那个行业。其实那行业还好，无外乎于外商，这行业是内商，所以心态得好点。我就发现我门口那帮大爷大妈，他们心态特别好。你能想象一个70多岁老头晨练蛇拳，这是龙拳有犄角，蛇拳先舔的，犄角一顶人就飞了。我说大爷，我说秃子，我不是傻子。我这拳法能干嘛？毫无实战性啊！真查架呀，跟人发生口角了是吧？今儿打死你！哎呦，来劲儿，嚯，顶死你！这还好，我能理解，就特别理解不了大妈那玩意儿练的特吓人，用手拍自己还一边喊，你们见过吗？啊，不陌生吧？我门口一大妈，今年快70了，凌晨4、5点，胡同里一站就跟鬼似的啊，天天往那一站，嗨嗨嗨！啊！吓一跳吧，特别吓人。我就问大妈，你告诉我三姐是谁？你告诉我，我现在我掏她去吧。现在，后来大妈跟我说呢，三姐就是压力，用声音呢就喊什么都行，大衣柜你喊什么都成，用声音呢缓解自己的负面能量、负面情绪。我试过一回，真管用。有一回我一哥们儿找我演出，挺偏一地儿，我去啊，马路上我溜达，挺开心的。对面一哥们儿电动车。送东西走逆行，你说第一你走逆行是吧，挺不安全的。第二您撞着我，你跟我客气客气，我也不讹你，咱也不是那人。就这哥们儿特没有礼貌，张嘴就骂我，嘿大秃子，我压死你！你跟卤蛋似的瞎溜达，我给你黄压出来，给你黄压爆了，给我骂乐了。当时给我气的吧，嗨，三姐来！一句话，拿你麻了，哥们蒙圈。我一看这意思，给拿住了，加一块16秒，彻底拿你。你哥们电动车上，哥，赖我。错了，临走给我带了200块钱，吃的都给我了。200块钱一份麻辣香锅，没有米饭，真的。谁欺负你们，对吧？哪个领导、老板压榨你、剥削你，到这不让你下班，让你加班做那个愚蠢的 PPT，
一个领导就说：“PPT 是吧？三姐来！”吓死我！谁敢麻烦你？谁敢让你做 PPT？ 那全舔了。领导还得琢磨三姐是谁呀？三姐，对吧？这我爸跟我说的，人的心脏，手掌心这么大个儿，能装多少事儿？这屋有一位算一位，都有愁事儿，我还有愁事儿呢。刚来上海过安检，查我4回，没让我进。该释放就释放，该爆发就爆发，去他地！梭哈，谢谢各位。谢谢多子轩。喜欢多子轩今天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3、2、1，请锁票。其实多爷这一段在线下巨炸，他是不是经常在北方演，在南方感觉有点水土不服啊？谢谢多子轩。为啥选择了挑战付航啊？都哥们儿，没事儿。我跟多子轩之前很早就认识，我们一直在北京演线下。多老师呢，今天所表演，就是他所有的呈现和表演都比他在日常线下里收了80%到70%，他今天只展示了20%。他平常的演出是那种动作要比现在大好多倍，完了之后是非常有感染力的。今天可能是第一次上综艺节目，稍微有点收敛。谢谢。为什么呢？为什么会有所收敛呢？因为比较紧张，也比较紧张。对，的确是紧张，第一次。因为我看你演着演着，其实你会习惯性的往后退2步啊。对，因为我离得太前面，我容易吓着观众，我怕他们害怕。其实大家听他这个表演的方式或者口风，其实咱们就是北派喜剧吧。我这提出一疑问啊，就什么叫北派喜剧呢？这是一个，因为这个就是北方嘛，就京津冀东北一带啊。我希望把这帮好的演员呢，但是南北方语言有差异，确实有差异啊，可能是有多少微有一点水土不服。对。下次放点出来吧。不能看出来，其实能看出来，这个要是放开了是什么样。是，而且就是功力有多深，大概能看出来。是。一站在那儿，那点东西啊，其实你一看就知道，这是在台上有过力量的，而且就自己的特点非常明显。我觉得这一点我就非常喜欢，就是你一看就是能记住。但我估计唯独可能忘了的是付航。就小时候我这么一看都北京人，小时候扇你大逼斗那个，一看有可能是他。因为您溜溜达达的，其实那个不会让我们觉得会害怕的，就是你会给一种很悠哉的感觉在上面，然后你再多出来点，说不定那个是你最舒适的状态。那我们请多子轩先到休息区，而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朋友是很多观众都非常期待他今年的演出，因为他一直有一双发现丑的眼睛，而今天又会有什么新发现呢？掌声有请金博。此时此刻，现场尊敬的各位来宾。没错，今天我就是本场的最后一个演员。大家好，我叫辛博，你们好。我觉得这一年过得特别快，比赛之前我就偷偷结了个婚啊，就结了个婚。备婚过程很漫长嘛，一直在控制体重，大概减了有小40斤。因为要拍那个婚纱照，我对象给我下了最后通牒。说你要瘦不下来呀，照片里边的人也不是不能换。但说实话，我觉得打工人很难减肥。下了班出了地铁口，一路上诱惑太大，咱也不知道那肉夹馍有什么好吃的，那么多人排队，让我来审判你。确实好吃，再来一个，2审，绝不能放过任何一个肉夹馍。就算你能忍住，也架不住有一堆亲戚劝你喝奶茶。爷爷、阿姨，喝吧，这都俺妈亲手做的。我说行吧，就喝一点点。
出去吃饭一般都是我对象点菜，菜很能点，但不太能吃，眼睛大嘴小，属猫头鹰的。现在的叫属嗷的。最怕就是吃我们家乡菜东北菜。我接了个电话回来，菜已经点好了8个菜，东北菜8个菜，相当于本帮菜24个菜。我大惊失色，有点语无伦次了。我说还有其他男朋友要来吗？我还没开始，他就吃完了，每个菜夹那么1、2口，指着堆剩菜跟我说：“你别浪费啊！”今天我就是饱饭硬吃啊，出门前都嚼2片健胃消食片，热身。刷那种短剧重生的，问我下辈子如果重生了想当啥？我说想给你当牛做马。牛有4个胃，马是直肠子，边吃边拉。尝试着通过运动减肥，办了一张健身卡，去了2次，1次办卡，1次退卡。健身房唯一一个我能坚持下来的器械就是秤。练秤瘦得特快，你调整下站姿就能瘦1斤。但是说实话，健身房的秤都不准，因为不能脱光了称。要净重得先净身。我们家有2秤，都是小米的，一个小米1代称我是77公斤，小米2代称我是80公斤。我还是更相信以前的雷军。还是喜欢有氧嘛，就自己跑步。刚开始配速很慢，经常会受到智能穿戴设备的羞辱。我这边正拼尽全力呢，他问我：“你已经停止训练了吗？”自动把我的运动类型归为了徒步。为了提高配速，我就骑车跑步，很容易超速。我对象减了25斤。值得这称吧？我觉得一个女孩减肥要比男生多付出很多，不光要节食，要运动，最重要的就是买瑜伽裤。这玩意儿有啥好的？不就是秋裤外穿吗？有幸我偷穿过1次，贼翘，卡戴珊也就那么回事儿。你这往上一提呀，我就发出2声“呱”，对着镜子我都看乐了。我说这谁能不喜欢啊？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就是有点贵是吧？跟我说你不懂这个好，这个穿了之后无感。我说不穿也，不穿还能流感。官网上最贵的一条已经涨到1080了。我说这咱必须得买。这穿上之后屁股就是1080P。不过说实话，性价比很高，1年4季都能穿。冬天我问他不冷吗？说这可厚了。夏天我问他不热吗？这可薄了。运动只是辅助，核心还是管住嘴。决定6点之后不吃任何东西，一般会坚持到11点左右，放弃。2个人反复重复同一句话：“你要想吃，我可以陪你吃。”最后决定各退一步，我陪他吃螺蛳粉，他陪我吃螺蛳粉。没错，就点1碗，这样可以通过互食来控制对方的食物摄入。异口同声的对对方说：“你少吃2口吧啊。”汤都喝了，腐竹没吃，腐竹热量太高。我们在减肥，在这儿我要给所有的螺蛳粉店家提一点忠告：花生米呀，数量得是偶数。管不住嘴赖谁呀？都怪淘宝闪购，给我发那么多红包优惠。本来下了单也犹豫，刚要点取消，已经送到了，送太快了，跟预计时间不一样啊。后悔都来不及后悔。
也不能总吃就早点睡，睡着了就不饿了，但是饿的睡不着，一关灯4个眼就发绿，猫都绕着我俩走。他问我猫啥味儿，我说你要是想吃，我可以陪你吃。我们说的是猫粮。越想睡越睡不着，就躺在床上幻吃。婚礼结束当晚，我就要把我失去的一切都吃回来。什么热量高我吃什么，我要喝普通可乐，加糖，喝糖的饱和溶液。我要吃炸串蘸地沟油。我要点50个外卖，让外卖小哥排队来闹洞房。减肥太难了，就这一次，以后我俩再也不结婚了。谢谢大家，我辛博。谢谢辛博，喜欢辛博今天这段表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3、2、1，请投票。谢谢辛博，咱道一声新婚快乐啊！谢谢您。哎，那这节目这个准备跟这个婚礼什么的，互相之间有冲突吗？没啥太大冲突，就是基本连轴转了，结完婚度完蜜月，然后就来节目了。还行，还度了蜜月了，度了没太耽误太多事儿。对对对，我感觉确实那整个精神状态变好了哈。我去年对您印象最深的是您那个表演感，就是哎对，然后今年一看哎，可能是因为讲自己家里这点事儿就特别松。啊，特别的哎，娓娓道来把这事儿讲明。是您在调整自己的这个状态吗？还是说怎么了？其实也很紧张，因为面对富航也好，多也好，也非常紧张。但是还是因为你线下演的数量多了之后，你可以压制一下自己内心的这种紧张，还是非常的忐忑的啊。祝您新婚快乐！好嘞，好嘞，回头的话转点账过来就行了。这不给你随份子了吗？好嘞，谢谢。我觉得辛博特别勇，因为上一集我记得你就一直在和富航说，你说我们俩什么时候能来一场，然后追到了今年。其实你们俩的风格差别挺大的，可能你未必知道那个结果一定是 OK 的，但是你还是会很在乎这个过程吧。我反正就觉得你性格里有很刚的一面。我觉得1年只有1次跟富航同台的机会，我不可能把这个机会让给别人。我虽然知道这篇稿可能它不是我特别擅长使情绪的稿子，但我依然我觉得在第1轮，趁着他还在的时候，是吧？我就跟他一起表演一下啊。但你这个挺有共鸣的，我觉得你应该也有吧。咱俩都属于需要减肥的人，是，而且是属于那种，但我觉得咱都是属于那种，就食欲还挺旺盛。你旺盛吗？是旺盛，是吧？就是有的时候真的不是，就尤其越到深夜的时候，掏起这手机，也不知道它这大数据怎么这么损，对你白天根本刷不着啊，晚上全是这些个，但是看完这也能解馋。辛博刚才说的好多细节，我就会觉得，哎呦，我也干过，哎呦，我也干过，好多瞬间是这种感受。这么一看，鲁豫老师一点生活都没有。是。此处我不配说话，因为我老刷那个小某书，婚礼前后他不断的给我推送你的相关的内容，所以你的全过程其实我在线上有参与。脱口秀很奇妙一点就是每个人以自己的视角看同样的世界，然后看到不同的世界。你看关于整个准备婚礼的过程，那年小鹿讲过，然后你又讲，就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视角，这就很奇妙。同样的过程可能不同的心绪。对，而且我发现辛博的声音非常好听，他的发音吐字非常清晰。这是个很美妙的一个视听的享受，恭喜辛博！谢谢陆毅老师。这篇稿子看上去好像在吐槽，其实里边包含着我觉得是满满的善意和爱意，这也是我们俩生活里的每天发生的事情。然后每个人都会对对方说：“你要是想吃，我可以陪你吃。”我们俩在一起的年头很长，结婚对我来说肯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大家下午好，我是今天的新郎王辛博，欢迎大家到场来见证我们的婚礼。因为我们俩风风雨雨很多年了，其实是一个相互托举的过程。他天然的会相信一切，我天然去怀疑一切。好漂亮啊，宝贝！但是他也会用他的身上散发的阳光来照射一下我，告诉我世界也挺美好的。我们希望的就是一切不要改变。在场的喜剧人都知道你可太难接了，但就在刚刚我变卦了，就是无论未来发生什么，我都一定会像今天一样稳稳的
接住你。我们先看一下魔王的得票情况，请看大屏幕。213，这个分数很难超过啊。其实我们现场满分只有220分，多子轩和辛博中是不是有人能够超越付航的分数呢？请看大屏幕。哎呀，分数是可以的，197很高。 152、191，那按照规则，魔王付航守护他的金牌成功，守住了。还第一次有魔王赢了，西单历史上第一个赢的魔王。而多子轩和辛博要暂时前往待定区。他的专场叫《江湖儿女》。 绝对就值回票价，这都完全值回票价，绝对是线下之王级别来的。这回我来，我为啥我还挺开心的？就学习嘛，学习，然后这个快乐，然后还认识一帮好朋友，确实紧张了。咱也不要找原因，你不行就是不行，这得认，爷们儿，得认。咱是老爷们儿，咱就回去慢慢改。然后呢，哪儿不行，咱就去弥补自己的地方不足就好了呗。多子轩的性格就是那种。 一下我要不然就不挑战，挑战我就一定要挑到底。其实他就按他线下那么演就很好。辛博他的优点是什么呢？他一又不胆怯，第二他永远讲自己想讲的东西。辛博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精妙的写手，而且对自己有严格的要求。那恭喜付航守护金牌成功，在后面可以复活一位演员。 哇，拿到金牌还是很开心的，因为我可以让一个脱口秀的朋友们回到这个舞台，这个我觉得还是特别特别开心的一件事。因为很多脱口秀演员他们就是来到综艺舞台上面，今天我说了，比如说多子轩，他们都是第一次来，所以说有一些水土不服。但是见过他们那些精彩瞬间和流星划过的我呢，我就觉得，哎呀，他们要是有第二次机会就好了，要不然还要等1年。 结果咱们这个赛制又很好的弥补了这一点。这节目打了3季了，这是第一个守擂成功的魔王。以往的魔王，别管我们谁，都被新朋友打下来了，也挺不容易的。最后，我们也跟4位老友再问一句：整个上半场有哪些朋友是印象很深刻的、最喜欢的朋友不？ 反正非常都很精彩，都很漂亮。然后真的魔王挑战赛这节目这是第3季了，第一次有魔王赢，是咱多丢人，你说真是厉害，还是宝刀未老，当然人也没老，还得是你。我现在挺紧张，是吧？对，就是希望这个各位选手们不要因为付航他守住了，就对这个环节产生紧张感。有的人还是很好打的，希望大家还是有信心啊！祝福大家。真的今天很开心，我感觉看到大家这么多很独特的风格，而且像多多就是这种巨大的成长，林演期特别鬼马的风格又超出了你的想象，我就会觉得哇塞，就是之前有一段时间会经常有那种。悲伤感，因为感觉好像自己也会遇到那种创作的一个平稳的时期。哦，是吗？你看人家专业脱口秀演员就是悲伤感，我就很庆幸，还好生得早，赶上了好时代。对，但是我今天看完还是觉得很受启发，就觉得喜剧创作的空间还是那么多，我们还可以继续去探索，会觉得很激动。因为我确实来了3季了，你说按理说这一季应该。大伙儿这个老选手都知道什么样的，一般来我们都喜欢看新人嘛。哎呀，这个还能有新的选手涌现吗？哎，没想到不知道怎么翻兜，你说哎，找来找去一倒，哎，倒出一号来，是吧？你看，哎，觉得还这么成熟，这么好的一个演员，是吧？那找来找去又找着一个这徐不气，是吧？你看整个这个风格什么的，在这舞台上还有一种。莫名的契合感，你说他好像又不像我们之前这3年看的脱口秀，他好像又让我们心里特别舒服。我觉得这个下午让我觉得还挺意想不到的。
我就觉得不同的风格都有，然后我期待着的也都还同样的好，无论是王悦还是大宅，还是我最喜欢的林简琪，还是会给我们惊喜，这真的挺难得的一件事儿，所以很享受。尤其这些演员其实压力更大，就是我已经张开嘴咧开嘴，我等好了，你没满足我，其实我的视线在这儿呢，你到了这儿我都觉得好像没那一次好像那么好啊。但是没事儿，我说的还是那个，就是大家能放松心态，一松下来，我觉得就一下能好很多。今天看到了，真的是一下子，这半场其实就是各个什么川菜、鲁菜、粤菜，什么各种都端上来了。那希望后边能够看到更多精彩的表演。罗岳老师作为这2周看过最多脱口秀表演的人，我就是觉得生活当中很少有机会感受到燃。但脱口秀和脱口秀的舞台就特别的燃，好像我所有的情绪可以在这个舞台特别妥帖的得到安放，没有人会嘲笑你，那种感觉特别的美好。所以我想谢谢每一位脱口秀演员，脱口秀开始的那一天才是我们夏天真正开始的时候。谢谢罗岳老师，也借您的话，谢谢所有的为我们演出的演员，也谢谢在场的观众，谢谢你们！我们恭喜本场晋级的5位，也感谢我们的戏份组组长。我们下半场精彩继续，欢迎各位回到淘宝闪购喜剧之王单口季第3季第1赛段盲盒抢金赛比赛继续。上淘宝闪购搜夏日拼团，点外卖拼团更优惠。本节目由淘宝闪购独家冠名播出。笑点稳稳接住，成长稳稳守护。感谢让宝宝成长有底气、上场有实力的皇家美素佳儿特约赞助播出。第1位上场的朋友，新朋友还是老朋友，这个事儿还真不好说。对于有些朋友来说他是新朋友，但对于可能你看脱口秀时间更长的朋友，他其实是老朋友。我们掌声有请这半场的第1位演员，欢迎赵有成。OK， 大家晚上好，我是赵有成，谢谢各位，谢谢。OK， 哇，干脱口秀确实很多年了，但是还是很难体面的跟老家长辈解释我到底在做什么，就是每天晚上叫这么100-200个人，在一个小黑屋里面，禁止录音录像，今天还没收你们手机，对吧？我在上面讲，你们在底下鼓掌。我爸一听就懂了，哦，传销。因为我爸前几年真被骗进了传销，我现在想起来心里还有点难受。难受不是说他被骗，而是因为他被骗那天我在场，我看着我爸进去的，我不是没劝他，我也劝了，我劝他不要错过这次发财的机会。我俩不知道啊，当时的场景是我和我爸一起参加同学聚会，我俩不是同学啊。是我爸的同学，我叫他李叔，一见面说老赵，带你发财，我有一个特别好的项目，你今天先投6万。我说肯定是骗的呀。李叔说2年到手1040万。我说李叔应该是有说法，应该是啊。具体什么项目呢？李叔原话，带我爸去广西北海，买一条高铁。买高铁？我说纪念品吗？比如说高铁载人那个，现在才明白李叔当时用了一个双关。载人那个没听出来。第2天我爸跟李叔买机票就去了，一到那儿给我们发消息说完了是传销，我们才知道被骗了。我妈赶紧收拾行李说你在家好好待着，我一定给你爸救出来，让咱们一家团聚。我妈一到就给我打电话说你快来呀，咱们得一家团聚。这边机会多，我说我在上海挺好的，他说上海再好也就是全国第2。你没听说过那个排名北上广深吗？我一下就懂了。
太疯狂了，这一疯狂的骗我。哎呀，我说那你们这违法，就打击你们呢。他说这个叫正面打击，但是侧面扶持，暗中保护，低调宣传，疯狂的骗我。我说不可能对吧？我寻思陷这么深，什么时候能出来呀？没想到我6月初毕业，6月底俩人回来了。真的，我当时研究了传销骗人就2种方法嘛，先是让你进来交钱，然后让你骗朋友也过来交钱。但我爸妈2个特点，一是穷，2是因为穷导致人缘特别差，所以他俩没有骗到任何人，就单纯他俩的积蓄被榨干以后，被传销组织给优化掉了。6月我们一家3口一起毕业了，俩人回来可怜巴巴，分文没有。哎呦，可怜！我当儿子，我得给他们复盘呢，我得给他们算账啊。说俩人2年被骗了12万，我这么一算，合下来一人1个月2500，包吃包住，还是海景房。我说那是得低调宣传啊！你真宣传这些老头老太太，没人去养老院了，是吧？朋友们，能听得出来我在抵制传销吧？因为真得强调一下，每次讲完都有人在底下点头，说其实挺划算，是吧？比上海便宜多了，是吧？别往那儿想，别往那儿想，因为那个窝点肯定已经被捣毁了嘛。包括李叔，现在我们也不叫他李叔了，叫李某。李某，真的，这个伤害必然是持续的。我现在总感觉是不是谁都要骗我，尤其是刚做脱口秀的时候，是一家俱乐部打电话给我。说我们这边有一个新兴的行业，我说具体做啥？就是每天晚上叫几百个人关一个小黑屋里面哈，你随便在上面讲，他们在底下听。我说我不敢去，然后还是我爸支持我说你就去。我说万一骗钱怎么办？他说骗钱，参加没有钱能被骗了呀。都说有钱不一定带来安全感，哎呦，没钱可以，没钱可以，尤其我们在前几年的时候还被正面打击了。人心惶惶啊，只有我胸有成竹。我说没事儿，应该是侧面扶持咱们的。OK， 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我是有成，谢谢赵有成。喜欢有成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3、2、1，请锁票。谢谢有成。你讲脱口秀多长时间了？看怎么算了。从被骗进这个组织开始算的。从被骗进这个组织，应该是大学的时候，然后参加过一次训练营，那是16年。正式讲话应该是18年，应该是18年。对，其实有成在没录节目这几年，一直没有离开节目，就是做编剧啊，在幕后帮助大家。不知道马思纯还记不记得吐槽大会的时候？吐槽大会是我的编剧，对，给马老师写过，然后去年也给鲁豫老师写过。还上了热搜，对，属于两边活都接的那种哈。混口饭吃嘛，不容易。感觉你变帅了，然后中气十足啊，真的是好洪亮，丹田发声，是吗？是的。不错，我觉得这一票我是因为我觉得你开场还是有点紧张的，但是开场不容易啊。对，是挺紧张的，没事儿，我觉得。接下来的选手好好比吧，我觉得我后边开的还行。对大林来说这是新朋友。是，您好，刚认识您，别，您别客气，对，没少那个给搭档写段的时候骂您，没事，对不起。那都你写的，也不全是，有一些是。早看你不是好人啊。对，现在觉得就您。可能是因为您总健身吧，是吧？您这个哦，对啊，所以这中气特别足嘛，身体特别好。我是觉得我不成熟的小建议，你下回就是可能麦克风，比如稍微远一点，离远一点。你看王烨其实也是，他声音也特洪亮，但你看他每回他麦克风老放在这儿，他老搁这儿说。您这有时候声音太大，确实是，就我们刚想要乐的话，您这又给我吓回去了，稍微有点。OK， 是，别的没都特别好，您是很成熟的演员。我是后边还真是可以约一下稿。我一听原来这么多精彩的这个作品都出自您手。现在拍来及吗？现在有点来不及了。那你现在拍就有点刚刚正面打击，现在侧面扶持的意思。
那我还是选择暗中保护吧。高调宣传吧，高调宣传，高调宣传吧。行。我是觉得脱口秀编剧们特别了不起。之前老说每个人能讲5分钟脱口秀，那是对于会讲脱口秀的人。像我们这种属于会背5分钟别人给我们写的脱口秀，而且他要根据我们的特点，所以我觉得你们非常的棒。真的，因为我觉得脱口秀它特别可爱一点，它就是特别包容，它有很多的多元的评价体系，就你可以是各种各样的。是我也是，就是去年上半年没有演出，就是我挺质疑自己脱口秀演员的身份的，然后一直在做编剧。去年是什么契机让我重新开始讲？就是何广智拿了冠军的时候，他参加一个罗老师的采访，问我看了没有，我说我看了，其实我没看，然后我就回去特意看了一下，他说他第一次去上海看的演出是我的演出。然后还说我在我身上学到很多东西，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挺感动的，就是冠军都不嫌我丢人，我为什么我都没有资格嫌自己不好？然后我就重新开始讲，然后就今年来到这儿，我觉得一切都特别好，我就接纳自己，很接纳自己。您往这儿看，桃李满天下，这属于是啊，都是您写完稿，人家跟说一说呀。买桃李就上淘宝帅哥。你掌握太多这个不需要的技能了。还有，告诉你一个数字，欧美脱口秀演员基本成的基本的年纪是10到15年，你还有好几年。对对，我就乐观一点看，就是哎呦，还有5年的时间，加油！有成演完，我们备战间的朋友们，有没有演员会向赵有成发起挑战呢？请看大屏幕。有2位朋友向你发起了挑战，那请有成先来到休息区。赵有成也算是我进脱口秀圈里的前辈吧。我人生第1场开放麦就是他主持的，命运的齿轮又转动回来了，就感觉想打一下子挺好的。大家好，我是七友啊，我今年30岁，讲脱口秀已经有6年了，目前是一个全职的喜剧演员兼一个全职的乐手。我讲通过曝光，然后给我的乐队带来一些登上大舞台的机会。接下来的这位朋友是这个舞台的新朋友，他除了脱口秀，还是一位摇滚人，所以他每天的生活就是 rock and roast， 同时拥有脱口秀和乐队的夏天。我们掌声有请七友。大家好，我是七友。对，我是一个摇滚乐手啊，但我最近刚剪这个新发型，他们都说我现在是摇滚鲁豫。对，其实我是一名贝斯手，大家都知道，对，乐队中存在感最低的一个人。怎么说呢？我们乐队现在就在演出，没人发现我来了。我身边是有人不知道这个乐器是什么，问我乐队玩什么，我说贝斯，他问我贝斯在哪，我说我贝斯在家，他说在家不叫贝斯，你那个叫 gap。我说 gap 是啥乐器？他说 gap 就是什么都不做。我说那不就是贝斯吗？我告诉朋友，存在感低是因为我们贝斯是一个低声部乐器，对，但它很重要，它是负责兜住整个乐队的。你可以看不到，但不能没有。贝斯是这个乐队的内裤。所以当我朋友说我听不到你贝斯的声音，我说听不到就对了。我说越舒服越高级的内裤越像没穿一样。我说这就是弹贝斯的最高境界，无痕贝斯。他说啊，那你们乐队是不是要每天都换贝斯？其实干摇滚很酷，但学摇滚太不酷了，对吧？我在北京一个音乐学院学音乐，我们学摇滚的竟然有早课。所以我要每天早上8点准时起床学摇滚。
们说你干的什么摇滚？我说全日制摇滚。我就问老师，我说老师，为什么我们玩乐队的要早起？我老师说摇滚乐需要愤怒，而早起会有起床气。他说早起是这个世上最摇滚的事情。我以为摇滚是反抗不公，原来是反抗我生物钟。最摇滚的事儿就是我去演摇滚乐演出，我烟熏妆不能是画出来的。你很难想象，以前摇滚精神是燥，现在是早。本来以为毕业了之后可以持证摇滚，但是发现我这个学校太不正规了。我们学校的学历，学信网不认，但是在摇滚圈含金量很高。这句是我老师说的。然后我就猜，我说会不会我们学校在摇滚圈含金量高，就是因为学信网不认呢？你想在外人看，他说哇，你上3年学不要学历，这也太摇滚了。我毕业之后去找乐队，这个主唱很拽，他说想加我们队，你有什么优势？我说我这个学校学信网都不认。主唱惊呆了，说啊，学信网是什么？我说坏了，遇上真摇滚了。我现在有一支在北京的乐队，但我说实话，我觉得我们这个队不摇滚，因为我的乐队成员们不穷。我们主唱在北京有房。我说有房怎么干摇滚啊？咱们摇滚乐不是要穷吗？啊，摇滚的第一要义就是合租。啊，我合租，我愤怒，我反抗资本家。有房你愤怒啥？房价又跌啦。我们主唱特别正能量，他的梦想是用我们乐队的歌曲宣传北京。我说怎么会有人干摇滚的初心是建设我的家乡啊？这个事不是我们该干的吗？这个事不是说唱歌手该干的吗？对吧？你不会见摇滚乐上台，就你不会看到窦唯说北京东城豆子来了。哎呦，我们摇滚乐手根本就不需要宣传家乡，我们只用杀死这个家乡人。就是我的感受就是，我们主唱虽然在干摇滚，但梦想是有编制。你知道，一个每天在 live house 跳水的人，梦想是想上岸。我觉得他的梦想就是在音乐节发表讲话。咱们摇滚乐不能这么摇，咱们得有组织有纪律。不要忘记，我们乐队的宗旨就是先摇带动后滚。你知道，为了实现我们主唱的梦想，前几天我们队发新歌，我们主唱说，到咱们发新歌的时候艾特一下北京文旅吧。你知道，我第一次见主动要求被管理的。不是，咱们就直接写一首歌，咱们就写一首你要生3胎吗？你看看。就是我现在虽然有了一支我自己的乐队，但我觉得其实我并不是真的摇滚。我时常在想，我说中国真正的摇滚乐在哪里？有一次我演出结束之后坐地铁回家，猛然间一抬头，我发现身边所有的人都在维持一个很摇滚的姿势，大家都在右手握拳，抓紧扶手，随着地铁在左右摇晃。我说这不就是音乐节常用的姿势吗？我当时懂了，原来最摇滚的地方在地铁，最摇滚的事儿是每天早起，坐地铁去上班，去反抗生活。当时我就懂了，我说会不会音乐节其实只是一辆轰鸣而过的地铁，地铁才是日复一日的音乐节。就我们仔细想，在地铁里，我们都会不由自主地喊出那句最勇敢、最愤怒的话，就是你能不能别踩我脚了？谢谢基友，喜欢基友今天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3、2、1，请锁票。再次谢谢基友。
脱口秀整这么多年，又出现了这个新赛道啊，新的品类啊，摇滚乐。乐队叫什么呀？我们是一支风格比较小众的乐队。这一听还不太好意思说这个。我们是一支玩 ska 的乐队，可以理解为雷鬼反派音乐的一种。对。那就是还挺猛的呀，那个是吧？一般猛，你可以听一听。啊。我们乐队叫玩具头 Toy Head。那所以说贝斯其实是平时就是在里边，能说是拨弦的次数比较少一点是吧？相对来说，这个是一个蛮刻板的印象，一般弹的少的都是技术比较菜的。怪不得我以前呢也合作过一些乐队，看样那就属于是技术比较菜的，因为看半天就是身子晃得多，嘣，就是这。这是，这招谁惹谁了？这是灵真起手，哪来这么一出啊？好突然啊！这是博哥最摇滚的照片。这太猝不及防了，我天哪！这是，其实这个也是，你知道这照片怎么出来的吗？按理说这照片应该都是别人给放出来的，这照片是我后来开始有了一定成绩以后，有一个记者跑到我们家去了，说是我朋友，跟我妈聊天，我妈给人做中午饭，做完了以后，他说他有没有之前的资料什么给我看，这全是我妈给摊开给人拍的，一张一张给人拍的。就这些资料应该原始只有纸质版，对吧？对。好家伙，入室坑骗了咱老太太。对，所以说你们现在的海报大概是什么样的？能宣传。可以关注我，然后看我们乐队的。不用这么羞涩了，节目组刚跟我说版权的事情搞定了。我们听一下吧。博哥下来跳舞嘞！太适合博哥了。这音乐太棒了。作为一个波波头女士，想对另外一个波波头女士说两句话。其实我先知道七友，是因为有一次我在做功课的时候，我会就是查这个，然后他们有一些歌，我没有怎么听音乐，但我看了很多歌词。因为他那个有一句话我一直记得，他说没有金钱无忧，没有欲望烦忧，生活在这城市我才感到自由。正能量，正能量，对，又摇滚又温暖。他讲的特别好，特别松弛，我觉得是真的很松弛，就是那种摇滚感觉的松弛，而且没有我故意要反叛什么，或者是我故意要刺痛谁，我就是讲我自己最在乎的事情。对，就是讲相信的东西，我觉得特别好。谢谢七友的表演。那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位演员呢，00后，但是这个舞台的老演员了，台风成熟老练，也是咱们东北赛道的高材生，欢迎于波。嗨，朋友们，我叫于博，很开心我回来了。我去年也来过这个节目，但是巡演到现在1年，我了解我现在的知名度就是没怎么上来，但我消费已经上来了。哎呦妈！我上个月在成都花了300块钱剪了一个头，太激进了，300块钱我没剪过，我只剪过50块钱的头。我说300块钱头得咋剪？我得自己再带5个头来。不知道你老当跟班的，没当过带头的。你只有去了之后才知道，300块钱全是过渡服务。有一个人专门给我洗头，一个人专门给我吹头，还有一个人专门催我办卡。知道的开始问说：“帅哥您好，您这个发型啊，前额有什么要求？刘海有什么要求？鬓角有什么要求？枕区有什么要求？枕区，这都是谁呀？
我头里有这么多人吗？给他们拉个群吧。没告诉过我有什么要求，就我妈告诉过我，她对我发型有什么要求。我妈要求我那个头发剪得快。从小到大，我妈、老师说头发不耽误学习，只有这一个要求。我们老师、高中班主任说那个话夸张，说你们这些人在班级不用现在留那花里胡哨头发有啥用？等你们以后考700分，爱留什么头留什么头。我就想留斜刘海，代价是不是有点太大了？要考700，能留斜刘海，我都当高考状元了，图啥呀？毕业时候哪有那斜刘海拨碎？咋跟采访的记者解释啊？人不得问吗？那么于博他高考状元太努力了，什么是你的动力督促了你？我说刘海，他说刘海是你死去的家人吗？我说刘海就是刘海，他今天也来到了现场。解释啊，3年拼死拼活，最后为了当非主流，不讽刺吗？考了700分，为了和200分的同学长一样。但你不能有对发型好看的要求，因为你稍微有点要求，老师说你不行啊，你这叫臭美。臭美，什么是臭美？臭美，臭美应该是我们对石楠花的评价。我都这样了，我最多算臭一般。我们班级的管理条例极其激进，说你们不要洗头，不要洗澡，不要换衣服，专心学习。哎呀妈！最后半年，班级终于没有人臭美了，臭。所有人都是这个打扮，来了个新同学，鸡窝头、黑框眼镜、胡子拉碴，高考状元。第一天报道，卫衣穿反了，最强大脑。所有人都是这个打扮，在我班的标准下，朴树算差生，纯反面教材。穿新衣吧。剪新发型啊！你家长不得给你领回家吗？轻松一下。Windows 98，哥们儿还想上网吧 ？New Boy 上不了我们的 Old School， 就流浪汉能上我们 School。我们班级最后半年，一堆流浪汉坐在班级备战高考。乞丐来我班，以为到救助站了。我们看着乞丐，以为新同学呢。丐帮的本质是作业帮。老师说那话真的挺吓人的，说你们去理发店浪费时间，完全可以自己给自己理发，专心学习。要不说高中生还是得有自理能力。你现在听了会觉得荒谬，那时候愚蠢，信。当天晚上回寝室借的推的给自己剃头，根本不省时间，2个小时就把两边剃干净了，前面后面看不着，中间剩一绺没剃完，后半夜困了，第二天一睁眼睛顶着墨西干上学去了。奥特曼背着书包跑操去了。这发型坐在班级上早自习，太像傻的了，像是那种会把中性笔塞到嘴里边，然后，一看就能给这笔的墨吸干。现在老师当天就骂我，说我追求个性，说我叛逆，说我小郭德纲。说你剪头发还是好打理，和老师剪一样的发型就可以了。他60了，地中海不好打理，墨西干不好打理吗？和你那地中海还互补，咱俩能拼团买1顶假发。你总不能班级40个全是地中海吧？
班级40、50个，谢广坤穿着校服上自习，你不害怕吗？一低头，老师讲台眼睛晃的睁不开。晚自习上到天亮了。班级中间就一片地中海呀，那是教室还是欧洲啊？班级的气候都变得夏季高温干燥，冬季温和多雨了。老师就在中间一站，被地中海包围了。老师是意大利。完，我们纪律的时候都这么说话，说你们不要再说话了，你们不是。他一说话脸儿都看不着，全被他那黑手挡上了。你不应该啊！但这样的教育会培养出畸形的产物，对吧？像我们这种人长大之后会对美有偏见，有的时候看着一个人很好看，就会觉得肯定不学习。我看到巴黎时装周，说这帮人都这么漂亮，哎呀，不认字儿吧？你知道什么是庄周吗？就搁这时装周啊。你会在一定场合下、特定场合去更信任那些不好看的人，对吧？如果今天是一个考试，周围的陌生的考场我都不认识，但是我就是要抄袭，我肯定抄我旁边最埋汰的那个人，对吧？门墙陈明飞，我肯定抄陈明飞。庞博陈明飞我都抄陈明飞，庞博黄渤我都抄黄渤。哎呀妈，庞博那张脸放在考场太安全了，没人看，纯防弹衣呀！哎呀，这个人坐我考场给作文写满了，我以为他抄阅读呢。但不对吧，朋友们？但不对吧？审美什么时候开始站在教育的反面？审美不应该是教育的一环吗？你总得通过教育才能让我知道什么是美，什么是丑吧？丑是我们都不想成为的那个画面，美式咖啡。我是于博，我讲完了，谢谢你们。谢谢于博。喜欢于博这段表演的朋友，不要忘记为他投票。3、2、1，请锁票。谢谢于博。结束的猝不及防，怎么会停在美式咖啡上呢？因为今年我也想当一回傻子。那我必须问一下，这个领域的这个，为啥骂这么难听呢？啊，骂谁了？骂我吗？没有，特好，但是他确实骂我了，啊，完了叮咣烂炸，一直在翻，特好。但是我特别喜欢他那个中间的状态，是他那梗都挺混的，但是他那态度，前面态度都又很正，其实很能说到大家心坎里。说那个于博这些梗都是奇绝的角度击中你，你知道你哪个梗击中了大林吗？小郭德纲。我认为美是小郭德纲。不是，你这都是小笑话。我小的时候真剃那个头，我小时候也真剃，这个是一个真事儿，那个梗是一个简单真相。武桥这段真好，他其实我没想到他是从理发开始，然后用理发贯穿始终，最后其实讲的有一大段关于更年轻时候的那种轻松岁月的回忆，然后最后讲到审美跟教育的对立还是应该站在一起的问题，我觉得太棒了。当你讲到理发的时候，我其实稍微有点担心，因为之前你听到过一些关于理发很好的段子，但是我发现就是一个优秀的演员，他能够从新的角度翻出新的花来。哎，感谢于博，然后那个博还是一个博，对，这也没忘了糟蹋我一回。哎，没有。对，就比如说问大家，如果说我俩在一块儿，你们抄谁的？也没听明白是什么博，反正是都没好到哪儿去这个。但是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是在哪儿？我觉得有一个作品是在讲审美，我特别高兴。我记得以前是木心好像有一句话说，
没有审美是最大的绝症，好像是有这么一句话，大概这意思。我觉得这个作品最好的一点就是他用了一个特别的方式，开玩笑的方式，说小时候上学的方式。其实我们的那些审美都是从最小的时候那点点滴滴一点一点被抹杀掉的，认为它不重要，不，它太重要了。刚才于博说到，说教育为什么没有和审美结合在一起？就是你说那句话的时候，我就感觉我那个一下机灵了一下，就是终于有一个人说这件事情，就会很开心。而且我特别喜欢你蔫蔫的、黏黏糊糊的，然后又有点那个小委屈，一个好词儿没有啊，小委屈还行，小委屈。然后，但是你说出来那话呢，又会让人很中听，就是整个就是很流畅、很舒服，特别喜欢。几位，你们原来留过那种贼叛逆的发型吗？哎呦！哇，这节目组，我天哪！你的好精彩啊！那个波麒麟也太好笑了吧！当时啊，我妈跟家正做饭呢，来一个记者说呀，说是我同学，我妈就给他看了。不是，太可爱了。咱们这些是剧照还是？我那个时候是在做一档那个音乐节目，当时就是每天介绍那个摇滚乐，就每天深夜介绍各种。可能也要配合这个节目的风格是吧？对，稍微有一些，确实波头不太适合主持人摇滚节目，不太摇滚。我这个就是平时那段时间就留的是这个，这段时间还好吧。其实我的最叛逆的时期，就是最另类的时期，是留了一个郭富城的头型，当时。就自己对自己认识太不清楚。好嘞，那于波演完，咱们这一组的对决也要有个结果。那我们先请有成和戚友回到舞台中央。很精彩啊，很精彩！这半场第一个对决就拉得挺满的。那观众朋友的选择会是如何呢？结果请看大屏幕。这个要是没有197票，我就生气了。恭喜于博哦，差2票就开启我们金牌的挑战了。有成136，戚友184。按照规则，2位要先遗憾的前往待定区。谢谢2位的表演。其实出分的时候，我还这感觉很微妙，你又觉得我还蛮好的，然后又会有一点点小失落，就是为什么不能再好一点，就能直接晋级了。大家真的很好，大家都会关心我说，担心我开场这个位置会不会影响到我。我觉得本身就是，这个行业对我能力的一种认可。那我们也恭喜于博198票直接晋级。差一点就金牌了。我知道他肯定低不了，我以为他会掉金牌了。哎，黏糊的多好啊，上台。嫉妒。啊，我今天也别猖狂，金牌第2轮有可能得用。我下一轮赛制是啥？抢夺金牌，物理抢夺，就抢夺你的金牌。你不要试图跟一个律师讨论物品所有权的问题。下一位要登场的演员是一位新来到我们舞台的演员。据他自己说啊，平时就是一个行善积德、乐于助人、货真价实的这么一个老好人。所以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位老好人的心声。掌声欢迎来自厦门来风的武科伟。嗨 ，Hello， 大家好，我叫武科伟，面相老实，看得出来吗？从小就老实，就是从小人缘好，老实人缘好，经常放学路上会有哥们儿等我。有个哥们儿每次见我来都很高兴啊，会掏出小刀耍一套，让我把钱给他。我后面反应过来，哦，这是勒索。我之前一直以为他在卖艺的，很难确定的。然后这个哥们吸烟挺有意思的，烟吸进去，从嘴里吐出来，能再从鼻子里吸进去，帅。那是我们村第一台抽油烟机。他跟我们说这招叫做追龙，我说这应该叫方太吧。谢谢武科伟。
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演员，掌声有请朱大强。哎，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大强。我有一次在酒吧里面喝酒啊，遇到一个男生，明显是喝多了，他端着那个酒杯过来跟我讲一些胡话、荤话。讲完以后呢，自己给自己找台阶下。他说：“你要理解，你要理解，我们男的嘛，有时候喝多了就是会酒后乱性。”我说：“哟，乱性是吧？那你以后就跟我姓。”我说你以后跟我姓朱，你们全家都跟我姓朱。我当时举起酒杯，跟酒吧所有人说：“我说来，这个酒吧以后所有人都跟我一起姓朱。”听出来我也喝多了，我真的喝太多了，重申之我在酒吧反清复明啊！谢谢朱大强。接下来有请三角猪俱乐部的主理人戴维。Hello， 嘿，大家好，我是戴维。确实是老朋友了。其实我今年已经37了，对。都说男人过了25就是60，所以我今年72。我觉得人的衰老它不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它往往就是一瞬间。我的那个瞬间就是我女儿第1天上幼儿园，我把她送到校门口，给她系鞋带，我一弯腰就闪到了，我当场给她跪下，好久都起不来，女儿当场吓哭，也给我跪下，爸爸不要死。那天学会一个道理，小孩鞋子还是得买魔术贴的。我很仔细的回想了一下，好像就是在我女儿出生之后，我身体就开始有这种断崖式下滑。我感觉自己跟一个水果手机一样，就下一代一出来，上一代就很多问题。那现在很容易累，就感觉续航变差了，那相当于电池老化。那接下来中年发福，就电池鼓包。再往后憋不住尿，电池漏液。谢谢戴维。戴维演完，我们这一场的 PK 也要有一个结果，观众朋友会给他们什么样的结果呢？请看大屏幕。恭喜戴维，164票直接晋级。看了几组 PK 了，看了几组挑战了，接下来我们玩一点不一样的，好不好？我们要开启下半场的魔王挑战环节。而接下来要上场的魔王，他们是一组大家的老朋友。虽然是2026年的夏天，不知道为什么我感受到了一丝雪国的气息。我们的这个漫才魔王是谁呢？哇！怎么请到他们的？我的天了，我感觉回到了2020年高中时候躲在被窝里看脱口秀大会的那种感觉。大家好，我是王建国啊。元老级别的 OG 级别的，在我的心里，我一直是那个守墓的人，这个世界是我看的坟。在我妈眼里，宇宙的尽头就是铁岭。我妈还听说王建国是盘锦人，就问我，你说宇宙的尽头有没有可能是盘锦？地大物又博，还有王建国。我觉得他俩应该就是要么转战综艺，要么转战幕后。没想到他们今年会以大魔王的身份重新回到赛场上。就是越过万重山，喜剧还是他原来的样子。喜剧真好，喜剧让人重聚。让我们欢迎这对老朋友第1次搭档讲漫才，有请王建国、李雪琴。大家好，我是王建国。大家好，我是雪琴。哎呀，建国老师，咱俩见一面挺不容易。我见你一面挺容易的呀，随便充个会员不就看着你了吗？你看你这话说的，你不充会员，那广告里更有我。老雪，你变了啊！
以前多实诚一个人啊，现在你好那个，我好啥呀？你好星期六，有点正事儿。咱俩今天舔俩老脸，站那块儿还整个组合，你不说要讲漫才吗？这倒是真的啊！我甚至呢把我们组合的名字都想好了。啥？我们的组合就叫“昨天晚上我梦到我太爷和我太奶了”。我太爷和我太奶呢2个人一起过来找我聊天，一开始呢聊得还挺开心的，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越说越生气，越说越生气，到最后2个人联手打了我一顿。你这是个名儿？特者号死去的 CP 又来攻击我。行，那死去的 CP 咋没把你带走呢？你有点正形吧？我跟你说啊，漫才我一点不懂。漫才很好理解的，通常就是2个人给大家站在这里演绎一个比较虚构的故事，比如说就是我演一个过气的喜剧演员，生活里头就没招的站在舞台上就苦苦挣扎。虚构的部分在哪里？咋说话呢？那没准我明年我突然就大红大紫了呢。啊，虚构的部分在这里。老姐，你过分了啊！开玩笑的，你别往心里去。是那未来的事儿谁知道呢？未来的事情我知道。我收到了一封信，是50年后的自己写给现在的我的信。你看人不红啊，是容易疯。我把这封信带来了现场。你还真有。国仔你好，见字如西兰花。不是见字如面。我现在正在断碳水，所以就不能提面这个字了。还好。国仔，我是50年后的你呀，你一定怀疑我的真实性吧？我现在就证明给你看。我说个事情，我们最爱喝的酒是25斤装的，25斤也太沉了吧？是的。酒是沉的香啊。是我。国仔，首先聊聊我们自己吧。这个时期的你，一定总因为写不出东西来，天天急得直跺脚。相信我，未来就不会有这个担忧了。呀，行啊，未来你灵感大爆发了。未来的我只剩1条腿了，没法跺脚。未来这么惨吗？倒也不用为我难过，我现在1双袜子能穿2天。心态倒挺好。国仔，未来50年后的今天，人类实现了永生。为了永生，鸡蛋7个，矿泉水8个，无糖可乐3个。永生的配方好朴素啊！王姐结婚2000，取件码5637，一会儿别忘了倒垃圾。哎，你拿人家信当便签了，你说点重要的。王姐结婚随多了。永生，怎么是永生？为了永生，记得保持身体健康，减肥吧，国仔。争取活到50年后。因为永生的手术是按照体重收费的，你知道我的1条腿是怎么没的了吧？哎呀，这就为省点钱。那咋了？想省钱你还不容易啊？想省钱用淘宝闪购啊！而且悦享会员还能享受1对1急送。你商务多，你也不能说加就乱加呀，人家信里头说的是大腿的事儿。我说的也是大腿的事儿，淘宝闪购才是真大腿。专业。找不着了，跟丢了。你这商务加的，国仔，告诉你个好消息。未来讲谐音梗终于不扣钱了。哎，行，终于让你盼到那天了。而是会被判5到10年。真给你判了。现在的我还剩下2620年。不是咋的？你干谐音梗园区了？由于时间管理局的规定，我不能告诉你未来双色球的中奖号码。这时候严格上。因为说了的话，我会被判15天拘留。那你就说呗，2000多年你都蹲了，你差这15天？15天可是半个月呀，我的半月板一直不好。就是今天的我造成的。说说身边的人吧，赶紧吧。你应该多了解了解雪琴，
哦，还有我的事儿啊。毕竟人家可是写过《红楼梦》的人。那是曹雪芹，我姓李。他唱的《红日》也很棒呀。那是李克勤。他的《碟中谍》也很好看。那是汤姆克鲁斯，跟雪芹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这里有没有我？有，看着了。你记得告诉李雪琴，过2年他会有一个大节。什么节？上海国际电影节。哎呀，2000年还是判少了，咱们也给你枪毙了。啊，跟雪琴还是要多多沟通的，毕竟3年后你俩会生一个大大的气。我现在就能生一个大大的气。生气的原因是因为你说话大喘气。生气的原因是因为脚好痒。我生的脚气呀？不是，我说我现在脚就好痒。你现在是不是就一双袜子穿2天呢？哎，有原因啊，原因是我们最后一次见西兰花的时候。啊，就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呗。啊，咋的了？我想请雪琴吃一家很好吃的红烧牛肉西兰花，但是她说她在减脂，不能吃西兰花，只能吃西兰花。我说给我个西兰花籽，她没给。我说你不看生西兰花，你看佛西兰花。别讲，还有一番。我记得当年念到这里时，雪琴会把我们手里的纸抢过来扔了。帮我告诉他，他扔的纸不是一般的纸，是兰花指。对了，还有一个，我看看写的啥来，你别念了。啊，对了，还有一个好消息，盘锦现在成了宇宙中心了。而铁岭真的成为了宇宙的尽头。我的妈呀，那宇宙连辽宁都没出。除了东北，其他地区融合成了一个超级大都市，统称三亚。我为这个城市想了个宣传标语：1+2等于几？三亚。没算错呀。当年我们总想着从东北走出去，现在机会都在东北，但很可惜，我却再也回不去了。好悲伤。因为啥呀？因为我还在坐牢呀！你该呀，还有逻辑，有些还有逻辑。在未来的世界里，人们总怀念2026，人们总说26年的车马很慢，发个邮件也要1秒才能收到。人们还在担心自己会不会被 AI 取代，其实 AI 不会取代人类，人该累还是会累。放心吧，朋友们，也没有更好，也没有更坏。要我再帮你生成一些 AI 没有取代人类的话，这不还取代了吗？开个小玩笑啊，开个小玩笑，就写到这里，未来再见吧，永生者们。完事儿了。这封信呢，你好好留着吧，寄过来一次不容易。其实我这里还有一封51年后的自己写给现在的自己。话那么多，你自己搁这念吧。谢谢大家。谢谢何仔，谢谢雪琴。喜欢2位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们投票。3、2、1，请锁票。谢谢2位。旺财，旺财，旺财，旺财！从何说起呢？就从签字售书说起。我访问你俩，咱们太像昨天、今天、明天了。我其实非常紧张，我从来没有演过，所以就是我在后来都快吐了，他们都不让我喝水，怕我在台上漾出来。非常非常确实没有那么会搞慢才。我也胃一直疼，然后我不光不是慢才，我都多年没上台了，我都怕我走丢了，我就。而且你俩其实没有搭着演过，没有，好默契啊，这事儿没有。哎，你看，我没有就是没有。6年过去了，还是爱看这些玩意儿了。
这个我还真是没想到，这是第一次合作呀？对，第一次合作啊，在我印象里边，你们俩好像老合作，怎么感觉？口头合作呢。我这到现在我还记着，就是挺早以前的了。那时候反正在那说的时候，你那时候还是习惯手一直搭在一个麦克架上，对对，然后就是这永远是以包袱存在，是吧？再也不扶话筒架了，手旁边必须得有人搭着啊。太美了，纯利用，纯利用。哎呀，啊，我就一直这样看他们俩，就好高兴啊。对，然后我刚才脸上绽发出了很多观众一样的那种。就是我刚才拍的那个点是建国在那找字儿，他们俩一块在那找字儿，就有一种那个年迈的夫妻俩的感觉。找不着了，跟丢了。因为那个很明显是真没找着，然后我知道，就是很可爱，然后又有点心酸的感觉，就是，然后我就突然想到那个雪晴第一次来上脱口秀大会吧，对，第3季，对，然后想到那个时候的你们，然后想到现在，就是有很多画面，包括那个时候的我自己，就好多画面会浮现出来，真挺好的，我们看贼开心，贼温暖，谢谢，而且很浪漫，会觉得不是说我觉得不是 CP 的那种浪漫，而是文本里面的，然后你们俩自然的一种默契的那种浪漫感。哥们儿嘛，哥们儿嘛。其实我觉得那个大伙儿觉得浪漫，其实是怀念当年的我们自己。尤其从国仔身上看到一股那种生涩，那高中生，你现在是南大。人家2句话其实就差了4、5年呢，高中生还是南大呀？你不都永生了吗？不差这4、5年了啊！是得嘞。啊，这还挺好的，让人。实话实说，2个人演是比1个人演还是要不那么害怕一点。对，反正感觉丢人，2个人分担的那种感觉。对，你当年跟张博洋不是这么说的，是吗？我们俩大概1+1等于0.5。对，我们以后还是好好自己讲吧。你说张博洋是吧？你看，跟我搭过这漫才老庞，我也是。大家好，我是庞博。大家好，我是王建国。我们是日抛兄弟。有一个算一个，都还行嘛。但是国仔中间那块儿，我能看出来是真忘词儿，或者真没找着。是没找着。但是那一下，反正比你自己讲脱口秀不担心，因为我觉得你旁边有个人，是他一定能帮你兜一下，一定能帮你找着。他真帮我找，我真帮我找着了，我是在这里。所以这个升华出来了，这个漫才跟小品之间的东西，你知道，开始有人物了。鲁豫老师也是全程一个长辈慈祥的笑。对，终于明白什么叫姨母笑。你知道我当时也是就很感慨，觉得哎呀，很多年过去了，他们俩配合太好了，所以我当时就想，一个成熟的演员，一个优秀的演员跟另外一个人，他们俩在一起合作就是能有火花。所以那是什么样的好演员跟什么样的好演员能够在一起是1+1大于2的？比如你们俩，其实博洋也很好，可是如果2个人的，我自己感觉2个人的舞台人格都是那种极怪的怪咖的话，有点犯冲。所以找到2个好演员是互补型的，特别合适。我感觉得是，包括他们，其实他们今天这个文本我也特喜欢啊，看训哈，包括这个啊，包括它的内容是，而且他们俩这个搭配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让建国自己给自己写信，然后雪琴帮着一块儿瞅这个，其实这本身就会让大家不自觉的就有一种特别能够沉浸其中，因为它是一个特平时一事儿，然后还加入一点微微的科幻元素啊，这个特好。这个本子是谁？您2位谁写的呀？我们一块儿传，然后没有我就改2句，主要是他，然后还有一些其他做漫才的朋友们，非常好的朋友们。哎，但是为什么您2位不选用之前特别习惯在舞台上那种就是平时说脱口秀的方式，然后再说呢？就为什么一定要演一个东西呢？其实你们俩站台上各抒己见不也挺好的吗？因为我们俩呀单独说呀，谁也写不出来稿子。你说巧不巧？没想到吧？不来了。哎，分则铿锵瘪肚，合则天下无敌。没有。分则只有我吭哧瘪肚。很好，那比赛还是要继续的。有没有朋友会发起挑战呢？我们请看大屏幕。快来挑战我们吧！加油！去吧！加油！慢才！终于要开始了啊！好梦幻啊！
终于能上台了。开始了，这是我第一次踏上西单的舞台。因为我们私下关系很好，也知道他，我不知道他接下来会不会讲，他会不会再上舞台，我都不知道。他再讲漫才就更不确定了。所以我觉得有可能这是我们和他们最后一次在舞台上同台吧，讲漫才，所以就特别珍惜。他们俩肯定没有我们俩默契足啊，对不对？对我们俩天天在一块儿，他俩也不是天天在一块儿。我们俩是我们俩是搭档。安全出口、肉食动物也都是非常优秀的漫才组合。我们先请建国、雪琴来到休息区。登场的第一组漫才组合，台上虽然是2个人，但有可能会发出3个人的音量，因为我们在四面八方都会看到他们的标注，因为他们是安全出口。掌声有请！大家好，我是王灿。大家好，我是大队长。我们就是安全出口。大家好。哎呀，好开心来到这里，真的。哎，欢迎来到这个喜剧之王漫才季啊。哎，确实啊，挑战魔王啊，我们作为一个节目新人，是，感觉有点冲动了。但是我觉得这样很帅，你们觉得呢？很帅。啊，因为我最近经常看那种格斗比赛。就那种 UFC，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看过。里面有很多中国选手都很帅。你像李景亮，是都认识吧？张凯丽，都认识吧？张伟丽，张凯丽都穿足力健了，还打格斗呢。张伟丽，拳王特别的帅，中国力量，特别羡慕他们，是吧？哎，我就今天特别想体验一下那种当格斗选手的感觉。哎，想演一下格斗选手的一天，怎么样？可以啊，那我们就来一下，好吧？格斗选手的一天，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醒了啊！要不今天不去了吧？大学生啊，大学生啊你，勤奋一点，勤奋一点，勤奋一点。哎，洗漱，刷牙。哎呦，干呕。啊，带了个假牙，带假牙你刚刚刷毛线啊？刷假牙不就行了吗？刷假牙啊！哎呀，刷假牙就别呕了。这样，我来演你的教练啊，我带着你练，好不好？不然你还得吃早饭。训练我啊！这个明天的比赛非常重要。好的，教练。今天要对你进行一个特训啊。你觉得教你泰拳怎么样？泰拳好啊，是吧？就那个吗？哎，这什么泰拳？泰拳很刚猛啊，讲究用你的双拳、双肘、双膝、双腿去发力。用这4个部位发力。明白了，教练。明白了，站起来。谁让你同时发力了？不会没关系啊，看着我教你啊。首先，双手护头，核心收紧，哎，重心在你的2腿间来回移动，差不多呢，就是能是这样吗？干嘛中场休息你上啊？我跟你说，不会没关系，不会你可以看着我，我慢慢教你，教练行不行？教练，你别生气啊！这个泰拳我确实不太明白啊，但是我最近也没闲着，哎，我自己在家研究了一套招式。你研究了一套招式，是一套掌法，以你的名字来命名的。我的名字叫做大队长。你研究了一套大队长，顾名思义就是将2个手掌对到一起。然后呢？别打了！这是大队长吗？这不大老王吗？一点气势没有吗？打格斗最重要的就是有气势，入场就要用你的气势压倒对手。好，教练，明白了啊？我身高180，我身高180，说你自己的。我体重160，我血压170，我臂展185，我臂展UP主。什么逼人啊？这逼了嘛？你上一边逼了。可能我表达的不清楚，就是你要吓唬他，你明白吗？吓唬他，吓唬他，把假牙掏出来。不是 jump scare，
是你让他觉得他赢不了你啊！哎，完全赢不了你，赢不了我。哎，哼，我告诉你，怎么着？你赢不了。凭什么？我爸是裁判。你爸是裁判能行吗？你爸不能是裁判，你得稍微得让他脑袋混乱啊！哎，让他心智紊乱，扰乱他。明白了？哼，我告诉你，怎么着？我爸是你爸。哎，乱不乱？乱不乱？乱不乱？哎，那不行，那你爸也是裁判了。我爸也是裁判，自己都乱了。放狠话你不会吗？放狠话，放狠话，对我放狠话。我今天我就在这个花椒笼里打死你，信不信啊？八角笼啊！花椒笼给我去腥来了，打死我是吧？来来来，打死我！麦都给打掉了。来，继续打，继续打。别打！大队长啊，喜欢用大队长。哎，宝贝儿，打比赛呢啊，快被打死了！爱你，爱你。快被打死了，还有空回女朋友消息？忙不是借口。没有回不了的消息，只有不爱你的人。最讨厌上价值的人，上价值。别腿疼，腿疼啊！给你踢坏了。外边是不是下雨了？外边。风湿病、高血压、戴假牙，是不是还穿足力健啊你？去医院检查。去医院吗？妈呀，还是个老将。喂，那个老板，对，我问医生，应该不影响明天比赛。问一下，谁是你们那个病人的家属？哦，是我是。你是他？我是他教练。你是他教练？对。你怎么当的教练啊？怎么了？那么小个玩意儿怎么打格斗啊他啊？哎呀，他有梦想，你别管了。行了，签字吧。哎，考虑一下啊，保大还是保小？保什么大小？问你保大腿还是保小腿？大腿没了，小腿留着干啥？鸡毛啊！放家里供着呀！这是屁股，这是小腿。你别激动啊，这里是荒诞了。这里是医院啊，不要大喊大叫啊！我们已经做过检查了啊，病人的脐带已经完全撕裂了。韧带呀，脐带撕裂。今天之前他跟他妈妈一直连在一起。你别说这，喂。有情况啊？啊？咋了？哦，不需要，谢谢。骚扰电话接这么认真干什么呀？病人什么情况吗？病人什么？病人叫什么名字？叫王灿。王灿是吧？正在手术中。但是好像出了一点小意外。咋了？哎，他出现了一个这个大出血的情况。这不是小意外啊！现在需要这个紧急换腿，换血吧？你是 O 型腿不 ？O 型血，换什么 O 型腿呀？谁换了 O 型腿这么大格斗的？儿子，我儿子呢？王灿母亲，我儿子是不是出事了啊？他在手术，对不起，我就知道。您怎么知道的呀？本来跟我连一起，连得好好的人没了呀！真是期待啊！期待！谢安全出口。喜欢这顿慢才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倒计时，3、2、1，请锁票。掌声再给安全出口。谢谢。为啥会挑战国仔和雪琴？因为就是想，大家慢才都凑到一起，然后能好看一些嘛。然后也是和这些老人们，不是老前辈们，能荣幸和前辈们同台，很荣幸。是，我们就是感觉，如果说要让大家看到慢才的话，那干脆就让大家能够不间断的看到慢才是什么样的。其实安全出口也是组合蛮长时间了，对不对？是。你们在一起，哎呀，这话好怪。你们一起工作多长时间了？快5年了吧？对，21年的夏天组成的慢才，已经是有第2个专场在演了，对不对？是的。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叫赶趟，还挺好笑的。希望大家都能来线下支持。对，感谢。还有海量余票。
怎么样，大连这对漫才感受如何？因为我从小就知道漫才这种艺术形式嘛，甚至说我小的时候去大阪旅游，还专门去买票去看了漫才。因为我不懂日语啊，我一句都听不懂，确实不明白。但是看两个人那个在舞台上那个感觉是很像相声的，所以我就一直特别关心这门艺术形式。我很希望，在咱们的舞台上能有特别优秀的漫才组合出现。而且到最后，您这个表现确实也都很好。漫才本身这种人物之间的互相转换啊，是吧？这个上下台速度特别快。而且为什么最后你们俩掉了一个这么站呀？因为在我们俩的理解中，其实漫才没有一个说是什么固定的站位啊。只是我们觉得需要切换一个场景的时候，这样可能会更加的顺畅一些，更容易理解。对，观众会知道，换了个场景了，大概是这么回事。那所以说这个也没有一直就是固定谁是直人谁是怪人，是吧？其实是有的，来回也有一些变。对，但我们两个喜欢这样，我们两个之前都是做那种就是来回互换，就是在一个本子里面会互换装傻和吐槽的这么一个形式，规定谁是那个傻。对，但是好像就是可能我们能力也有限吧，因为去年在另一档节目被这个就别说了呀。鲁豫老师也在，你也来这边了，少说两句。去年也对我们做出过中肯的评价啊。台上有人装傻，真省事儿了。是。他们俩双吐槽双装傻，然后我觉得今年特别好的一点，我实话说是叫低开高走，慢慢就渐入佳境。中间你的那个东西掉了嘛，然后你瞬间把它拾起来，一边还就正好是一个手机的一个对那个衔接的，甚至我认为那是设计，因为衔接的非常好，说明你现场是很自然的。对，是能够掌控这个舞台的。那个一定是舞台就小事故对吧？他那个麦克风掉下来嘛。是，没事，我们出过更大的舞台事故。而且特别巧，昨天我刚采访完张伟丽。张伟丽，不是张凯丽。我这儿再说一小插曲啊，我去年扮演过一个人物，就叫王灿，扮演我母亲的就是张凯丽。不是大队长。那没毛病了。我觉得那个王灿特别有一种动画人物的感觉，你特别像个动画人物。我像什么？动漫人物。耳朵不是。光嗓门大，耳朵不。卡通人物。这个卡通人物就很可爱，然后你做很多动作就会很浑然天成的一种。他说很浑然天成。谢谢老师。你也很漂亮。谢谢。这种话放心里就好了。没有冒犯的意思，王灿像一小动物，就是很那种土拨鼠，是不是？我就觉得，哎呀，真是，因为我为什么会觉得很好，是在于那个麦克风掉下来是一个舞台事故，但是他把它处理得很好，他后面接的又是他整场最打破很多东西的一个大包袱，就会所有事儿、所有气都往上推到一起。我甚至会想，不出这个舞台事故或者没处理的这么好，那个包袱、那个梗也不会这么精彩。可能是喜剧之神降临了。对。拔这么高吗？那一刻可能北野武来到了你身上，他找到安全出口了。他行，谢谢安全出口，谢谢各位，谢谢。请来到国仔雪琴旁边。热闹的，这个座第一次出现了热热闹闹的感觉。安全出口那个也，就是巧妙，那个保大腿还是保小腿？你说这是怎么想出来的呢？这种人，他上过小学吗？我感觉他们的段子有一种没被知识污染过的那种感觉。我俩是那种会在教室前后追逐打闹，被老师拎到窗口去上课的小孩。我没有他那么喜欢恶作剧，大家就天天给人恶作剧。恶谁作剧了？就是我们两个人下雨了，在地铁里面，但我们俩手上都有一把伞。他说剪刀石头布，谁输了谁把这把伞打开，站在地铁里。然后我就输了。然后他说再来一把。一会儿剪刀石头布，谁输了谁打着伞下这个楼梯。他输了，他一开始还在慢慢走，打着伞，然后感觉明显他心理防线要崩溃了，越走越快，然后打着伞在地铁楼梯里狂奔，哒就下去了。看了2组优秀的漫才表演，接下来是这一组 PK 的最后一组，也是大家很久没见的老朋友了，甚至是很多朋友漫才的第一次接触、第一次启蒙。
我们欢迎他们回到舞台之上。我们欢迎他们回到舞台之上。是肉食动物啊，新人肉食动物。爷青回，从大学的时候就看他们俩去单立人比赛的那个视频，那还在那小屋里呢，那俩人就非常的幽默。我个人啊，觉着国内做漫才也非常厉害，也能非常好笑。我觉得就是看肉食动物。我没有想到他们还愿意回到喜剧的舞台上来比赛，因为他们在这个领域已经非常非常的头部了。感觉他们就像那种扫地僧一样，话也不多，但是他们一上台就会狂轰乱炸。肉食动物，老情人了，3年之期已到，恭迎肉食归位。大家好，我是大木。大家好，我是晃晃。大家好，我是大木。哎，大家好，我是晃晃。大家好，我是大木。哎，大家好，我是晃晃。晃晃呀，这里应该就是旅途的终点了吧？就让我们用第一次站上这个舞台的那句话来收尾吧。大家好，我是大木。大家好，我是晃晃。我们是肉食动物。之前其实就已经有过这种状态了。之前其实挺多人记得我们组合名字肉食动物，然后后来慢慢就开始有人叫肉食兄弟。我们休息了一段时间嘛，还是需要一些附件。我们来了，掌声有请肉食动物。哎，大家好，我是大木。哎，大家好，我是晃晃。我们是肉食动物。哎，确实好久不见。哎，对对对，我们休息了一阵子。是的，是的，是的。趁着休息这段时间呢，我减了个肥。哎，跟大家说啊，你瘦了多少？我瘦了60多斤。对对对。怎么做到的？就打网球啊。对，你看我这都晒黑了，你看。哎，你们可能不知道啊，他打网球，戴帽子，以至于，哎，他现在很像一个剥了一半的鸡蛋。不是，当时啊，就是妄图防晒了。这么草率啊？对，因为你看现在我打网球嘛，所以我就想演那个漫画啊，网球王子。可以啊，我演王子啊。我演网球是吗？看起来弹性很棒的样子。不，我当然是想演里面的主角。不要总是你想演，你想演，其实我有我想演的。哦，你有想演的？当然了，那我可以陪你演。我想演武侠，可以啊，没问题。我要演一个一代宗师。哦，那我呢？徒弟，拜师学艺。我来给你拜师，没问题。前辈，在下乡拜入师门。哦，当真要加入我们金拱门？我做汉堡来了，看起来蛮适合的。古代门派，古代门派。当真要加入我们东厂？改做太监了是吗？欲练此功，必先自宫。我这以后没法改行了。也不一。名门正派，好吧。当真要加入我们六扇门。哦，朝廷的衙门。欲练此功，必先没必要。考功，考功。这个是得考，师傅。但是我已经过了那个年纪了。对对，有没有那种不用自宫也不用考功的啊？当真要加入我们八卦门。哎，八卦门可以，八卦门可以。富航去年那事儿你听说过？哪个八卦呀？他那个，这玩意儿谁都会。不是你正经点的门派。当真要加入我们逍遥门。哎，逍遥门听起来就很厉害。哎，此言非虚，本门在江湖上那也是翻手云，覆手饵。覆手雨，整什么再见爱人呐？啊，哎，加入本门有门槛。我来问你，你可有项羽的气魄？没有。那你可有孔明的才智？也没有。那你可有上海的户口？那更没有。那孔明和项羽他也没有。不是你要加入，你这也没有，那也没有，你有啥？我有钱。加入了。不是师傅，你这也太草率了吧？哎，以后你就是我们逍遥门的人了。哦，好。为师送你个外号。哦，还有外号。以后你就叫逍遥子。哎，这个名字不错，师傅。那您叫逍遥父，当我爹呀？你误会了啊！你那个紫啊是紫色的紫，我们门派是按颜色分的。不是你忽悠谁呢？那其他人叫什么呀？比如你大师姐叫逍遥子子。
师傅少刷点短视频好不好啊？听不懂你在说什么？真是。小子，哎，为父送你个礼，为师送你个礼物。哦，还有礼物，送你批坐骑。哎，可以啊。听没听过人中吕布，马中赤兔？赤兔，吕布，吕布啊，有骑吕布的吗？你傻呀！你骑吕布，你就是人上人啊。那我骑赤兔，我还夯爆了呢。你这体格，你骑赤兔，赤兔不拉完了吗？那我也不要吕布。不，师傅，你得送我点有用的东西，有用的。来，哎，为师送你一粒丹药。哎，丹药可以。行走江湖难免跌打损伤，这个药可以治你周身伤痛啊。哦，这是为师用不筋草、洛神花、分心木炼成的。哦，这是布洛芬。很有用。布洛芬是中成药是吗？饭后吃，不要喝酒。别，师傅，我这体格我不需要。对啊，哎，你这体格你需要司美格鲁肽啊。我打完了，打过了吗？打过了，反弹了？没反弹啊，这挺好的，师傅。不是师傅，你呀，得教我几招武功，好吧？为师教你3招。哎，3招可以。第一招铁布衫，铁布衫可以。亲，看这个匕首了吗？哎，叮叮叮。嗯，铁布衫2个字的秘诀。嗯，自信。自信。来，让为师看看你的自信。叮，哇，这么自信？那当然了，师傅。你刚说你瘦了60斤，我看他们那个反应是完全没看出来呀。哦，怎么样，师傅？现在外面人都看 Sketch， 没人看漫才了。叮，你吐槽不如吕岩。叮。师傅，我练成了吧？哦，我告诉你，我现在刀枪不入。刀枪不入？哎，那你以后就没法打司美格鲁肽了。师傅练不了这个，好吧？换一个。那教你第2招，换一个。空手接白刃，这个可以。行，来用这把刀劈为师。我来了，师傅。嘿，哎，接到了，师傅。空手接白刃2个字秘诀啊，努力。努力。来，让为师看看你够不够努力。来吧，师傅。噗呲。不是师傅，你怎么改捅了呢？努力的方向不对。哦，要全方位努力。来吧，师傅。嘿，接到了，师傅，你看，亲，噗呲。不，师傅，你怎么2把刀啊？加倍努力。不是，我有2把刀，你也接不住啊。小乔为师，来，我来了，师傅。铁布衫，叮叮。不是空手接白刃吗？为师会铁布衫，学什么接白刃啊？不是，那这跟努力有什么关系啊？选择大于努力。你这玩意儿我练不了。愚钝。那教你第3招。第3招，暗器。暗器可以。暗器2个字秘诀。情商。情商。为师这把飞刀。第1排中间这位小哥哥，对，就是您少侠。为师飞他一刀。飞中了，他会大喊一声啊秀。你看。师傅，这练的是他的情商吧？江湖不是打打杀杀，江湖是人情世故。不是你这玩意儿，我来我也行啊。你来。最边上这小哥哥，就穿白衣服这个少侠，我手里有把飞刀，我飞他，他也会啊一声秀。哎，看为师的秀。你看。师傅，你说他是有情商还是没情商呢？这个少侠在他们门派高低是个总监啊。我知道了，师傅，选人的问题。你是这么觉得的吗？你选择他就可以。哇塞，那我给你挑一个。好，随便吧，就这位。好，你飞他，你飞中了，他倒背一首《蜀道难》。倒背。你来，师傅，你来。小乔为师，看好了。秀丁啊，你会铁布衫啊？好自信啊！还是你情商高啊？那看不是，他凭什么会铁布衫啊？你大师姐逍遥子子。谢谢大家。喜欢肉食阶段
漫才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们投票。3、2、1，请锁票。掌声再给肉食动物。紧张吗？紧张吗？紧张，真紧张。我还好，我还好。还是你嘴硬啊？你刚在外面忘词儿的时候，你可不是这么说的呀。反正演完了。还是那个味道。我是肉食动物的，能算是铁杆粉丝，因为他们之前在节目上参加比赛的，不能说100%段落，大概70%、80%的，我当时可以倒背如流。哦，那你当时飞他，马上就。对，你应该飞我呀，我是他们大师姐。作为一个老粉丝，我还有一些段落能够记得，其中有一段他们俩就是点外卖嘛，然后晃晃说：“哎。”我要1份烤鸭，听你这个声音，1份烤鸭应该不够吃，这你也能够听得出来。还有什么？我们这儿有佛跳墙哦，都有什么？我们有如来佛跳墙、弥勒佛跳墙，这么具体吗？哦，还有仿佛跳墙。什么叫仿佛跳墙？就是仿佛要跳又仿佛不跳的样子。我的天哪！感谢，非常感动，此刻熟悉的味道又回来了，欢迎你们回来。谢谢。这应该说出了小马老师的心声，是最吗？后的时候，我就说跟着卢玉姐一块儿说，其实都记得。然后咱俩下次演一段模仿他们俩肉食动物。哎，我觉得你们俩组一对肯定是 OK 的啊。真的，这太逗了，这太好了！来吧，来！现在吗？这得练，我们俩练，有点期待了。对，我们在第3期的时候会看到这个节目。那你呢？我就给鼓掌啊！我就在下边给你配个啾吧。我今天看到你们，就像刚才鲁豫姐之前说，脱口秀开始，感觉这个夏天才真正开始。然后看到你们俩的感觉，就是你们的肉食动物回来，漫才回来，感觉脱口秀才完整。好，谢谢，真的很开心见到你们。谢谢。因为我确实是第一次实打实的坐在这儿看您表演，然后我也特能够理解您2位这个上台之前这种紧张心情，因为离开舞台很久之后啊，站在台上他就尤其登场之前的那个状态，他是既兴奋他也紧张，但只要站在舞台上拥抱观众，你就会感觉一切都回来了。是的，所以我就有2位这么铁杆的粉丝，我希望他们带我，我是新粉丝啊，我是新人啊，哎，在这个咱们节目的后期，我能越来越了解您2位。好，感谢，对，感谢。我是之前就听说过这个漫才的，算 OG 了吧，是元老了，应该是。我觉得他们在享受舞台，纯享受舞台，因为在舞台上的这个节奏，是纯2个人的这个节奏，一个是长时间的默契配合，另外一个就是自信，包括跟这个玩弄观众。不是，对，因为你太知道那个节奏该怎么做，以及观众的回馈了。我应该说在国内看到的，真的是就是很完整的、很好的、很标准的这种漫才。因为漫才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就是想把它弄好，真的是非常难的一件事儿。对，因为其实我们最后这一段的时候，我们也很紧张。对，因为我们不知道观众会是什么反应。你刚刚说不紧张？不是，就是最后这一块的时候，因为有一些 backup， 对，我们是有大概5个方案。对，他了，他不啊，对，来回这种。然后，所以说你根据他们随时变的。对，我们甚至还遇到过，我飞出去，那人躲了一下。包括这一次也是，我们不知道台下观众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就觉得说，那如果要出了其他状况，那就死在台上啊。你来，开玩笑。能看得出来，我们漫才演员的这个舞台塑造、表演能力也挺强。他俩也演过电影，我向您诚挚推荐啊。年会不能停，年会不能停里边。对，演了2个非常奸诈的反派的这个领导和他的小弟。这次为什么决定要挑战国仔和雪琴呢？就是好久没见了，我们上节目第一次就是跟国仔同台。对，我们把他给拉下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个仿佛跳墙，仿佛没跳墙，就是打赢我和张博洋的段子。弹幕在台上，仿佛要跳，又仿佛没有要跳的样子。博洋在底下，我们仿佛是要走的。他俩可能就打习惯了，就是不打。对，一听说有建国，我们就那得跳了，得来呀。很久不见了，我们当年托4吧。
对，然后这么久，然后回来见到建国，就觉得再来一把呀。可不嘛，好久没在漫台舞台上加，哎呦，我刚才看的都缺氧。还是姥姥读信怎么还读串行啊？那我得谢谢国仔跟雪琴，他俩要不来，你俩该挑战主持人了。我真的觉得有一点特别好，因为是国仔和雪琴演的时候出一个小小的失误，读信没看清楚，然后安全出口演的时候麦掉在地上。肉食在演的时候，他们天然就知道最后的表演会有一个跟观众的互动的不确定性，但是可能是因为他们是组合，也可能是因为他们有很多的舞台经验，3组人都特别好的把这些事情完全的包在了自己的表演里，甚至为自己的表演加分，就让观众也特别舒服。我就觉得这个是今天如果说喜剧之神降临这个舞台，是让我最觉得降临的时刻。谢谢你们3个。我以为你的意思是多一个人就是添乱来的呢，就是他一人本来没事儿啊。那还是得有个结果呀。魔王挑战赛，我们先看看2位魔王建国、雪琴的得票情况吧，请看大屏幕。我感觉都能进，但是不一定能赢。206。那我们把安全出口请到舞台中央，和肉食站在一起。206是一个挺高的分数，但是刚刚2组的表演让我觉得不是没有可能，而且他们也都拿到了气氛组的满票4票。观众给出的结果会是如何？请看大屏幕。好紧张，帮他们紧张。我感觉都不会低。我能说吗？我能说吗？告诉他俩呗。就因为我们这个稿子，他俩还帮忙了，昨天还挑我俩表演了。我说那你们明天仰头就挑战你俩。我就一直在等比分出来才能说，因为俩大哥，我们铁哥们儿，然后呢，他知道我要演漫才，主动找过来。国仔多年没演漫才了，你还能行？我帮帮你吧，帮我改了2天。然后如果这个时候我把他打败了，我就真不知道我该。多亏他俩赢了，我才能说给你送金牌，是不是？等一下，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3组的演出都非常优秀。这个时候按照规则，安全出口还是要去待定区，但是我们让他们享受一轮观众的掌声，好不好？请安全出口暂时前往待定区，真的也很棒。往哪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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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那边不是路，不要装傻了，快！这儿是吗？那边，那头。那我们恭喜肉食动物209票，直接晋级，拿到1块复活金牌，请国仔、雪琴为他们送上这块金牌。哎呦！欢迎回来，好，谢谢。欢迎肉食动物回来，也期待你们在舞台上给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表演，请前往晋级区。也谢谢国仔和雪琴。一个漫才的魔王，然后有2组漫才来挑战，这件事情是之前在任何一个节目上没有发生过的。这件事情对于我们来讲可能意义更重要一些吧。而且其实建国也一直在对漫才，我觉得是会有一些推动的努力吧。大家好，我是王菜，他是大队长，我们是安全出口。我是郝方舟，我是赵小凡，我们是古语，我是大漠，晃晃，我们是肉食动物。肉食动物，嗷，这是他们之前登场动作，好羞耻。19年跟20年的时候。您那次讲课都跟我们说了，想一个上场动作，当时是这样。这就是你们想出来的上场动作。我当时写漫才，刚开始做漫才就是看了他们的演出，然后从他们身上学了一个大概的创作思维，就是一个中文漫才大概是应该怎么做。在舞台上要有一个演员
的样子。这个是肉食做的最好，有范儿。他们俩往那儿一站，你就知道他们两个是演员。站在台上定住，不要到处晃。不要晃。我不知道我这个统计准不准啊？我可能也是听说了，就是当时托4之后，大概有个300对，大大小小300吧，300对漫才吧。现在估计可能50对。那不至于，应该100多，100吧，100多一点吧。对，感觉上对，就是真的大家就不玩了。希望这次有3组漫才站在舞台上演，可以让更多想要讲漫才的人更有信心吧。让漫才再次伟大，太大了，哇塞，目标太大了，再次伟大吗？上次是什么时候？可能蒋斌又补一条。今年的目标是让漫才重新回到观众的视野里。一直也没做过吧？这个好。原来一直没有吗？在肉食动物在的时候有啊！别，漫才一直在观众的余光中啊。扣分。乡愁，意大利乡愁。意大利乡愁来，问题。那我们演出继续，比赛也继续。接下来的这位演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演员，去年他就解锁了一套这个新皮肤，而今年他又有了新变化。掌声有请南瓜。好，谢谢。Hello， 大家好，我是南瓜啊。谢谢。还记得吗？记得去年我在节目上讲了自己减肥，减了60斤啊，能看出来已经反弹了。因为我发现我的颜值呀，它不是胖瘦的问题啊。去年减完肥上节目，哇，弹幕上说的都是哇，南瓜瘦下来好帅呀。接下来后面就有几百条说吃点好的吧。吃点好的吧，我还以为是他们担心我减肥吃的不好。我还回复呢，我说谢谢你们的关心，然后反应过来是骂我的，因为骂我的太多了。他们说你在节目上也太油腻了吧，在节目上还撩腹肌搞擦边，你这么油腻你不知道吗？说实话，节目播出之前我真不知道，节目播出之前周围所有的朋友都夸我帅来着，感觉被他们做局了。我现在也觉得去年是有一点过于自信了。我以前对自己这个长相是没有任何的认知跟在意过的，是有一次最早录节目现场有个演员，他讲着他突然说：“哎，那些脱口秀演员都是一帮丑东西啊！”你们脑子可能也浮现出一些面孔。我们当时都笑了，我们觉得他说的对呀，但同时都觉得不是在说自己啊。结果节目播出的时候，镜头切给了我。我是丑东西吗？30年了，没有人给我说过我是丑东西啊。以前朋友们都说我人很好，当时就刺痛了我。去年我觉得要减肥，让你们所有人刮目相看啊！当一个30岁左右又黑又胖的人开始突然减肥自律，周围所有的人都会惊讶的。那2天有朋友见了我，哎呦，南瓜你变帅了，你好帅呀！帅，30年了第一次听到帅，多么美妙，令人产生多巴胺眩晕的字眼呀！我第一次听到帅，感觉大脑像被激活了一下。那瞬间仿佛像沉闷午后突然洒进窗的阳光，像黑白世界里骤然炸开的烟花。我好开心啊！我真的是帅哥吗？那2天出去，周围的朋友都见了我说：“你帅，南瓜你帅。”我是个棋手呀，我知道那一个商家要全都是好评，那肯定是刷的呀。就是那2天大数据都开始给我推医美的广告了，真是越美越推呀。以前我刷到我会觉得呀有点冒犯了，推这个，但那2天刷到我会觉得人家还是要对自己精益求精啊。我真的花钱去做了医美啊，打了超声炮，我是我们村第一个打超声炮的，打的时候可激动，哎呦这不简单，是我打小农村抗衰美容的第1炮呀。去年参加节目化了1个多小时大浓妆，那演员见了我，哎呦这还是南瓜吗？这不是青春男大吗？只有刘仁成见了我，南瓜你只是瘦了，你不是帅了哈。我当时心想，哎呀，其他人不说就你说，你就是嫉妒我。
当时化完妆一到现场，200多观众看到我都沸腾啊！这是南瓜，这是南瓜，好帅啊！我当时一看这场面，这都这么说了，我再不相信我是个帅哥，有点不识抬举了吧？原来我真的是帅哥呀！帅哥是这个世界上的奢侈品，他们有义务有责任带给这个世界美好。我当时心想，这才哪里到哪里呀？给你们看个好的，啪，腹肌就露出来了。当时现场观众吓着捂着脸在那尖叫哈，我还以为他们害羞了，又撩了一次。撩腹肌太可怕了，你知道现场这样突然对着你们撩一下，你们可能还看不到的，但线上是可以暂停的。它是可以回放，反复折磨观众的。我们这节目它是录了3次之后才播出的，它不是录一次播一次。他是录一期播一期，那该多好呀！我第一次被骂了，还能来得及悬崖勒马。3次没有任何的反馈，一次比一次油腻。现场的观众也不会提醒我的，因为他们签了保密协议。在家里开开心心的等了2个多月，直到节目播出那天，打开了小某书看了一眼，就卸载了。网友说：“你们这节目能不能光别淘汰，能不能把南瓜枪毙了呀？”我妈看完节目给我发来消息：“儿子，你今年是不是鬼上身了？都越看越生气，怎么越骂你还越来劲了？”梦见清醒了，都在骗我，都在骗我，全世界都在骗我，只有刘仁成说了实话。果然，在充满欺骗的世界，只有诚不欺我呀！让我在眼泪中明白一个道理：摧毁一个普通男生，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所有人不停地夸他帅。我以后再也不相信别人的好话了，因为你不知道轻信别人的好话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朋友们，我还是要好好打磨自己，好好写段子逗你们开心。我承诺。以后非必要不再使用任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了。但是如果你们今天不笑的话，突然笑算了，因为现在也没有了。好，谢谢大家，祝你们开心啊！谢谢南瓜，喜欢南瓜今天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3、2、1，请锁票。再次谢谢南瓜，这能感受到去年影响是挺大哈。过去了，都过去了，都过去了。大林作为当时的这个目击证人之一，我也有责任。这一票算是我向你道歉了啊。没事没事啊，就是我觉得去年啊，你的这个状态一直，它和你是一个游离的状态，就是你的表演状态和你本人。还有就是和你之前第1季给我的那个形象，到这一季才归位了。我觉得真特别好。人有的时候真是别想着去成为什么样的人，或者说要去做什么样的人，你就做你自己就是最棒的。我觉得现在就挺正常，挺舒服的。哎，现在这多好，我觉得比去年帅，真的。好帅。真的，你现在这样特别帅，你适合这种造型，戴个眼镜儿，多可爱，萌萌的。不相信，不相信。那咱们换个人再劝劝，要不？看这情况，确实是今年是回归了，是吧？这内容也是嘛，就看清楚了自己，看清楚了世界的险恶。我刚才拍你那句，正好说和刘润生说你只是瘦了，不是帅了。对，我突然想起来了，里边樱桃说我的一句话，我说我年轻的时候多帅，他说你年轻的时候只是年轻而已。我就突然一想，台词儿吗？这是，我就拍了。就是确实是挺有趣的，我相信里边有很多是真实感受。感觉南瓜今天是真说急了，就是全是心声，然后全是一股脑的感觉要给大家说一下，我之前真的就是好后悔啊那种感觉，特别的真诚。我也很觉得你现在是这种憨厚的感觉，就是回到你以前的憨厚，然后又是瘦瘦的样子，就真的还挺帅的。你别老否定自己，还是以后好好打磨作品吧。而
且纵观3季，其实你这个人物他有变化，他有一个是吧弧光，你像大宅3季都一样，他没变化。啊，你有变化，你看你3季人设不一样，特别好。你这种在电影电视剧里才是主角呢。是真的，是真的。你看，一般都会塑造这样的角色，对你得变化呀。你出来就这样，到结尾还这样，那是反面角色，那是配角，是吧？主角才有变化，真的。我没有别的意思，不是捧杀你啊，是因为你现在你又学好了，所以我们才愿意跟你说这些，是吧？我是觉得你去年所有对于美的追求那些事儿都没有任何问题，自个儿想按自己的想法，我想瘦，我想漂亮，或者我想变壮，那都是自己的想法，我觉得那个完全没有问题，就不撩腹肌就完了嘛，我觉得那是不撩腹肌是那个点，其他的我觉得都没错。我能看出来这个事儿对你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这一年可能对你有很多折磨跟思考的一件事儿，你能够把它这么深入的写出来，它是需要勇气的，所以听着听着很共情，因为它很真诚，真诚就很动人，而且你节奏太好了，南瓜。我觉得自己这样的行为是非常的搞笑跟小丑的，我觉得就是当一个样本，就是来让大家看一看，就是引以为戒吧。那我觉得南瓜他挺有进步的吧，相当于你自己之前有个特别强烈的念想，到了以后最后没了，他重新再看这件事的时候，才能重新看到很多角度。所以他这篇的其实角度比之前的写外卖员所有的角度其实都好，他其实是很真诚真挚的。那南瓜这场演完，照例我们会开启挑战，先下手为强。不知道啊，我要站他吗？你摁吧。有没有人会向南瓜发起挑战呢？请看大屏幕。有2位朋友向南瓜发起了挑战，那请南瓜先来到我身边的休息区。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朋友呢，去年就曾经来过这个舞台，表面看起来是一个云淡风轻的人，但实际上他的风格属于绵里藏针的那种。我们掌声欢迎黄一锦。谢谢。Hello， 大家，我是黄一锦。去年上节目嘛，然后当时讲了一个50多岁老头追我的段子，啊，当时有一些评论，有人说，我也50多，我也想追他，还有一些人说50多岁怎么了？男人最有魅力的年纪，你去看评论时间，全是早上5点多，不知道咋了，有点和老头杠上了。我前2天录了个播客，播客里有个老头，全程一直在说一个事儿。说凭什么现在所有的节假日都要给女的发红包啊？凭什么动不动给女的转钱，给女的转520、1314？凭什么？一直在骂这个事儿。我当时第一次录播客，我也很紧张，我就一直面无表情在那儿坐着，我也没说话。这个卡段的视频在抖音上放出来之后，2000多条评论，全在截我面无表情的脸，说这女的破防了。我真有点破防了，跟我有啥关系？他们开始莫名其妙分析我的面相，说这女的肯定没少管男的要钱。天地良心，我管我爸要点钱都费劲。高一有一天，我爸跟我妈说：“黄一，你这孩子太能花钱，给他100块钱，2天就剩90多了。”我说这怎么算能花钱呢？我这顶多算能破开钱。但我当时真的很害怕，一方面是骂我的人有点太多了，还有一个是我感觉骂我那些人啊，他有一点太下沉了。我感觉他们是全中国光脚的不怕穿鞋里面脚最脏。他们骂我就算了，他们骂我的时候用的是手写输入法。有个人给我评论说，这女的脑子里就只有线。还有人说啊，这个女的现在怎么不笑了？是不是老头说中了不敢笑了？我心想，我说我不笑是因为老头说的不好笑，那我能怎么办？不好笑硬笑，你到时候该说我勾引老头了。就是我真的在想，面对这种发言，我得怎么才能不挨骂呀？我得怎么能显得我不是一个拜金女啊？我当场给老头转1314，那我倒不是拜金了啊，我是拜登。
还有一种评论最多的一种，说我这个人一看就是一个拜金女，但我觉得伤害不到我，因为我觉得现在你骂一个女的看起来是拜金女啊，等于夸她是一个美女，对吧？我现在觉得那种很多攻击女生的词啊，如果别人骂你看起来就是的话，全是好词儿。网红脸，漂亮，绿茶，聪明漂亮，拜金女，聪明漂亮还有钱，可以说是一种祝福了。可以。再说这个事儿也不公平啊！你说这个世界上没有拜金男吗？肯定也有，对吧？肯定也存在有钱女生给男的转账，但为啥大家不知道呢？因为这些男的从来都不晒转账，他们不懂感恩。我也不是拜金啊，但我挺想看起来拜金的，因为我觉得这样可以很好的保护自己。之前有一个人对我表达爱意的方式呢，是每天半夜用微信拍一拍拍我。我也不是说你非得花多少钱才能追到我，但你想追到我，不能光拍我吧？啊，拿我当啥了？拍立得。但这也不是我碰到过最荒诞的一个骚扰，我碰到过最荒诞的一个。有一天我在一个咖啡店写稿，一个男的进来，非要加我微信，我说不好意思，不加了，不加了。他说加一个嘛，加一个嘛，加一个嘛。他也没有别的技巧了，就纯靠默契。我正手足无措，不知道说啥呢，他终于改词儿了。他说加一个嘛，加一个嘛。我是上海人。你是哪里人？我敏锐地意识到今天地域歧视可以救我一命。我第一次那么自信地说啊，我说我是东北人。他接下来说的话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他说，东北人也没关系。什么叫东北人也没关系呢？啊，我用你原谅我。我有时候就在想，我说怎么能躲开这些人的骚扰？怎么能让这些见人下菜碟的人看到我就望而生畏？其实就是看起来拜金一点。因为我之前刷短视频，我刷到一个男的说，如果你认识一个女生穿金戴银，你就要离她远一点，因为这种女生养不起。那一刻我就明白了，老人说的对，黄金确实能辟邪。我如果真的平时珠光宝气是吧，穿什么 Prada、LV， 他绝对不敢半夜拍一拍我。他看到我只会想，这个女的肯定是傍上大款了，从此离我离得远远的，我的目的就达到了。我现在觉得奢侈品才是女生的护身符。我现在看什么 LV、爱马仕，我心想这就是静安寺。你说女生求平安，到底是静安寺法力更强呢，还是静安嘉里中心？但是我觉得买不起这些女生，你也不用太担心。我前一阵还刷到一个视频，一个男的说，如果你带一个女生去了麦当劳，而他点了安格斯厚牛堡，那她就是拜金女了。我觉得这个大大降低了拜金女的门槛。你过去还得买包，现在只需要买汉堡包。当代最大拜金女是刘仁成。你现在说实话，当拜金女也太容易了，是吧？汉堡、车厘子、海底捞，8个瑞士卷儿，都能当上了。过去的拜金女心机、虚荣、唯利是图，现在的拜金女馋。但我觉得得谢谢这些人，把我护身符的价格给打下来了。讲到这儿吧，谢谢。谢谢黄一锦，喜欢黄一锦今天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3、2、1，请锁票。每次都能选一个我也不能说它特别细小，但是我觉得挺奇绝的一个角度。是，这不赶上这事儿了吗？我也不想碰上这事儿。我去年就对你印象很深刻，就是你说那个老头刷你朋友圈给你点赞那个，是。而你就是云淡风轻的说，但是我觉得有些这观点呀，或者你输入东西，我都觉得娓娓道来，然后又会觉得有一些绵里藏针的感觉。谢谢谢谢。一锦一直是很敢去触碰一些很尖锐的话题，
但你这次很巧妙，他用讽刺的手法，其实是要打破各种刻板印象，各种各样的刻板印象，而且是完全生活当中真实的事件，很匪夷所思。就你说的那个播客，是你真的去看到那些当时评论就是这样子的？我看了，我是偶然刷到的，然后就底下全是什么这女的拜金女，这女的破防了什么的一大堆。你有去回复他们当时？我没，我也回不过来呀，这个太气人了。没招。我觉得讲这个也是说，这个标准如果越来越低，那就再自证已经没有意义了，不如换一个角度，是吧？用魔法打败魔法，用魔法打败魔法，记住了。对，那你说的加一个吧，加一个吧，加，然后没有别的任何招数，加一个吧，加一个吧，加一个吧，这就在那儿磨叽，就一直在那儿磨叽。妈呀，这个我也觉得很匪夷所思，是吧？我以为你说你学到了。哦，我也学到魔法了。我是天津人也没关系，我们不这样，没太弄明白，这净给我们男同胞丢人，这是。没有这样的人只代表他自己。啊，是的，对啊，只代表自己啊。所有的人都只代表他自己。因为我们很少换一个角度，在女性的那个角度来看待这个事情。我们有的时候只是觉得，哎，这事儿本身挺奇特、挺好玩，然后挺有意思、挺讽刺，但是从来没设身处地的站在他们那个角度上来看这件事情。所以说就在这过程中，我也不知道有些地方是说的很轻巧，说的很有意思，但是我觉得可能作为女性自己去感受的时候，那个角度跟那个感受是完全是不同的。那作为50岁男性，你有被冒犯到的感觉吗？他问你爸爸，你爸爸是怎么说的？啊，我爸怡然自得。过了那岁数了。成嘞，那要等所有的朋友演完，我们再公布这一轮的结果。请一锦先来到休息区。黄一锦是我私下非常好的朋友，我觉得黄一锦也是在自己坚持自己的风格，讲一些平常我们很难听到的话题。就是我今天讲的这篇，我觉得称不上刻板印象，这个就是能体现一点人性吧，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是觉得，不管你是写社会话题也好，你是写怪人怪事也好，人性是永恒好笑的。我之前我朋友跟我说，黄一锦，我感觉你长得特别招老富翁的喜欢，怎么我这桃花长寿桃上了？我是觉着他做的一些行为里体现的人性是有意思的啊。我觉得丑恶的呀，有小心思的呀，有小心眼儿的呀，或者说是什么骂什么拜金啊，我觉得这都是人性的一种体现，我只是给他展示出来。下一位，我们掌声有请卡卡。大家好，我是卡卡。今天的形式不太一样啊，今天是以这个读诗的形式。轻轻的，我来到了理发店，门上写着免费理发和招学徒，我便免费冲昏了头脑，完全没意识到别人为什么要在招学徒的时候免费理发。剪到一半，我意识到他是学徒。出于礼貌，我问他：“你是学徒还是店长呀？”他说：“我是来装路由器的。”我说：“这个头发你能再帮我修一下吗？”他说：“修一下可能没时间了，只能帮忙吹一下。”我说：“也行。”他说：“你的侧脸有点像张凌赫。”我说：“谢谢。”他说：“吹完了。”讲的有点心里面，我是卡卡，拜拜。谢谢卡卡。那3位这个PK 要有个结果，我们请南瓜和一锦也回到舞台中央。3位气氛组的得票情况是这样，那观众给出的结果是什么呢？请看大屏幕。恭喜黄一锦拿到这个晋级名额，南瓜168票，卡卡133。根据规则，很遗憾要暂时前往待定区，谢谢2位。我们也掌声给黄一锦直接晋级。比赛继续，下面要出场的这位朋友也是很多人的老朋友了。如果你是上海的朋友，会对他更加的熟悉。已经猜到是谁了，对不对？沪上知名打工人嘴替，掌声欢迎门枪。大家好，我叫门枪，又来了。好听点是3年级生啊，然后还有一种说法叫3朝元老，搞得我很老。
又来了，又是脱口秀的夏天，讲单口喜剧太快乐了。我只能想到我最近一次很高兴是我去苏州演了我的新专场有出息，然后讲的是上海话，大家也能接受在单口舞台上有这样不一样的一种表达方式，我挺开心的嘛。那今年我希望就是还是一个特别崭新的，像一个新人的心态来参加这个比赛，也想向大家展示一些不一样的我。大家好，我是门敲，特别高兴。去年我从奉贤搬到了徐汇，租的。确切的说，这种变化对我来讲，就是从郊区搬到了上海。哎，我刚到市中心的时候，我很拘谨，我很怕自己不懂这里的规矩，因为我感觉在市中心大家都很讲礼貌。尤其是满大街那些标语都在提醒着我讲礼貌，你们看到过那些标语吗？满大街都是 ma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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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ner， 太讲礼貌了，在市区连野人都要叫先生。上次我在 manner 里面遇到了一个爷叔，他没有任何一丝丝的 manner， 他看到我就说：“哎呦，门枪是你吗？你怎么在这里啊？”之前没看到过你。我说刚从奉贤搬过来。他说：“哦哟，乡下了。”那你这个上海人不正宗的，讲两句上海话听听。朋友们，人在受到极度刺激的时候，语言系统是会崩溃的。我说：“傻家弄。”他说：“开玩笑的呀，你怎么会真的说的啦？13点走了。”他就走掉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对连锁咖啡店很满意。他们便宜、方便，所点即所得，不像某些主理人咖啡店。哎，那些店摆明了是卖给上海人，但是就连我这个赛级上海人，就有点看不下去。他们又贵又磨叽，而且我根本不知道自己会喝到什么。有次我不小心踏进一家主理人咖啡店，点单的时候我连饮料的名字都看不懂。我说：“老板，我想要一杯普通拿铁。”然后他就开始跟我磨叽了。他说：“那你想要苦一点还是酸一点？”我很警惕哦。我说：“哪个便宜？”他说：“一样。”我说：“那酸一点的吧，我不喜欢苦的，酸一点。”他说：“好。”那豆子你喜欢深烘还是浅烘？我说：“什么区别？”他说：“苦一点，酸一点。”我说酸一点，麻烦您酸一点。他说：“那豆子你喜欢是花香味还是坚果味？”我说：“什么区别？”他说：“苦一点，酸一点。”我说：“哎，我只想要快一点。”就我已经很不耐烦了，我当时有点想发火，有点想骂人了。结果我发现他脖子上挂着个运动相机，他在录视频。我心想他别曝光我，本人在上海怎么也算小名鼎鼎。哎，我以为这个东西是记录锻炼，保证自己有素质，怎么还能保证对方有素质？我本来骂人的话已经到嘴边了，我说我侧面好看。亲爱的咖啡师，你想怎么做都可以，不过酸没有关系，我可以打包回家自己用醋调。我想这总能给我做了吧？他说：“来，我们选一下产地，埃塞俄比亚、哥伦比亚、冈比亚。”我说：“你是不是骂人了你？”我说：“你们这搞咖啡的干嘛老喜欢盯着非洲薅啊？为什么？”他说：“先生啊，首先哥伦比亚不在非洲。”我挡住他的相机，我说：“这段帮我剪掉。”其次，我们店的特色就是有很多来自非洲的稀有咖啡豆，这款来自刚果，这款来自肯尼亚，这款来自苏丹北部。我说：“就这款苏丹北部，我苏北人，来。”他说：“您稍等。”过了10分钟，他说：“先生，不好意思，我看了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咖啡豆它状态不好。”我说：“咖啡豆状态不好？咖啡豆怎么状态不好？他是没睡醒吗？啊，那你是咖啡师呀，你先做一杯咖啡给这个咖啡豆喝呀。”以上全是我的心理活动，我没有说，因为他还在录视频，所以我说的是状态不好哦，让他早点回家休息吧。那主理人老师，
请问您有什么建议呢？他说我给您推荐一款我们店里口感很好、状态很好、口碑客人都很喜欢的咖啡豆，只有一个问题。我说什么？他说苦。我说来吧，事到如今我不怕苦，再苦能有我心里苦吗？他说好的，拿铁，稍等，给你一个我独创的拉花。然后他一顿操作，一杯咖啡拿上来，上面一个白点。他说给拉完了。我说拉完了。哎，我说这叫什么拉花？我一边问一边接过来，手一抖，拉花没了。他说这就是我独创的昙花一现。我说。我喝了一口，太难喝了。我说好苦啊，好难喝。他说先生你细品，现在有没有一点回甘？有没有一点草本的清甜？喝完这杯之后，过1-2个小时，你将通体舒畅，神清气爽。我说这杯该不会是板蓝根吧？我说，哎，我看着这杯难喝极了的咖啡，我太生气了。我心想你不能这么欺负我啊！早知道我点不到我要点的，我就乱点好了。他问我什么问题，我就乱说。我就像那个《Manner》里面的爷叔一样，这么跟他回答。他问我你想要苦一点还是酸一点？我说你怎么在这里？没看到过你啊？选一下产地，埃塞俄比亚、哥伦比亚。哦，乡下的了。那你这个咖啡不正宗的。这是您的拿铁。哎呦，跟你开玩笑，你怎么会真的做到3点走了？我就应该这样，但我没有，因为他还在录视频，所以我说的是夏家弄。买单，他说60，我说60，也太贵了，什么板蓝根要60，能刷医保吗？我真的太生气了，就是那种被咖啡刺客刺到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当下就做了一个非常勇敢的决定，我对他说开发票。他说开不了。因为我是 ENTJ， 我说啥意思啊？那你不知道吗 ？ENTJ 我们指挥官型人格，指挥官做不了开发票这种小事儿。我说这叫 ENTJ， 这叫偷税漏税。我说我不管，我今天就要发票，因为我是 INFP。他什么意思啊？我说 I need 发票。谢谢大家，我是门枪。谢谢门枪。3、2、1，请锁票。谢谢门枪。我看博哥是第一个拍灯的啊，我还担心，我也不叫担心吧，我会好奇，我说，比如您一直在北方，门枪其实一直活跃在上海，他也做沪语脱口秀。你刚刚这个过程中有没有觉得他的口音也好，或者方言会带来一点点小的？你是讲我们乡下人听不懂的啦？哎呦，我就是担心这个，我才先拍的。阿拉作为一个老上海，我是觉得他表演非常好，就是他2个人物来回转变的，非常的这个。这叫淋漓尽致也好，非常的鲜活也好。因为我们去上海，我们这样能够看到，这确实有一些很有腔调的上海人，就是那个小态度啊，就是真的很奇妙，而且就是有的时候他也确实有时候精致的也有点莫名其妙啊。这个确实挺好。我觉得之前说你是给这个打工人当了嘴替，这回等于是给消费者当了嘴替了。对，因为之前是 HR 嘛。就是不好意思，说2句上海话 ，human resource， 就是因为我觉得，就以前做 HR 可能是在公司里面观察一些我们的同事，但是我觉得现在就离开职场之后，我做 HR 可能是做一些人间观察，就人类的 human resource， 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对我自己的喜剧有一点帮助。哦，我也很爱看文强的表演，尤其是你用上海话表演的时候。哦，谢谢。就是从你上一集说那个，你爸爸说编一编那个，就是你只要稍微有点发小火的那种，加上你的沪语，就会让他那个表演的东西会更真诚，对，然后感染力会更强。是，我觉得你那个 callback 让我会觉得很惊喜。谢谢。我觉得刚才门枪完成了一场特别，在我看来是挺难的任务，特别棒。你棒在哪儿？如果完全不了解门枪的话，你看到他，你会认为这就是一个洋气的、有腔调的上海人，他应该特别懂咖啡，他就应该是个咖啡主理人。
是你知道你是有难度的来上来，但你明白凭你的能力，凭你对于生活观察细节，你是能够最后把观众，包括我们几个人，给再赢得回来的。是因为我觉得就是现在的观众都是很懂喜剧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我很真诚，我可以去打破这个所谓的一个壁垒，或者就是说所谓的难度吧，我觉得可以挑战一下，没有问题。太好了。但我没想到你今天胆子这么大，就是你愿意用这么长的时间来铺垫，在和咖啡主理人之间的这个谈话啊，甚至都让我们忘掉之前跟爷叔的那套对话了。对。因为一般来说，在我们现在这个舞台上，大家都追求快，越快越好，是吧？最好一句话你就给我们说乐了，你就让我们明白，然后你就扑，然后我就跟那儿等着，然后直到你那儿一翻出来，我听这儿哐，我这心里哐也给你摁了。哎呀，净吓唬我们。我自己也很慌呀，刚刚就是因为中间就是确实这一段就是中间有的时候如果演不好的话，后面会拉不起来。但是我觉得今天观众还是特别好，所以很感谢。其实我想讲的首先就是消费的东西。那我觉得商家可以去有自己的态度，但毕竟我们花钱的还是要对顾客做首先的交代。我会尽量在单口喜剧里面找到刻薄、冒犯以及搞笑的平衡点，演出不同我遇到的生活中的人物。照例我们要看一看挑战区的朋友有没有人会向门枪发起挑战，请看大屏幕。有2位朋友选择了挑战，那请门枪暂时来到休息区。第一位要上场挑战门枪的这位演员是这个舞台上的新人，但他其实是我们很多脱口秀演员的老朋友，掌声欢迎于适。大家好，我叫于适。我叫这个名字有些时候真的挺尴尬的，就我偶尔能听到类似的话，什么张三受不了失恋的打击，于是跳楼了。我小的时候还有那种很远大的梦想，我想当皇上。我研究过啊，我知道帝王在出生的时候都是有预兆的啊，比如说什么红光满天啊。我问过我妈啊，我说你有没有印象生我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红啊？我妈说当时好像费翔特别红。谢谢于适。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演员，很多朋友熟悉他，包括黄渤老师熟悉他，可能是来自1年1度喜剧大赛或者喜人奇妙夜，因为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 sketch 编剧。但是很多朋友也知道他是讲脱口秀开始他的喜剧生涯的，离开单口舞台可能有3年了。今天他再次回来，我们掌声有请普拉斯。大家就是干 ！Hello， 大家好，我是单口演员普拉斯，也是 sketch 编剧和成都过载喜剧的主理人，中国相当优秀的 sketch 编剧。我23年的时候，我去了北京做 sketch 的编剧，然后我和又一轮组合的时候。然后他们玩的是一个另外一种风格的 sketch 的创作方法，可怜就是他们俩是风格比较奇怪吧，但是我能把他们写的东西把它融成一个他们舒适和熟悉的一个东西，所以我是很服务型的编剧。但有3年没说，3年没上台，这应该是我回来说脱口秀第10次上台，感觉很明显，我觉得这是一个让我感受到我比较开心的一个事情。掌声有请普拉斯。Hello， 大家晚上好。Hello， 朋友你们好。有些观众可能不认识我，自我介绍一下，普拉斯，中国最优秀的 sketch 编剧。无他，不抄袭而已。回来说脱口秀了，因为这边抓抄袭抓得比较严。3年没说了，这3年的话题我了如指掌，无外乎就那些：3年原生家庭，2年女性主义，1年中专学历。
出意外，今年应该是中国脱口秀 ADHD 元年。我是那种原教旨主义脱口秀演员，用现在的话来说叫 vintage 演员。我觉得脱口秀应该是冒犯、讽刺、撕开自我、抨击现象，所以我不理解为什么互动相亲脱口秀也叫脱口秀啊？哎，这我也可以，我可以的。现场有没有单身的朋友？有，那边吗？有。OK， 好，你这个女生你选什么类型的男孩子？啊，一起来的，还有吗？还有单身的朋友吗？第一排我就不互动了哈，我第一排就养闲人。互动可以，相亲没问题，但是脱口秀在哪里？我每次和同行聊起这些问题，他们都说普拉斯你对脱口秀有太多ego，那是因为现在脱口秀有太多狗。真的嫉妒狗哥，他太火，赚太多了，但是只有我傻站在这里说，别的演员不说，不是因为他们聪明，他们超装的，因为我还是成都一个喜剧俱乐部的老板，用上海话来说就是一个厂牌主理人。演员太难请了，得捧着他们，演凉了他们从来没怪自己，怪观众，说观众不懂。谁说观众不懂？你就卖20张票，我看观众太懂了。怪完观众怪城市，说我在北方演得很炸，怎么到成都就凉了？你们成都风水有问题。我说对，我们成都人有抑郁症。他还接着问，他问真的吗？我说当然是真的。刚刚演出结束，几个观众走出去说看完你的演出想死。3年没在台上演，但一直在台下演，陪演员聊创作，说我这个段子梗少，但是高级，不幽默，但是煽情。普拉斯，你懂喜剧，所以你懂我，你说说看。我说超级厉害。结果他还要追着我聊，他说但是我看过有人写过类似的段子，所以我在写的话算不算抄？我说 no， 嘘，我的哥哥怎么会抄袭呢？你只是在致敬。演出完之后还要招待，我记得全国几百个演员的喜好，谁喝美式，谁喝拿铁，谁喝拿铁不加糖不加奶。有毛病啊！谁喝拿铁他不加糖不加奶啊？是不是你啊，门枪？不是他，他人很好。我记得那么多人，我唯独忘记了季季。说起来我就来气，就是因为现在有2个脱口秀节目，人多的我有点舔不过来了，几百个皇帝我一个太监，人送外号脱口秀小辣子。大家听我的风格，其实就知道有人想杀我的，还好有法律，只被网暴过。而且我是那种特别豁达、特别开朗、不是斤斤计较的人，所以当初骂我的那87条私信，根本没放心上。全放黑名单里面。骂我骂的最多的是什么？骂我死全家，一点伤害没有，因为这是一个陈述句，我们全家必死。你们全家爱咋活咋活吧。我是不会原话骂回去的，那就成抄袭了。还有造我黄谣的，我全都看了，我看着看着看进去了。真的很好看，有细节，有氛围，高潮迭起，跌宕起伏，我全部截图保存收藏。骂我的那么多条私信里面，有一条我记得特别清楚，记忆犹新。他第一句话就震惊了我，他说：“普拉提。”你的血是黑色的，你这辈子只能站在别人的身后发烂发臭。
首先我叫普拉斯，其次坏人的血才是黑色的，我的永远是 A 型。今年决定回到舞台，我就想做自己了。这几年我是主理人，是编剧，是爱奇艺 SVIP， 一直站在很多人的身后。我觉得是时候了，所有人向后转，我要站到前面了。谢谢大家，我是单口演员普拉斯。谢谢普拉斯。哎，我也超装的哈，我也超装的。谢谢谢谢谢谢普拉大家，斯这段表演的观众，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3、2、1，请锁票。普拉斯是来玩的，他就是来过瘾的，纯粹的单口喜剧，开心，早该回来了，普拉斯，早该做单口了，普拉斯。Sketch 埋没你了，也没埋没，人现在是中国最好的 Sketch 编剧。Sketch 没埋没你。我们舞台又回来一个非常立体且有非常强的喜剧人格魅力的女演员。别整别整。欢迎回来，普拉斯。谢谢谢谢谢谢，很开心很激动啊！上台前特别紧张，这大概是我这3年回来10次不到的登台，对，所以特别紧张。然后完全不是因为要讲的内容而紧张。啊，完全不会，超想讲的，说要讲自己喜欢的内容，所以很开心。哎呀，这是一段好妙的脱口秀啊，就是怎么说呢？你们是怎么听懂的呢？因为都懂喜剧的观众朋友。因为明显普拉斯讲的每一条，他都可以延展开来讲一整段。他没有。我要上台我就得做选择嘛，所以我认我做的选择 ，OK 的。你做了非常出色的，也很智慧的选择，特别好。你在台上就完成2个任务，就是一个是说了你想说的，量其实不重要，对，我们能够 get 到就好了嘛。一个讲了想讲的，第二正式介绍自己。在我看来，这是一篇非常高能量的，向世界宣布我普拉斯来的一篇续篇序章，之后会有第1章、第2章、第3章，敬请期待。To be continued。对，可以期待一下，期待一下。哦，它能量太高了，我一下就醒了，我觉得。真的。这时候太需要一个这样的演出了，一个强心针啊！我这没想你这么猛啊！你们其实应该见过很多次，因为之前在1年1度的时候，经常有很多的那个作品，这是非常强的编剧。我不知道你当时为什么不上台呢？那时候很想做编剧，很喜欢啊，对，喜欢写东西，然后自己也想做一些成长。那时候自己选择站在幕后嘛。所以说我觉得你挺强的。我说你还有一个自己的是俱乐部是吧？对，成都过载啊，这也是一个托举人的事儿。然后他完全是有站在台上很强的统治力的这种能力，啊，真是挺棒的啊！谢谢博哥，谢谢。又一次认识了你。聊到1年1度和喜人了，普拉斯应该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唯一，但你肯定是全勤了4季的编剧，对不对？唯一一个4季全勤的编剧。我在那边从21年待到25年，瘦了60斤。真的是那个节目啊，真好啊！谁活着出来过？这都是语言最严厉的母亲。真的是。你太应该来说脱口秀了吧？你怎么才来啊？你太应该被看见了。就以前都是通过你其他的编剧的作品看到你，但是你真的闪闪发光啊！但其实很感谢那几年，因为如果没有那几年，我现在不会在创作上面可能让自己更进步，所以我觉得我 OK 的，很好。我觉得这几年都过得都很开心。两条路还是会都在做，是吗？我以后可能暂时会先放下 Sketch 的工作了。对，我想回来说单口，我很喜欢单口，特别喜欢。欢迎回来。那
既然是回来，那这场比赛也要有一个结果。我们请门枪和于适回到舞台中央吧。哇，已经开始恭喜了。哎呀，别！那观众会给这3位什么样的结果？请看大屏幕。首先恭喜普拉斯。门枪179，于是108，按照规则要暂时前往待定区。谢谢2位的表演，谢谢。我很放松，下来时候我就很放松了，有点演到心流的那种感觉，挺开心，很开心。也祝贺普拉斯198票直接晋级。哇！所有人向后转，我要站在前面。普拉斯讲的时候，我在下面就是有那种感觉，就是他这么多年经历的所有东西，在我面前像走马灯一样。我第一次上台的时候是2018年，然后就开始讲。2020年的时候，我还开了自己的一个主打秀，一直到今年才重新回到舞台上面做单口。我在台上，我觉得那种不管不过感觉是很难得的。我有几次在台上的时候。好爽！大家晚上好，我普拉斯。单口演员普拉斯。那你会看他一直有笑声传过来，他是咚，他像鼓声一样的打在你的脑子里面。你一往这边看，他们就笑；你一开口，他们就笑。我觉得好快乐。谢谢，我们也期待你后面带给大家像鲁豫老师所说的第1章、第2章、第3章更多的精彩表演。那接下来要上场的也是我们这一场最后一组要迎来 PK 的朋友，他其实来过喜丹的舞台，但是就像我们主题曲一直唱的那样。他这次要翻身，而且我觉得他的名字最适合这件事儿，因为接下来要上场的是咸鱼。哇！咸鱼！喜丹3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咸鱼，来自河北衡水，现在在上海工作。第1年非常的自信。哦，没有专场的刘振东，谁见了你都觉得很轻松。然后就一轮快剪。那去年就是读了稿了，然后就通知没有那个去嘛。我觉得今年是我目前干单口喜剧到现在为止，其实是对我自己来说最适合上节目的1年，对吧？就播客的积累和线下的比赛都拿到了一个还可以的名次。我今年最期待的演员是咸鱼，最期待的老演员，咸鱼吧。只要是关注过这2年的人，他都会觉得咸鱼的进步太大了。我最希望就是说我个人进步能比第1年比得好，我就觉得算是胜利。愿喜剧之神降临在你的舞台。晚上好，家人们！晚上好，感谢大家，我是咸鱼。大家好，有的朋友认识，有的朋友不认识。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咸鱼，来自河北衡水，在上海打工。一个穷孩子生活在有钱人的城市，还只能用精神对抗物质。我就走着演，咱们两边都看一下，好不好？我怕咱们这个看不全，回头你们互相拼一下。来参加比赛，我很直接，我想挣钱，我想挣钱，我没有钱。我的钱都买吃的了，我记了2个月账，恩格尔系数85，焦虑，人这2年特别容易为钱焦虑，是不是朋友们？焦虑，你说人穷可以开心，但人穷还爱刷短视频，你就不能开心，因为这2年特别容易在各个短视频平台刷到那种假扮经济学家散播经济焦虑。你刷到他的视频有一个特点，
就是你没有调节，但好像手机音量自动就变大了。存钱，马上给我存钱！哎呦，你说，你想说就说，你喊什么呀？他就给你解释，他说因为今年虽然已经是过去10年经济最差的一年，但却即将是未来10年经济最好的一年。你看完，你这个难受，你都不是焦虑了，绝望，还存钱，我都不想存活了。但这就是短视频平台的好处，你焦虑不了太久。你刚刷完经济焦虑的没一会儿，又刷到一个刺激消费的，还是刚才那老头，哎，连衣服都没换，一样的套路，突然的大叫花钱，马上花钱，因为未来10年全球经济下行，通货膨胀，货币贬值，所以你现在花的越多，等于给未来省的越多，你省的越多，等于花的越少，你花的越多，就是花的越少。看完我悟了，我还焦虑个啥呀？我消费吧。朋友，你想，消费就是储蓄，借贷就是理财呀，浪费就是节约呀，淘汰就是晋级呀！再见。还不让走，你看这个导演没学过经济学啊，然后。那我没办法，只能接着讲了，朋友们。我存不了钱，我焦虑，我的消费观太坏了。我的消费观就是8个字：有钱花钱，没钱花呗。你能明白吗？我喜欢超前消费，花呗用完就用信用卡，坏习惯。这2年意识到了，原来没意识到。当然了，养成这个坏习惯，我不怪什么社会资本，全怪我们大学宿舍长。我们大学宿舍长是花呗推销员，资本的爪牙。认识他那年，你想我才18，给我们洗脑，让我们开花呗。哎呦，就人家那个洗脑话术之厉害啊！不是我危言耸听，今天我说完。在座所有人开通花呗，也就是你手机收起来了，要不你手机听完自动开通花呗，就这么厉害。你们4个就倒霉了，不好意思。怎么说的啊？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都在午睡，他走进宿舍，说：“来，同学们，开会。我先问大家。”咱们宿舍都是大学生，对不对？生活费都不够花，对不对？有白捡的钱，你要不要？我说我要，他说都有花呗这个钱就是白捡的。我反驳他，我说不是，我看了花呗写的跟信用卡一样，是借的，得还。他说花呗这个钱就是白捡的。我告诉你为什么，朋友们，我不是故意吓唬你啊，朋友们，我就是故意吓唬你啊，朋友们，因为已经凌晨1点了，朋友们，你要打起精神了，朋友们，打起精神了，朋友们，没错，因为我接下来要正式复述我们大学宿舍长说的话。谁要是在座的各位，你意志力稍微薄弱一点，容易听进去。你看，我就听进去了。我意志力，你都别说我意志力，他说完以后，我这几年智力都有点薄弱。接下来我告诉大家，花呗这个钱为什么是白捡的。首先，咸鱼，我就反驳否认你一点，花呗跟你说那个信用卡不一样，花呗
不上征信。那会儿不上，现在上了，别用啊，给我打电话了，好吧？别用啊。其次呢，你按时还，没有利息。那基于以上2个条件，我希望现在在座的各位都点开通，然后从下个月开始，你就按月借按月还，按月借按月还，完死之前那个月你别还，这钱就是你的了。听懂掌声。我直接就听懂了，我在宿舍嘎嘎鼓掌。现在那巴掌都打我脸上了，我现在还还着花呗呢。人生目标是死，你知道人一旦用上花呗，你就必须独自面临很多孤独又尴尬的情况。特别这2年，钱不好挣也不够花。我说实话，我现在每个月有10天，整个人就处于没有余额，只有马某对我的信任。马某，你们知道我在云什么吧？你明白啊？没有余额，只有马某对我的信任，干什么都用花呗支付，跟朋友吃饭特别尴尬，你兜里1分钱没有，但你得抢着结账，因为万一你朋友把账结完回来突然找你要 AA， 你是 A 不出来这个钱。不说了，听懂关花呗，谢谢大家。谢谢咸鱼，喜欢咸鱼这段表演的朋友，喊冠军的同时不要忘了，一定要为他投票。3、2、1，不多说了，金牌战，听懂，掌声。哎呀。老师，我们现在能坐吗？您坐，老师，不好意思啊，您坐，老师，不好意思。但是这是一个由衷的，都不是敬意，就给说站起来了，是不是？不是，就是真的是，你看着他这么演，你不站起来就不好意思。太感动了，真的又爽又感动。不是，我就想问他有专场吗？我有啊，我有，但是可能节目结束就会就演到7月初。我6月12在上海有，要是各位老师有空的话，可以那个。没有，我的意思是你一个你不来啊？不是，你一个专场那么长时间能演下来吗？这还行。我的天哪！年轻人这身体，我天哪！想给他买一跑步机，跟博哥上春晚似的。你应该给那个给你追光那老师鞠躬。我们人一旦用上花呗。感谢您，总是向你索取，却不曾好好说感谢你。感谢。我现在知道他为什么线下有很多粉丝，现在他们叫你鱼宝是吗？哦，谢谢您，鲁豫老师。对，太有魅力了。你平常音调会这么高吗？表演的时候？基本上吧，就是到一些地方都会用一些，因为我觉得我个人不是那种强文本、强逻辑思考的演员。我觉得大家都来看演出了，你就拿自己擅长的部分给到大家一场精彩的演出，我觉得这也是我能做的。而且你其实第1季是来过这个舞台，可是输老惨了当时。这发生了什么呢？这一年，我觉得其实说实话还是靠听友们，我们做播客吧，靠听友托举，我觉得还是感谢大家。时光满血吧，感谢大家，祝大家永远不老，感谢，真的太感谢了，我觉得还是。他以前也这样表演。你别用疑惑的眼神看着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个原教旨已经不是脱口秀了，其实已经追溯到当时天桥8大怪。我呀，他是那种撂地的方式。就是在马路上，然后你开始走位，你开始操作，然后聊，然后外边你也不用跟着我啊，这最多，我也不给你添加这么大麻烦。就是他就跟这儿说，就你刚才这套，只要你在那死之前还花完那句先不说，你说好朋友们，现在开始打零钱，来哪位？哎，您给5块，您给10块，你这找回来了。有招，太有招了。这个真是没想到。是，谢谢了，这太厉害了。
哎呦，你说这咸鱼跟花呗打起来了，哎，没有，这真是兄弟阋墙了，真是。脑袋空空，然后脸巨疼笑的，感染力太强了。我说实话，我后来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但是就会嘎嘎乐，好神奇的一种能量、催眠啊！他好像在用棍子抽我感觉整个过程中这是。然后，但是他那个突然喊你一声吧，你也不会觉得吓唬或者一咋呼那种感觉，非常顺，就特别自然的接受你所有的情绪的到来。感恩的心，感谢有您。所以说，你说这演员呀，就是各式各样的都有，就特点非常明确。你看在台上的各式各样的，就是他们都属于有一类属于爆发型的。像付航跟感觉经常有时候就是摸着电门了那感觉，是吧？就一下那个是吧，也吓人一跳。但是刚才咸鱼这不太一样，像那个水管突然给崩了，你知道吧？就你捂不住了，你就在自己就捂不住了，你知道？这个确实是有这感觉吧。而且现挂好厉害哦。对，咸鱼老师，因为之前我们一块录节目嘛，是，完了之后都了解。那个时候我只是就是喜欢您。但是现在看完您刚才这个表演，我真的有点就是迷上你了。哎呦我太感谢您了，真的有点爱上你了。我也爱你。其实我就觉得咱们这个节目真的现在太好看了，就是你跟林简七直接就可以送走。不是啊，送哪儿去啊？就是不是你们就是直接就到精神病院那种感觉。哎。真的就是太好了，太有意思了。完了之后，我感觉下一个选手出来直接趴地上趴5分钟，说他在保卫地球，我也觉得不意外。就是不是太棒了，太棒！你发生什么了？就是咸鱼老师，上一次上节目感觉是就是一次大挫折吧，我觉得算是一个大挫折，然后就去学习看大家的表演，然后我觉得我个人对我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觉得我开始认真的。原来我觉得我也是表演型演员，我开始认真的写自己的文本了。咸鱼老师，我有问题，我想问你多久能练成这样？我想学老师。哎呦，老师您别。哎，但是我是真的，我觉得因为你的演出完全让所有人都折服。今天但我真的是有个疑惑，因为我觉得你原来在台上也有一点那种怯的感觉，但你是到底哪个时刻让你再也不害怕舞台和观众了？因为我觉得对于脱口秀演员来说，这是一个进化的时刻。这个还跟付航老师有关系，是之前我有一个朋友说，他说我不知道是他真的跟您讨论了，还是说他编的跟您讨论了，就是说观众他可能包括在座的朋友，他有一个这个线，你把它冲过去之后，观众就会完全的接纳你，大家就会一起进到一个更快乐的一个氛围里。我觉得我最近在尝试的就勇敢吧，我觉得就是勇敢。说的非常好，但是我真没讨论过那个。哎，没有，开玩笑。从今天开始，这话就是付航说的。可能讨论过，但是我觉得咸鱼他是开辟了完完全全独立的一种独特的风格。我太期待你后面的表演了，加油！你多多卡还有林简七，你们4个人凑在一起，真的4怪，太开心了！再给咸鱼一些掌声，谢谢各位，感谢咸鱼，感谢各位，谢谢咸鱼在大半夜给我们带来这么猛的表演，而且咸鱼触发了我们的金牌赛，也就是说他的票数至少是200票。那难题给到备赛区的朋友，有没有朋友会向咸鱼发起挑战呢？请看大屏幕。挑战是我来吧，你要去吗？我有点想打。咸鱼难接程度，咸鱼难接的程度在于，就是它余音绕梁，太令人印象深刻了，导致我很难从中拔出来去再听一段，跟咸鱼的表演任何关系都没有的东西。无人挑战，我们看一下咸鱼的成绩。哇！感谢大家，感谢。214票，我们祝贺咸鱼直接晋级，请领取你的金牌。冠军！太可爱了！我应该没记错，我全程几乎屁股没有沾凳子，站着看完的。我是非常兴奋，
幸福和骄傲，因为咸鱼确实一直在跟我说第一轮是他的心魔，他一直也跟我说他焦虑做梦梦见在台上没穿衣服，或者说冷场啊被观众虚下去这种都梦到过。当时心里就自己念叨了一句说这个夜晚对我来说已经持续2年了，每个夜晚都是被淘汰的那个夜晚。这个喜剧舞台还会再次欢迎每一个人的，重要的是克服自己，其实是这样。只要你还爱喜剧，喜剧就会继续爱你。我现在一点也不后悔我没有去回衡水做医生。如果真的有平行宇宙，这就是我能待的最好的平行宇宙，真好，谢谢喜剧。那要向各位说明的是，因为没有人向咸鱼发起挑战，我们这一场所有的表演就结束在这个听懂掌声的环节，好不好？谢谢咸鱼啊！感谢咸鱼，感谢普拉斯，感谢前面所有的演员奉献给我们这一场精彩的表演。那我们最后4位聊一聊这整个下半场的感受吧。虽然脑子里应该还是只有咸鱼的画面，就是真的这个分贝还是管用的，你知道吧？他把别的东西都给挤走了，其实我觉得还是越来越值得期待了，因为我们还有好多的这个选手没见到，这个对后边的演出是充满期待。而且我现在喜剧审美在改变，其实我看到有人在台上就这么使劲儿的演出，声嘶力竭的，他会把你给赢得你，然后你会被他感动。你凭什么不给他注意力呢？对，就有一个人愿意这样子付出所有努力让你笑，你就觉得特别幸福的感觉。谢谢咸鱼，谢谢普拉斯，谢谢你们。我只能说这个下半场就每一位都不是一赛道的，就咱都不知道最后怎么选出来的，就是跟好像不能放在一块比似的，但每一个都很出色，都很出彩。我作为老观众的感受，我在想，我一开始看脱口秀的时候是为了治愈我自己，然后寻找快乐，那个时候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事情。然后今天看到现在，我觉得好像又看到了别的东西，就是尤其是最后的时候，会有一种野蛮的那种生命力，这都是我觉得在脱口秀里很独特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会一直喜欢脱口秀吧。我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我想念一下，可以吗？我说，回到了小学新生入校那天，我们被安排进了一间宽敞明亮的教室，没有讨厌的3-8线，没有刻板印象的禁锢。语文课上，每个人都勇敢地站上讲台，分享着自己的作文。昨天我看到的不是我要当第一，我就要撕掉其他人的作文，而是你好，能借我一支笔吗？可以啊，你要什么颜色？什么颜色都行，只要能写出字。对呀，只要你会写字，你的故事就会是5颜6色的。我昨天看到那个一起往外走的那个画面，我突然想到了那种动物大迁徙的视频，就是各式各样的动物，所有的生命在朝着一个方向一块去走，这中间有危险，有人会掉队，有人会怎么样，但是大家都在朝着一个目标本能再去做，我觉得大家就是这么一个状态，挺奇妙的感觉，甜的、苦的、酸的都有。就是都是一群非常可爱的人，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今年我们相聚在这里，真的，你的努力终于要被看到了。有时候我觉得人类太以自我为中心了。我喜欢不思进取、自暴自弃。你是废物、垃圾、垃圾、废物、废物、垃圾。我说那赶紧处理我吧，森森。江湖不是打打杀杀，江湖是人情世故。我在说很有生命力的选手，很有一种野蛮生长的一种状态。我很喜欢，就不管你是几岁，但是你有一种少年气，那种少年气是你有一种不管不顾的一种样子，然后你有磅礴，你有磅礴的生命力。我觉得那个状态是我最喜欢的一种状态，飞扬、野生、自由。好嘞。盲盒抢金赛的第1期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目前的晋级情况。淘宝闪购更优惠，你的喜报已就位，请看大屏幕。
让我们恭喜本期晋级的所有演员，同时恭喜多多获得本期比赛的最高分。够快、够好、够优惠，淘宝闪购将与你一起见证够闪耀时刻，并且为你准备了惊喜福利。这会儿要跟大家说明的是，《喜剧之王》单口季新的线下巡演即将开始，全网搜索新的派 Standby 可以了解更多喜单巡演的信息。还有一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电影《小黄人与大怪兽》7月3日起全国上映。这个夏天看小黄人闹翻大荧幕，确实这个每场比赛都各有各的精彩，新人演员们来势汹汹，魔王挑战各有结果。高手过招，酣畅淋漓。下半场的比赛又将带来怎样的惊喜？我们拭目以待。感谢今天所有的演员，谢谢你们，也谢谢我们到场陪伴我们的所有观众朋友，谢谢大家。谢谢郭麒麟老师、马思纯老师、黄渤老师、陈如玉老师，谢谢。我们下半场精彩继续。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盲盒抢金赛的下半场，正式开始。好，都说有剧本，我摊牌了。等一下比完赛，一个直升机直接从天而降，直接接到我，把我甩到浪姐舞台上，我就一天。怎么拍最有流量？这鲁迅脱下了长衫，还得给自己标一个正常穿搭，无不良引导。我之前也是一个北大的学生，但是考踢足球体育特长考上。在北大踢足球这句话念起来有一种从夯到拉的感觉。学习了吗？我说学了，忘了学，忘了还得学。妈这边红缨枪都朝脑袋扎过来了，还能来。小时候挨过打吗？没有，他们不那。首先，我们要破除对备孕的刻板印象，不想生也可以备，不要因为你是一个单身男人，再不好笑就要露宿街头了。我也疯飞了，我现在。不管你是男主还是女主，看见广告主就得给广告主子请安了。我是个超没有耐心的人，但是当他需要我充会员的时候，我就忍着，我就死死的看完那90秒广告。出去旅游去哪旅游？我说陕西有什么可玩的？我说陕西有秦始皇陵啊，我得去看看那些不让手下休息的暴君是怎么死的。这场比赛，请大屏幕先为我们揭晓一下获得的票数是。哇！爱情。